侯爷，这棺材放哪儿？放他旁边。这是谁死了？你。可我还活着呢。快了。连棺材都提前准备好了。咱江家几代人，哪个不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？到你这儿，不练武不上阵，跑去买文明，你还买的是状元，你这是打我的脸，打列祖列宗的脸！出买状元，我不光穿越了，还穿成个买官等死的。镇北侯世子，跟我还同名同姓，这盘接得够呛。大话没会试没天使，科举投名就是状元，这么大的官儿，说买就买。老爷，要打冲我来，小白他还是个孩子啊！这便宜娘护起宰来是真品。孩子，他这德行就是你惯出来的。买官本就是砍头的罪，何况买的还是状元。3日后放榜，只要有一个人当场喊一句假的，就是欺君独臂的铁证。那你倒是想想办法呀！咱就剩这一个儿子了，他要出事，我也不活了。主考官礼部侍郎主动找上原主，拿题代考，一路顺的反常。这局早有人替我摆好了。江家攥着北境兵权，我一倒，谁捡便宜？圣上早想削兵权，这局冲的就这80万大军。事儿是你惹的，想活命就得担着。眼下只有一条路，让你先入赘出去。入赘？咱江家的世子去给人家当上门女婿？圣上惦记我这兵权不是1天2天了，小白入赘出去，江家名义上就没了继承人，这就是给圣上递个台阶。他要个交代，我把台阶送上去。兵权早晚要还，他也犯不上为难一个上门女婿。我知道你心里憋屈，可这篓子是你自己捅的。行，我入赘。答应得倒痛快。入赘出去，江家没了继承人，兵权这事儿就淡了。我正好换来一段翻盘的功夫。买官是死局没错，可我上辈子好歹是文科博士，把这状元做实，就不是死局。今儿宫里传出话，榜单3日后就放。3日后我这状元就得进宫面圣，作弊一旦被翻出来，别怕，你爹已经去张罗入赘的事了，赶在放榜前定下来，就能保你平安。娘放心，这盘儿子心里有数。跑了好几家，没一家肯招。侯爷，世子这名声实在太臭，各家姑娘一听江小白3个字，扭头就走。明晚丞相府办诗会，去的全是年轻才女。可李丞相是您的死对头，一向看江家不顺眼啊。死对头又怎样？为了儿子这条命，这张脸，我不要了。放心，我都替他安排好了。我托人写了3首诗，白天你给我背熟，到了诗会背出来，好歹不叫人当场笑掉大咬。哈哈哈哈！爹，您这也叫诗？你笑什么？就这仨玩意儿拿出去，别说入赘了，人家姑娘怕是得连夜搬家。你一个大字不识的废物，还能写出花来？把这3首背下就烧高香了。侯爷，都安排妥了，放心，今晚诗会万无一失。世子看中谁，出府就动手。记住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春风吹我读书忙，纸上文章写几行。哎，这诗写的可真好。小学生的打油诗都比这顺口。夏泰伦林小三。儿子，你今儿开窍了，这3首这么快就全背下来了。事关性命，孩儿哪敢不上心？既然背下了，咱再多念几遍，免得你一紧张又忘。娘，我有点乏了，想先歇会儿。爹非逼我去诗会，比诗犯不上这么大阵势。不对，他压根不是让我去比试，是去挑人，看中哪个出府就绑走，生米煮成熟饭。这要真在丞相府闹出来，江家就不是救命，是自毁名声。得罪的是文官之首，
今晚我得抢在爹前边，把这局翻过来。到了诗会，你就给老子可劲儿挑，看中谁，先问名字，出来告诉我。果然是挑人，这盘不能照他的走。另外，挑谁都行，唯独一个人不行。李丞相的女儿李知薇，她你配不上。爹，那万一他看上我呢？哼，他能看上你？我觉着吧，凡事都有可能。你要真让李知薇看上你，我特么亲手弄死你！国子监第一才女，连老太傅的关门弟子，爹越是这么防，我这心里越痒，越让碰的才越是活路。这个禁区，我偏要往里踩。侯爷，丞相府到了。侯爷，今夜诗会，滚！命能不能保，这局能不能翻，就看今晚这一套。你敢在丞相府打人？打，我还嫌轻了。世子，侯爷说了，让您可劲儿挑。这话听着跟上菜市场买萝卜似的。这儿是诗会，不欢迎闲杂人，赶紧走，别玷污了这清雅地方。有意思，穿着读书人的袍子，干的是看门狗的活。你敢辱我们？辱？我还想动手呢。找死！这是我家大小姐办的诗会，容不得撒野。还请离开吧。两位没听见老先生的话，还不快滚！老先生说的分明是你。非也非也，你俩是来当拦路狗的，我是来参加诗会的。就你，你懂诗吗？诗啊，我还真懂那么一点。两犬征途废不休，一身书气半分羞。不曾复有惊人举，道学门前乱咬头。你这诗，侯爷让人写的3首里可没这一首。传闻江世子不学无术，怎会张口成庄？这纨绔真能作诗，还损得这么刁。新老，你退下吧。好美的姑娘，前世今生加一块，没见过这么一眼勾魂的。世子，这位就是国子监第一才女李知薇丞相大人的千金，侯爷特意交代过，今夜您选谁都行，唯独她绝对不行。越让碰的，偏偏就是她。想必这位就是李小姐了。今晚写的最好的，有奖励没？果然是纨绔，张口就问赏，这种场合还问奖励，俗不可畏。我家小姐说了，诗词一道，不光写景咏物，更能见人心智。今夜请诸位以风骨为题，各展所长，诗词皆可。风骨，这题可不好写。光有文采不够，还得有胸中义气。写的最好的，有奖励没？世子，您能不能消停点儿？这是什么场合？场合我懂，可白干活谁乐意？那不知江世子想要什么奖励呢？别的不要，我若拔了头筹，只求李小姐亲手给我留一样随身之物。随身之物，你也配？世子这胆子是真不要命了。比如一幅亲笔题字，或者一页手书墨宝，这样我也算不虚此行。江世子若真能做出今晚最佳，我家小姐题字一幅，未尝不可。那就一言为定。江世子笑得这么开心，想必是有好诗。我也刚好想到一首，不如
咱俩比较比较，比较，成啊？你先，还是我先？装模作样，看他能写出什么。别待会儿连句囫囵话都接不上。意外断桥边，寂寞开无主。已是黄昏独自愁，更着风和雨。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，零落成泥碾作尘。只有香如故。好词，词是好词，不过我倒怀疑，这真是江世子现场所作，不是从哪儿抄来的吧？谁不知道他是个纨绔废物？哪儿写得出这个？8成是剽窃来的。嘘。我家洗砚池头树，朵朵花开淡墨痕。不要人夸好颜色，只留清气满乾坤。千锤万造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不前。粉骨碎身浑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你的诗呢？世子，您还没挑人呢。侯爷让您来是挑人的。嘘，别说话，我在等我家薇儿叫我呢。江世子，还请您留步。李姑娘，还有事吗？我答应你的彩头，你还没拿呢。不嫌弃的话，多留一会儿。等诗会散了，我亲笔给你写。可我不学无术啊，不适合这地方。他还豫剧运营上了。你若算不学无术，那我们这些人岂不都要羞死了？行吧，姑娘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多待会儿。风骨这题就到这儿吧，光作诗太单调，不如咱们对诗取乐，如何？对诗好啊，那我先献丑。风摇花影碎，这个碎字太刁了，字面工整还不够，意境也得跟上。江世子可对得上？这有何难？月映柳梢斜啊！月映对风摇，柳梢对花影，斜对碎，太工整了，一动一静根本就该这么对似的。既是对诗取乐，那我也出一个。啊！近水先觉夜色微暖。这平平无奇啊，深读才能领会其意。逢君方知此意不单。别人对诗取乐，他对诗取人，不当人子，这狗东西！李姑娘，我这儿还有点事，先走一步。那彩头，江世子请，小姐让奴婢先带您去，小姐随后就来。让江世子久等了，想要怎样的字画？我说你来写如何？都说江世子只知吃喝玩乐，不学无术，现在看来，怕是不尽然。没办法，有时候装得玩路点儿，反倒能保命。此话怎讲？我江家世代从军，满门忠烈，可到我这辈，2个哥哥都战死沙场了。旁人只说他们死得壮烈，可在我看，未必那么简单。我能活到今天，或许正因为顶着这废物的名声。那你今夜为何又要露锋芒？藏帛既能保命，你这一亮相，岂不是自断退路？那李姑娘今夜又为何要办这场诗会？我听说有人买官，买的还是魁首之位。我想借诗会召集京中学子，把这事做实，再联名告御状。只是没想到是这么个结果。没想到我这个买官之人，还真有几分真才实学，是吧？所以，江世子今日特意前来，是为打消我的念头。不，我今夜来，
是想和李姑娘求合作的。合作？我要坐实你买官，你却来找我合作？哼，先画一幅鸳鸯图。江世子，这是要作画还是要作弄人？画都不敢画，还怎么坐实我买官？画好了，江世子还想要什么？接下来，我念，你写。知音一曲落花前，微雨轻摇柳外烟。聘得春风才尺素，书成明月寄君边。这诗倒真不错，还差最后一样。什么？画是你画的，字是你写的，不盖个印，怎么算数？字美，画也美，人更美。世子，几时这么会撩了？江师子方才说的合作还没说完呢。哦，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我想入赘你们丞相府。世子，江世子，这话是何意？很简单，你们李家缺个机会，我缺条活路。第一，表明立场。我江家手握北境兵权，你李家是文官之首，两家素来不对付。可我一入赘，就等于告诉满朝文武，也告诉陛下，江家肯低头了。对陛下是安抚，对你们是立功。外人只会说是丞相府替朝廷先化解了江家的威胁。第二，得名。今夜的事儿你都看见了，我要真是个草包也就罢了，可我既有几分才名，再加个状元，外人只会说丞相府识人如炬，李姑娘慧眼识珠。人人都爱传佳话，尤其是才子佳人的佳话。第三，仗主动。你想过没有，今夜真联名告了御状，把买官闹大，最后会怎样？轻则科场动荡，重则整个朝局都要跟着震。若背后真有人做局，李丞相位列文官之首，你觉得他独善得了身吗？可我一入赘就完全不同了，我这买官之人进了你府里，就是你们手里一张活证据，是查是押，是拿来做文章还是反制别人，主动权全在你们手上。世子这一番话，竟一句废话都没有。那你呢？你搭进去这么多，就只为了活命？活命还不够吗？当然，要是还能顺手娶个名满京城的第一才女，这买卖我可就更不亏了。我没跟你说笑，你们要时间，我也要时间，两家合作就是眼下最好的破局法子。你若愿意，先去跟李丞相商议，成不成，我等你回话。不过这定情的聘书嘛，江某可就先收下了。鸳鸯是我画的，字也是我写的，可这怎么就成聘书了？知音、微雨、聘得、书成，你这藏头书！李姑娘，好好考虑考虑，时间不多了，3天后我就要进殿面圣。咱们走。3天。选的哪家姑娘？我觉得就一普通姑娘。普通好，普通事儿少。叫啥名儿？哦，好像叫李之梅吧。啥玩意儿？李之梅？逆子！我早跟你说过，谁都可选，就他李之梅绝对不行。你是诚心想气死我？父亲，您先别急。别急！刚才李秉章那老东西端着茶盏一句一句挤兑咱侯府，说什么蓬荜生乖。我前脚出来，你后脚就选了他闺女。
我的刀呢？拿进来，我砍死这傻蛋！父亲，您在李丞相那儿受了气，就不想把面子找回来？废话，老子当然想。那不就成了？这2天只要李家主动登门下聘，您不就能反将他一招，狠狠拿捏一回？威风个狗蛋！你是入赘，不是迎娶。他要真上门，只会笑话我。这事儿传出去，老子的脸往哪儿搁？刀，快拿刀！父亲，普通世家根本保不住我。你想过没有？我这买官本就是个局，设局的是宫里哪位呢？这不可能。所以我必须入赘更大的门楣。放眼满朝，相府是文官之首，最合适。这入赘之名立住了，哪怕真是那位想动我动江家，也得掂量掂量。可李知月是京城第一才女，能看上你，就算她一时恼天点了头，李秉章那老狐狸又怎么可能答应？别人不敢说，但这事儿我有把握，最多2天，2天之内李家必定登门。真没有，还剩1天，再另挑别家也来得及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计划？有，第1步入赘相府，第2步我还得寻个师承。师承好办，龙虎宗是有名的大宗，跟我交情不错，我给你引荐。父亲，我说的是文承，不是武承。逆子！咱江家世代传武，你还想拜个文师？你是不是想气死我？就你这吊儿郎当的样，哪个老师看得上敢收你？我觉得那位蓝老就不错。就你蓝老什么地位？人家早封了门，说了不再收徒，你别痴心妄想了。那我若真拜成了，父亲可不许生气。好，我不生气，我倒要看看人家蓝老凭什么会看上你。你再说一遍。女儿想跟江世子联姻。那个纨绔，满京城就知道吃喝玩乐的江小白，你往火坑里跳。不对，你这性子无缘无故说不出这话，是不是他威胁你了？没有。东西呈上来。今夜诗会上这4首诗，我命人一字不落记了下来。父亲先看看这个。好诗，好诗啊！这4首都是你做的。今夜诗会，我以风骨为题，此人当场连作4首。父亲觉得做得出这4首的人，才学心性如何？第1首写古，落笔就有峥嵘之气，不趋炎不附势。这第4首最难得，志气搞古事情全揉进一处，还不显乱。这才气藏得住风，压得住场，到底是谁写的？是江世子。不可能！那个不学无术的纨绔，何能做出这种诗？是不是从哪儿抄来的？诗会的题当场裁定，4首抄不来。父亲，还有别的？等等，这些是那小子说的？是，他说坐实状元意，可这局设局的若是宫里那位，普通世家保不住他，他要入赘相府，替李家挣一份主动。牵一发奉全身，朝堂制衡，人心取舍。他一个世家公子，能想到这一层，他真舍得入赘咱们相府？是，女儿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道理是道理，可他入赘，这门得咱李家先低头去登。我前脚才在江景城面前挤带人家，后脚就上门谈亲才。这脸往哪儿搁？父亲多虑了，既是合作，女儿会与他约法3章，哪些能做，哪些不能，先说清楚，绝不糊里糊涂把自己赔进去。另外，这个人跟传闻里的不太一样，女儿对他起了点兴趣。
罢了，我考虑考虑吧。小姐，您真要嫁给那个纨绔？你说错了啊！不是我嫁给他，是我娶她。公子留步，可有请柬？这个还真没有。那留个名，小的替您通传。镇北侯府江小白。啊！就是那个京城第一纨绔。世子，人家只招文人墨客，咱这进不去啊。谁说本世子不是文人？见过顾先生。哎，世子，您停这儿干嘛？等他。顾老先生，你是镇北侯府江小白，久闻先生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镇北侯府那位小世子，听说嚣张跋扈，说的莫不是你？先生眼力好，说的就是我。不过世人传的未必是真的，耳闻百遍不如当面一观。就像我，只听过您的名号，今儿站到跟前，才知先生这份气度装不出来。你这小子倒有点意思。先生今日来林府，怕不是寻常拜会吧？哦，何以见得？书童见您那副又惊又喜的样子，不像早有约定，倒像临时被请来的。蓝老肯连夜叫您跑这一趟，总得有样值得看的东西。好眼力！蓝老昨夜飞鸽传书，说有4首名作出世，请我来品。4首名作，这也太巧了。走，带你一块开开眼。我认得他，镇北侯府的纨绔世子，成天泡赌房灌勾栏的江小白。蓝府西厢也是他能进的地方，请他出去。这位仁兄见过我？哼，你这号人物，京城谁不认得？也对，我平日不是在赌房，就是在勾栏听曲儿。那我倒想问问，你是在哪儿见的我？我怎么可能去那种安杂地方？安杂，春月楼有曲有乐，有酒有肉，灯红照夜客，弦管入高楼。若将人心洗，何处不风流？你嫌它脏，是你心里脏，跟地方有啥关系？妙啊，这诗不错。蓝老见过蓝老先生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晚辈江小白，镇北侯府的。哦，你就是江小白。江景城那么个只会舞刀弄枪的武夫，也养得出你这样的儿子，不错，很不错。蓝老多少年没夸过人了，这一句旁人求都求不来。蓝老过奖。世子，那位小王爷好像瞧您不顺眼。属下在军里待久了，这种眼神见得多。他刚扫您那一眼，透着股不喜欢。八王爷的二公子萧清修，对，就他。可这敌意，属下瞧着不像单是看不上您。本世子这名声，京城谁见了不皱眉？正常。知微，把那4首诗拿出来给大家看看。这4首，老夫昨夜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，越看越精。单论风格2字，不输当世名篇。这4首风骨气象都在，寻常学子写不出来。至于是谁写的，容我先卖个关子，各位品评过再说。妙啊，这一句写绝了！4首连作，首首不落下乘，厉害！能写出这诗的是个大才，寻常年轻人下不了这笔。这位，这诗是你写的吧？不是我。不是你？李姑娘，这人真这么大才华？快告诉我们，他到底是谁啊？够了！
从刚才到现在，你们笑什么？管好你的下人！这4首诗你这辈子也写不出来。其实这4首诗，正是江世子写的。不可能！你一个逛勾栏泡赌房的浪荡子，写得出这种诗？李姑娘，你是不是被他骗了？是不是他写的？当众验一验，不就清楚了？诸位心里都有疑，与其在这儿空口争，不如当场验，也免得污了李姑娘的清誉，埋没了真才。江世子自己应该也乐意证明一下吧？小王爷的意思，我算是听明白了。谁名声差，谁就得自证，是吧？那往后京城谁骂我一句，我都得当街写首诗自证清白了。这么下去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成诗仙了。诗是只为姑娘亲眼看的，再逼人当场写一遍，就是欺负人了。当然了，写诗嘛，本世子也不是不行。可写诗讲个兴致，有人一杯酒下肚，诗如泉涌；有人枯坐半天，挤不出一个字。我硬写，写好了你们说是应该的，写差了你们说我浪得虚名。这买卖怎么算我都亏。不过，要是蓝老严家亲自出题，那本壮子倒愿意试上一试。林老出题，那就不是自证了，是考核。林老要是点了头，那可是要收徒的。世子，林老早关了门，不收人了。您这话……你倒是胆子不下。晚辈要是胆子小，今日也不敢闯蓝府这道门。让老夫出题，你可别后悔。那你就以门为题吧。这题看着简单，越简单越难写。门第、登门、进退、取舍，全能往里装。妙啊！这题一出，他今天非献本纪不可。威儿，帮我研墨。他管李姑娘叫什么？门前风雨问谁开？一脚先从笑里来。世上举多高阔处，不曾容得少年才。好一个不曾容得少年才！这最后一句写的哪是蓝府的门，是天下人心里那道坎儿啊！好一个少年才，好一个笑里来！你这小子倒真敢写。题是蓝老出的，晚辈自然尽信。好，这一题算你过了。既然过了，那学生就此拜见老师。且慢，这位小王爷又想干什么？蓝老恕罪，晚辈不是诚心搅局，可拜师哪能是儿戏？一首诗，顶多证明你会写诗，证明不了你担得起蓝老的弟子。拿师徒名谢压我，这帽子扣得真准。小王爷这话听着还真有几分道理。师才归师才，拜师归拜师，是吧？不过我有件事一直想不通。你说师才担不起弟子，那我问你，怎么样才算担得起？门第得高，出身得正，还是名声得干净，脾气得顺着人？又或者，得先有块这样的好玉佩，才有资格站这儿说这种话？江世子，牙尖嘴利，算不得什么本事。哦，那小王爷的意思是您有别的本事？正好连老和几位强辈都在，不如咱俩比划比划。我要是输了，今天就滚出连府，拜师俩字再不提。可你要是输了如何？往后谁再说我胸无芥末，你替我骂回去。当然，小王爷要是嫌跟我这纨绔比掉身份，那就当我没说。反正站着说几句公道话，不费笔墨，也不伤脸面，这点我懂。够了！老夫这门开不开，收不收，老夫自己说了算，轮不到旁人指手画脚。晚辈并无冒犯蓝老之意。哼，还有你小子，刚那首诗是不错，可拜师想得倒美。
你要真想拜我门下，再答一问：你今天想进的是老夫这道门，还是这天下的门？大偏一个字，今天就白闹了。那得看林老您这门能不能代表天下的门。代表不了如何？代表得了又如何？代表不了，那您这门我进，天下的门我也去看。代表得了，那我更想进去瞧瞧。瞧瞧您这门是铜墙铁壁筑的，还是只靠一张嘴就想挡住天下人？好，我这门不过一扇旧门，担不起天下。你别把它看太高，也别把自己看太低，进了就别后悔。旧门接地气，弟子喜欢得很。入我的门有规矩，具体的让威尔跟你说吧。世子，这小王爷今儿被您落了这么大面子，怕是要记仇。我知道。师姐，咱换个地方说话呗。我不去。老师让你给我讲规矩呢，又不是说别的。再说，就算说别的，最多也就聊聊咱俩的婚事嘛。蒋小白，你胡说什么？逗你的。师姐，这回真得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你帮我入门啊。我可没帮你。好，没帮。那规矩，师姐和我说说呗。听好了，老师门下就3条规矩。头一条，每月交一篇文章给老师批，写什么都行，但不许敷衍。第2条，老师有召唤，不管什么事不能推。第3条，老师收徒不看门第，可你日后要是行差踏错，坏了清誉，老师会亲自登门把你逐出师门。就这3条，简单。简单，2天后就放榜。你那边处置不好，就是坏清誉，老师这边怕会跟着受连累。我知道，我会处理好，不辜负师姐这片心意。小白，规矩威尔都跟你说了吧？说了，老师。那第1篇文章，我给你半月。用不着半月，明天我就差人给您送过来。哦，那更好。那学生告辞了。老师，您看他如何？这小子聪明得很，跟外头传的不一样。这状元虽是他买来的，可他配得上这2个字。我这把老骨头的名，他愿意借就借给他。多谢老师。你抽空去国子监一趟。去劝劝沁儿那丫头，再怎么跟我置气，也不能连家都不回呀。老师最疼的孙女，如今连家门都不肯进。世子，您真明天就送文章？连老那可是文宗，你一个买来的状元，交上去的东西他要是看不上，放心，他不光会看上，还得亲自上门求我下半篇。哼，哟，还知道回来，是不是在人家门口敲了1天门，连门槛都没摸到，灰溜溜跑回来的？爹，我拜蓝老为师了。你还学会撒谎了？这种事也敢瞎编？侯爷，世子没瞎编，属下作证，蓝老真收了世子。逆子啊！咱江家世代将门，祖上哪个不是提刀上阵，马革裹尸？你可倒好，拜个文师，拜的还是林凤佐。传出去，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？爹，您不是说好了不生气吗？再说这脸，早就没了吧？你嘀咕什么呢？没啥没啥。行了行了，拜林老是天大的好事，你爹这边娘替你去说。哼，娘，我还得回去写文章，先走了。写文章？你，去吧去吧。走了？走了。别说，这臭小子我还真看走眼了。
光挂个师徒名分，拴不住林老。放榜那天真犯了局，他未必肯替我下场。有了，当世宿儒，谁扛得住一篇诗说？张新年，世子，送去兰府，记着，只给这上半篇。上半篇？对，再带句话，想看下半篇，请老师明天亲自来侯府一趟。世子，那可是林老，这话是不是太狂了？照做，他明天准来。兰老会来。李家那位丞相要是聪明，明天也该登门了。这场面，够我那便宜老子坐不住的。好文章！咱没听错吧？先生在夸人，夸的还是那位江少子。他今儿才刚拜师，转头就巴巴送文章来，我还当是来卖弄的。满京城谁不知道，那就是个斗鸡守狗的纨绔，能写出什么好东西？古之学者必有师，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也。开篇一句就把师道二字戳到根上了。生乎吾前，其文道也先乎吾，吾从而师之。妙！这见识，这比例，无贵无贱，无长无少，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。好一个道之所存，这哪是文章？这是替天下读书人正名立心呐！这臭小子，平日装的不显山不露水，一落笔就一鸣惊人。没了，下半篇呢？这臭小子故意的，他是故意只送半篇。来人，备马车，老夫现在就去镇北侯府。先生，这都后半夜了。罢了，这时候登门不像话。明日天一亮就去。那个纨绔真把先生逼成这样了。侯爷，李丞相的马车到门口了。爹，别忙，让他在外头候着。候着？那是当朝丞相。他今儿是来求亲的，不是来施恩的。越是丞相，越得亮他一个时辰。这门槛高低，今儿得咱们家说了算。岂有此理！亮了本相半个时辰，连门都不开。龟儿，随本相进去。李相这是要闯谁的门？先生也到了，您给评评，江家这般亮客，亮的是你这股虎气，正的是他家的门面。门面？你上门求亲，传出去本就难听，他亮你一时辰，倒像你李家赶着来求的。他想压住京城那些闲话，你还得借他这股势，别在门口逞一时之气。至于老夫，是被这小子连夜送来的一篇文章活说气来的。一篇文章也能气动您？岂止，老夫倒要看看他葫芦里还藏着什么。哼，江侯爷，你倒是生了个好儿子。昨儿刚拜师，今儿就登门，这是要逐出师门。先生这脸色，江家怕是要糟。连老息怒，这逆子什么德行，满京城都知道。他冲撞了您，我替他赔罪。先生，这江世子刚进门，年轻毛躁，您多担待。你们都想差了，老夫今儿来不是嫌他写的差，是这小子写的太好了。他好了，写得好，您还这么大火气？废话，这臭小子就给了老夫半篇，你说气不气人？我今儿就是来讨下半篇的。连老，您不会是拿我们寻开心吧？他打小什么样，我还能不知道？请来的先生一个个都让他气跑了。是啊，先生，我这儿子真没念过几天书。爹娘，这文章真是我昨晚写的。就你？咱江家世代打仗，您最烦读书人。我要真从小舞文弄墨，您还不得抽我？所以这些年我一直憋着，可到这节骨眼上我也不装了，我摊牌了。其实我很强。
那文章能让我瞧一眼吗？无贵无贱，无常无少，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。好文章，我看了半辈子文章，头回见这样的。有这本事，你干嘛还去买状元？那我就跟您说实话，我大哥江云策、二哥江林星，3年前都战死北境。外人都说他们死得壮烈，可我总觉着这里头没那么简单。2个哥哥没了，江家就剩我一个独苗。我还是个纨绔废物，换背后那人也觉着这样的江家最好拿捏。可他们连状元都敢替我买，这就不是试探了，是想把整个镇北侯府一块拖进泥里。朝堂上的刀都藏在笑脸里，等见了血就晚了。所以我只能顺着他们走。要我当状元，我就当；想借我把江家推上风口，我就站上去。我倒要看看这背后的人到底是谁。所以你拿半卷文章把老夫调来，是想借我今日登门替你侯府压场子？这臭小子一步步把所有人都摆到了他要的位置上。趁蓝老在，这门亲事咱们2家今天就定了吧。这亲事你有啥要说的？有，还不少。头一条，对外就说是李姑娘对我一见倾心。第二，是您李丞相上门逼婚，我不从，您就要发难江家。第三，我顾全大局，不想让我爹为难，才不甘心答应入赘的。最要紧的一条，成亲那天8抬大轿，吹吹打打，哪怕我是入赘，也得让半个京城都瞧见，是你们相府把我强按上轿的。好算计，恶名全让我李家背了。我该说的都说完了，接下来就看你们相府怎么接了。江公子这条件列的倒是痛快，只是这聘礼的规矩还没轮到你说。规矩我不抢，可这门亲事怎么定？李丞相，您先听我把话说完。你一个入赘的，还想反过来定规矩？入赘是幌子，真被架在火上烤的是你。买状元这事，一旦掀开，烧的可不止我江家。哦，还能烧到我头上？您是文官之首，天底下读书人的活路，科场清不清，全攥在您这一脉手里。状元都能拿钱买，这话传出去，世子头一个骂的是我这买官的废物，还是您这管着科场的丞相？他们会问一句：李相府是干什么吃的？他说的没错，这把火我躲不开。李相，你平日在朝上最会算账，怎么自家门口这笔账反倒算糊涂了？这火一旦烧起来，你我谁都跑不掉。先生点醒我了，诗会那天要不是小女把话挑开，我险些自己动手把江家往泥里按。所以这局咱们2家拴一根绳上了，您帮我就是帮您自己。妙啊！这么一算，我江家不光没丢人，反倒得让人可怜可怜。江小白，一见倾心的是我女儿，逼婚的是我，连恶名都得我李相府背。我堂堂当朝丞相，成了上门抢亲的野蛮人。这话传出去，满天下学子还不把我笑死？丞相受这点委屈，换的是您整个文官一脉的清明，我看值。你这小子真是好算计，一场亲事把满堂的人全摆到了你要的位置上。我算看明白了，这状元是你买的，可你这脑子是真的。我该说的都说完了，接下来就看你们相府怎么接了。江公子这算盘打得可真响。条件你列完了，可这门亲事是2个人的事，我这儿也有几条规矩。江公子应了，这亲我嫁；应不了，8抬大轿也抬不进我李家的门。头一条，过了门各住各院；第二条，没个正经来由，晚上不许不回家。这丫头，当着2家的面反将我一拳。第三条，半年之内，我爹替你把案翻了，这状元你得坐稳，坐不稳，这门亲作废。
哟，还能反悔啊？第4条，青楼酒馆往后一步都别再踏进去。第5条，我爹这一脉替你担了科场的干系，你进了门就得护着他。护岳父，应当的，这条我头一个应。还有最后一条，进了我李家的门，就不许负我。往后你就算真有中意的人，也只能做妾。这正妻的位子，谁都别想越过去。成，各住各院，我应。晚上不夜不归，我应。半年翻案，不进酒馆，护你爹，全应。连最后这条，我也应。他一句没还价，就全应了。不过嘛，日久生情之后，头一胎得随我姓姜。好，这条好。你脸皮怎么这么厚？李姑娘，你这几条我都记下了。老师在场，正好这个媒，要不您来做？成了，这一步总算踩实了。对了，岳父，这聘书就不用再另送了。为啥？诗会那天我早就要过了。威尔，还有这么档子事？有这回事。那幅字画，当初就是被他半哄半骗套走的。老师，这媒人，您可就应下了。好说，就凭你那篇诗说，这个脸老夫给了。两位长辈，往后都是一家人了，来喝一个。臭小子，酒也吃了，亲也定了，那诗说下篇是不是该拿出来了？老师别急，学生答应您的，还能赖账？去我书房把桌上那篇文章取来。是。快，给老夫瞧瞧。妙啊！这一转一合，前后贯通，把上篇的意思彻底立住了。好，前边立诗道，后面驳流俗，痛快。诗道之不传也久矣，就这几句写尽了世风。这篇文章一出去，满天下的读书人都要记住一个名字了。这文章，老夫定要把它推到国子监去。国子监，那不是天下读书人挤破头都想进的地方。老师，推可以，名嘛，先别留。哦，这么好的文章，留了名，够你风光半辈子，还能把那纨绔名声洗干净，你舍得？老师，我现在这名声，名字挂上去，人家头一个念头是啥？这文章真是他江小白写的？有理，有的时候啊，文章自己会说话，那就依你。臭小子，跟我走。爹，又咋了？有些事儿我也该跟你说说了。这盒子我藏了3年。爹，这是血，你大哥的。大哥拿命送回来的信，就这4个字：长公主萧云诗，当今皇上的亲妹妹。人称京城第一美人，可常年大门不出。这信送回来没几天，你大哥战死的信儿就传回来了。您查过？查了3年，一条有用的线索都没摸着。查不到，就2种可能：要么他藏得太深，要么有人故意把他推到大哥眼前。你是说这信是假的？信是真的，可大哥看到的未必是真的。有人给他下套，让他信错了人，再让他把信送回来。那这就更难查了。难也得查。爹，这事你别沾手，大哥二哥的仇我来。你一个人？您就剩我一个儿子了，您再往里踏，江家就真没人了。还有3件事，您得听我的。后天面圣，我一个去，您装病
别去。胡闹！我这当爹的，宫里的人一个都别信，娘那儿这信的事也别提。行，这回爹信你。哎呦，你这丫头怎么这么招人疼？就我家那臭小子，哪儿配得上你呀？娘，才刚定亲，您胳膊肘就往外拐了。魏二一大早跑来，是想我了吧？胡说什么？我有正事。你那篇诗说，昨晚在国子监传疯了，闹了一整夜。今儿宫里也去人了，是长公主，多半是冲你文章来的。长公主自己送上门了？去，怎么不去？不过你得陪我演场戏。演什么戏？他一路之孝，准没好事。其实我还想带你见个人，去年的状元，如今在监里当助教。你明儿要面圣，先跟他学学规矩，省得御前出错。吼吼，你操这么多心，嘴上凶，心里还挺疼我。谁疼你了？我是怕你丢我相府的脸。一会儿进去，我要演戏，你也给我嚣张点。多嚣张？天下无敌那种。懂了，世子放心，我演的比真的还真。你走路不长眼，撞碎我书盘，赔得起吗？让了还追着撞，这是讹人。江小白搞国子家人，上啊！一巴掌抽过去。世子，这厮有点东西，竟扛得住我一声震喝。就哼了一声，这算哪门子震喝？刚我那一嗓子，你都没倒，有点骨头。大家，小的有眼无珠，求您别跟我计较。我当是啥宝贝？葛奎就这么个破玩意儿。你撞了人，砸了东西，道个歉赔个钱，不过分吧？你道歉。道歉？我这脚要真使劲儿，地都能裂开100丈，就怕震着我家世子。我倒想问一句，这盘子是不是我们还没撞就已经坏了？你血口喷人！让你们父子来找我，我倒要看看哪个父子敢为个破盘子找我家世子的麻烦。这是没完！这篇诗说立焰太高了，就是不知谁写的，准是个大才子。世子，您那文章排头一名呢。早晚传遍整个京城。别以为躲得过去，刚才的事不算完。闹这么大忍着不发火，这女人不简单。江世子把这位得罪了，跟你说，她是蓝老的孙女栾庆柔，榜上那篇诗说8成就是她写的。再劝你一句，李姑娘眼界那么高，绝不会为几首破纸文就看上你，别想太多。你是女人，我走哪你跟哪，是不是故意在这等我？李姑娘，你喜欢我，我知道，可你都快喜欢疯了，我都躲进国子监了，你还追来缠着我。李姑娘喜欢他，疯了吧？这出戏现在就得接。对，江小白，我就是喜欢你，你躲哪儿我跟哪儿，你逃不出我的手心。哎，这么多人看着，你还想抱我？我可是正经人。江小白，你给我个说法，当那么多人的面说我死缠烂打。你先消消气，你想啊，我明天面圣要是出尽风头，会咋样？可现在不一样了，就刚才这一出，往后我再出彩，大伙儿也只会觉得是你在背后帮我，是你们李家在撑我。我江小白反倒不眨眼了。这人算盘打得真精，那你也得提前跟我说一声啊。我提前说，你能答应吗？走吧，你不是要带我见上届状元学面圣规矩，带我去。呀，我走太急，忘了跟那位打招呼了。明日面圣，那位长公主，这盘棋才刚开。你怎么了？脸色咋这么难看？那位上届状元叫什么？我沁儿姐姐呀。沁儿，连沁柔。对，
你认识他？这事没完。刚被我们踩碎树盘撂下狠话结怨的那个女助教，听说过，不太熟。倩儿姐性子刚，总觉得女子不比男儿差。当年她女扮男装，一路考下了状元。可大环不许女子做官，念着蓝老的面子，才留她当了助教。难怪周尧冕咬定诗书是他写的，能中状元，肚里是真有货。对了，你说长公主也来了，人呢？拿了文章就走了，走前撂下一句：这作者他一定要见一见。本世子是那么好见的？我突然想起还有点事，先……不行，来都来了，见一面。你明天就要面圣，给我认真点。那边人多，咱俩这么过去也不合适吧？我有办法，跟我来。这位是宋夫子，数算一流，还兼着户部的差，管国库。不用算了，总数3763。夫子恕罪，他胡说的，您别理他。哼，这数你算的？这本你再算算。哦，这个更简单，2800。一次是巧合，2次都分毫不差，这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一眼就看出来结果，怎么做到的？想学？我教你点基础的。1是1，2是2，1加1是2，换个写法，算起来快多。这些都是你自己琢磨的？闲着没事儿，随手弄的。天才，你就是术数的天才。小友，来我们户部吧，我亲自向尚书举荐你。我是镇北侯府的人，江景称是家父，这忙不用您帮，我这人志不在此。夫子大人，该授课了。这声音，栾倩柔。又是你，怕什么来什么。夫子，刚才那手算账的本事，先替我压着，别往外说。这么大的本事，你藏着干嘛？明天早朝，您就知道了。这东西能翻了整个数柱界的天。你说藏就藏，罢了，老夫替你瞒着。夫子，今日授课要用的树盘在门口让人撞碎了，就是他带来那个侍卫一脚踩了个稀烂。在国子监撞人毁物，总得有个说法吧？夫子最重规矩，知下。这回看夫子怎么发落你。不用赖侍卫，是我砸的。好，你自己认了。夫子，您眼里向来揉不得沙子。哦，是你啊，那碎了就碎了吧。碎了吧，就这么轻飘飘的过去了。夫子，一个树盘也就算了，可他方才还……无妨无妨，不过一个盘子而已。这纨绔到底给夫子灌了什么迷魂汤？江世子，好大的面子！哪儿啊？夫子宽厚。倒是你，我这人人念着的知微妹妹，几时跟这种人搅一块儿去了？坏了，这位要刨根问底。今天你们俩得跟我把话说清楚。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？你当着满院子人说喜欢他，你不会真看上这纨绔了吧？倩儿姐，我们是装的。装的，那就对了。也是，你满京城的名声谁不知道？一个逛勾栏赌坊的世子，我们知微妹妹怎么会真瞧上？这话我先忍了。不对啊，既是装的，你干嘛作践自己？当着那么多人说那种话，往后你名声还要不要了？因为我俩已经定亲了。什么？是定亲？你们俩？倩儿姐，我今天来
其实是想求你件事。说，你当年中状元，面圣的规矩，该闭的门道，能跟他讲讲吗？他明日就要面圣，明日不是放榜？你上榜了？上了。第几？状元。你状元，就他也能中状元？买来的。买来的？科场就是这么让人糟蹋的？买来的状元，你就是科场里的蛀虫！多少人寒窗10年，就这么让你挤下去？这火气够旺。真有本事的，谁走你这条路？就说外头那篇诗说，立意那么高，写完连名字都不留，那才是真有风骨的大才。你笑什么？因为诗说就是他写的。你说什么？他写的？我亲眼看着他交给你爷爷的，你爷爷还收了他当弟子。不可能！爷爷收了我以后，早说过不再收徒弟了，怎么会为他一个纨绔破吏？是真是假，写一篇就知道了。他要真有大才，现在就再写一篇，我就怕他不敢。写倒是能写，可我凭什么白写给你看？你不帮就不帮，我又没求你。你不敢写，那就是你不行。别拿话激我，想让我写，得加彩头。你想要什么？这样，我答应你一件事。一件事？行，那我试试。蓝姑娘，你觉得马是啥？马能跑能驮，打起仗来，将士们更离不了他。够了。得了，你看，你还真就围着马写，好文章啊！借马写人，写尽了怀才不遇。这次是我浅薄了，能让倩儿姐认个输，太难得了。说吧，你要什么？只要不过分，我都答应。那我可得好好想想了。这人笑的怎么让人心里发毛？凑过来，让我弹你个很响很响的脑瓜崩。这要求不过分吧？想半天就想弹我脑门？脑瓜本儿，亏他想得出来。你就要这个？你一路怀疑我、挤兑我，我心里能舒坦。要大了你难受，要小了我亏。就这个，正好。当着他们的面，怎么怕了？我林庆柔说话算话，谁怕了？你来吧。那我可不客气了。就这样，对世人留着戒心是好事，可有时候啊，把心敞开一点会更好。世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这家伙偶尔还真有点君子样。能写诗说马说，他真只是个玩路。倩儿姐，那我也先走了。你等等，你不是想问面圣的规矩？我写下来，你交给他。这个倩儿姐写的，你看看。这不是，你确定这真是他写的？这也叫字？那么个清冷才女，写出这堆蚂蚁，怎么了？倩儿姐写的哪儿不对？你自个儿看。倩儿姐的字咋长这样？堂堂上届女状元，一手字丑成这样。我跟她认识这么久，头回见她写的字。
我还以为他要抖擞出满纸风骨呢。字是丑，可这规矩记得是真细，哪句该硬，哪步该慢，全给我列出来，让他把心开点儿，他还真长了。青儿姐这人，嘴硬，心是软的。回头得替他保密，传出去，那清冷人设可就塌了。明日你就要面圣了，这些你可得记牢。放心，戏都唱到这份上了，我还能露怯？就是不知道那位圣上给我备了多大一个坑。最好先穿上护甲，免得吃皮肉之苦。护士还得穿护甲，面个圣而已，还能真打起来？这一届的武状元是谁？不知道，武举那边的事我没细打听。不过，历届的武状元修为都不低，真要是圣上一时兴起，让你们当场比，你可得当心。这一条他都替我记上了。这女人嘴上冷，心思细得很，有点意思。都这时候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不笑难道哭？其实吧，这趟面圣比我先前想的好玩多了。规矩都记牢了。放心。这些人不是咱府里的。咦，这甲是唐将军的卫兵。唐将军？哪路的？唐奎，唐将军，咱大华数得上号的虎将。早年他跟侯爷联手，10万大军灭了漠北整整30万。这些年一直镇守南关，8成是打了胜仗，回京述职来了。江家的世交，世子说对了。我这个老哥，不行，笑死我了！你是说你儿子买了个状元？人还没进去，先把我当笑话听上了。唐叔叔这乐子，我可得给他再添把火。哟，这就是买状元那位贤侄，明日就要面圣了，准备的咋样啊？不急，先跟相府李姑娘定了亲。李相家，李秉章的老对头，凭啥答应你？入赘呗。这还只是头一件，我还拜了林凤说蓝老当老师。连凤硕，连圣上见了都得喊一声太傅的那位。李相肯替你出面，连老才肯收你。贤侄，这2步棋走得漂亮。哼，一张嘴倒是真能吹。明日我也上早朝，圣上要真拿买状元的事为难你，我在旁边给你担着点。那就谢过唐叔叔了。父亲，我要参军。胡闹！军营是你一个姑娘家能去的地方。我已经考下武状元了，明日面圣，我就当着圣上的面申请入伍。你武状元？刚考下来的。世子，有消息了，一个好的，一个坏的。先说好的。放榜了，您的名字就挂在榜首，状元，属下看得真真的。还真让前身这状元买成了。坏的呢？外边全是骂您的，一大早一群学子堵在咱府门口，说这状元是拿银子买的，骂的那叫一个难听。属下这就带人出去，把他们全轰走。轰啥？嘴长在人家身上，想骂就让他们骂去。再说了，人家骂的本来就是实话，搭理他干啥？哼！世子，侯爷请您即刻去大堂，宫里来人了。哟，这位就是江世子吧？咱家在宫里早就听过世子的大名了，真是虎父无犬子啊！这阉货，指桑骂槐，戳我脊梁骨呢，
还不快拜见高公公！见过高公公。江小白，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新科放榜江小白位列榜首为金科状元，着其即刻入宫上朝觐见，不得有误。这一届买状元的事，就算彻底定死了。江状元，收拾收拾吧，随咱家进宫，圣上可还在殿上等着您呢。买来的状元，就要当着满朝文武去见圣上，欺君这罪，够砍10回头。新年还有多远？回世子，拐过前头那道墙就到宫门了。高公公的人还跟着，前后都是禁军，这一路插翅也飞不出去。也好，省得我半道想溜。世子，都这时候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不笑，难道哭着进去？江状元，下车吧，这宫门里头可没您侯府自在。有劳公公带路。陛下，这江家世子什么名声，谁人不知？这状元之位如何而来，必有蹊跷。臣建议取消其状元之名，改授第2名郭泮。数算之法，他为何要我瞒着？启禀圣上，江世子已在殿外候宣。难怪江后告病不来，怕是被气病了。宣。学生江小白参见陛下。你乃我大华镇北侯之子，又是本科状元，无需多礼。圣上，科举乃国之大事，关乎天下士子之心，不可不慎。江小白凭上名声，满京城谁人不知？若说他能高中榜首，臣实在难以心服。陈大人所言有理，若状元之位有失公省，便该拨乱反正，不能让真正有才之人蒙尘，不能寒了天下学子的心啊！陈大人是明面上的强，真正的人还躲在暗处。说完了。臣等只是忧心科场公允。江小白，众卿所言，你可听见了？回陛下，学生听见了。既然听见了，那你可有话要说？回陛下，诸位大人的质疑其实很正常。学生在京城名声不好，这一点学生自己知道。吃喝玩乐、荒唐跋扈，这些事学生也不否认。甚至外边骂学生这状元之位是买来的，这话学生也觉得在理。各位稍安勿躁，学生说各位在理，但并不苟同。学生想问诸位大人一句，若单凭名声就能质疑一个人，那是不是有人质疑某位大人贪，陛下就可以派人去抄家？有人质疑某位大人通敌，陛下是不是就可以将其降罪？还请陛下明鉴。此言在理，名声的确不代表一切。陈大人，你可还有话说？陛下，臣方才所言绝非妄加揣测，此事臣有证据。要出牌了吗？把那秀才带上来。草民参见陛下。安大人，想来你认识此人吧？陛下，臣有罪。
是江世子威胁臣，他说臣若不帮他拿下状元，便派人暗杀臣。臣被逼无奈，才替他透题，还替他找来了替笔之人。他就是臣找的那个替笔之人。江小白，你可还有话说？回陛下，学生冤枉，学生这么做，一心是为了陛下。大胆，科举舞弊，你还没错了。正是。朕倒想听听你如何为了朕。我问你，你见过我吗？未曾。既没见过我，你为何替我下场替考？是安大人找到草儿，让草儿替江世子替笔。安大人，你说是我逼你找替笔，说我威胁要暗杀你，是吧？若非你威胁，我岂会做此糊涂事？你身为礼部侍郎，执掌科举，却因怕死，敢透题，敢找替笔，敢把替笔之人送进考场。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，只要能活命，你什么都敢卖？卖规矩，卖法度，卖科场公正，甚至出卖朝廷。我没有。搜检的、验身的、巡场的、踢力的、封卷的，你一个礼部侍郎，能把科场上下渗透至此？还是说，你背后另有其人？哼，江小白，你少转移视线。就算安知远有罪，也洗不清你买状元、找替笔之实。敢问大人官居何职？礼部尚书。你是科举主官，明知科举有问题，为何不提前上报陛下？为何不在放榜前彻查？偏偏要等榜单已发，等满城士子聚在我侯府门前大骂，等天下皆知，才把人证带上朝堂。榜单已发，赌币之事传扬出去，丢的不只是你礼部的脸，是皇家颜面。你这般做法，是让天下如何看朝廷，如何看陛下？陛下，臣只是想查实证据，再奏明陛下。但你就是这么做了，我看你根本没把陛下放在眼里。够了，江小白，这么说来，你替考也是真的？替考确有其事，但学生早察觉这科举有问题，只是苦无证据，不知礼部之中是谁动手脚，不敢打草惊蛇，所以学生索性故意顺势入局，为的就是把这藏在礼部的害群之马亲手调出来。如今幸不辱命，为陛下解忧。这么说，你找人替考，朕还得谢你不成？为陛下分忧乃臣子本分，学生无需奖赏，学生只求陛下将这2个蛀虫当场问斩，以儆效尤。陛下明鉴，臣是被江小白威胁，一时糊涂，绝无祸乱科堂之心啊！陛下，江小白替考一事，人证俱在，他不过是死到临头，想把罪名扣到臣等头上。江小白，你说以身入局是替朕调科场害群之马，朕问你，可有明证？证据？他一个买官的，能有什么证据？回陛下，证据，学生当然有。学生名声在外，可这不影响臣才华横溢。就算没有替笔，学生照样高中状元。若陛下不信，可当场出题。让陛下亲自出题，这口气。陛下，状元者当通经一明正理，知民生小国策，断不能只考诗词小道，否则纵作出1、2句诗词，也不足正状元之才。怎么，陈大人是怕我提前背好的诗词刚好押中题？既然你要朕出题，朕便给你一个机会。
朕不考诗词，不考经义。朕问你，大华边境连年用兵，军费占国库近30%，消军费，边军不稳，加拨给国库吃紧。若你为朝廷理财，如何在不伤边军、不加赋税之下缓解国库之需？这题答浅了无能，答深了得罪人，老油条都未必接得住。陛下，学生背着买官替考的嫌疑，若臣先答，答好了说臣狡辩，答差了说臣露馅。不如先让榜野探悔二位先答，学生最后再答，也好让满朝诸公看看学生这个状元到底买的值不值。准。学生以为国库之困，当以节油王先，采冗费，严查亏空，令各地重报钱粮实数，或可稍解燃眉。尚可，但中规中矩。学生以为国库空虚，根在田亩不实，豪强兼并引田逆户，册上3000亩，实则上万亩。学生请陛下清减天下田亩，重造皇册。不可，清炼田亩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豪强反扑，国库未丰，民乱掀起。是学生浅薄了。他们都说了，该你了。榜眼兄求稳，探花兄求狠，二位都有道理，只可惜一个太慢，一个太闲。那你说说，何为不慢不闲？国库空虚，未必是天下无才，而是财在民间，利在豪强，银在帐外，粮在路上。朝廷缺的不是刮百姓一刀，而是把散在天下的钱变成能流进国库的钱。所以针对此事，学生共有4策。4策？哪4策？说的好赏，说的不好罚。第1策，不加田赋，改取利税。农靠天吃饭，朝廷向田亩多伸1寸手，便是在百姓碗里夺粮。可天下之利不止在田，盐、铁、茶、酒、矿、漕运，1年之力胜过10县田亩。朝廷不向穷民加赋，只向厚利取成，这叫取利归公。第2策，不削军费，改军需采买。边军少1斗粮，城头便少1分担，军费一文不可削。可朝廷拨10万两到北境，粮价一层，车马一层，仓储一层，军需官再一层，真到士卒碗里，还剩几成？削军费是伤边军，查暗号才是救边军。请设军需直采，商化公开投明，价低质优者中。再设3方验收，户部验账，兵部验物，边军验用。妙啊，这小子有点门道。第3策，不征新粮，开边境互市。边境有马有皮有药材有铁器之力，战时守，闲时市，边境就能从国铺的伤口变成国铺的血脉。如何开？则3处边称设官市，边军互市，所得3成归边军，7成入国库，严禁走私盐铁，违者斩。3成归边军，边军非但不反对，还会主动互市，好一手连环。这些我们为何想不到？第4策，不忙查贪，先清天下账。杀1个贪官痛快一时，可账法不改。今日杀1个，明天长出10个。请改账法，天下州县钱粮，皆以新式数码重造黄册。每一笔银粮出自何处，入于何仓，经谁之手，损耗几何，皆须列明。国库之困，不在于没钱，国库之病，不在穷，而在漏。堵住这些漏，陛下的国库就不会在一边喊穷，一边养肥蛀虫。
别看我说的就是你俩。你他妈！怎么？我说的有错？今日这场科举就是最好的例子。朝廷设科取士，本为天下选才，可规矩坏了，状元都能买，国库自然也能被人搬空。所以臣斗胆，请陛下先查礼部，若情况属实，就将他们二人斩了吧。这样，也不枉学生冒着这么大的险，以身入局。够了！严查礼部，此事准了。李相出面，我们有救了。臣觉得江小白有勇有谋，以身冒险查出科举舞弊，不如这审查之事就交给江小白。李相不帮我也就算了，怎么反手把我往死里整？他不是跟江家不对付吗？陛下，末将赞成。陛下，臣也赞成。郑爱卿，你身为刑部尚书，什么意见？江世子贵为新科状元，按理该查案之事交督察院更妥。首辅，你觉得如何？郑尚书说的在理，江小白毕竟是江侯之子，江侯手握北境兵权，若侯府再无不妥啊。慈眉善目，一句话指点要害，此人不简单。另外，师出有名，据我所知，江家给世子请过私塾先生，可这些先生没几天就主动辞了，他这状元，臣不认可。据我所知，江小白已拜连老为师，孟首府所说无师承之事，不实。陛下，臣还有一件私事。说。臣女李之薇与江小白两情相悦，恳请陛下恩准，让江小白入赘我相府。陛下，昨日女子剑传得沸沸扬扬，李相千金不断纠缠江世子，很多人都看见了。有趣，李相，你女儿的眼光倒是不错。那此事江侯可知晓？江小白可是江侯唯一的独子。3日前，蓝老亲自主持，我与江侯已商定，江侯那边不敢有意见。陛下，此事不至于惊动您，学生私下解决便好。哼，我和你父亲已谈妥，这不是你能决定的。况且小女帮你有多深，你心里清楚。难怪他敢在朝堂侃侃而谈，背后另有高人。林老、李之薇，还是李相本人？也罢，既然李相和江侯商妥当，此事朕准了。如今江世子即将入赘我李府，二位对他彻查礼部，想来没意见了吧？陛下且慢，学生有意见。讲。学生人微言薄，届时礼部大人官大一头，若不配合，这案子怕是难做。所以还请陛下收回成命，把此事交给督察院处理吧。要的从来不是这种案子。江小白听旨。学生在。你既为金科状元，本该入翰林。今日朕先授你科场案钦察之职。礼部所有卷宗、账记、名录皆可调阅。涉案人等，无论官职高低，皆可问询。令少卿裴慎与督察院各派一人协同于你，若有阻挠者，加以伦罚。明明设计的天衣无缝，怎么会翻成这样？学生多谢陛下。你已有官职在身，还自称学生？臣江小白，多谢陛下。前一刻还是被指着鼻子骂的买官纨绔，转眼成了钦点查案的大人，这反转也太快了，这背后必有门道。江小白与李相之女李之薇两情相悦，两府长辈意已议定，
今日，朕便亲自做个见证。好家伙，一点反悔的机会都不给我留！准江小白入赘相府，与李知微缔结婚约。至于礼部，眼下自身尚且不清，这婚事就不必你们插手了。江小白入赘之后，不再承镇北侯府世子之位，爵位承袭，北境兵权归属，皆由朝廷定夺。江小白答应得如此爽快，看似李相得了赘婿，实则朝廷拿到了镇北侯府的兵权。镇北侯府，这下怕是后继无人了。好了，这次的状元榜野探花，朕都很满意。高德，让本次武举前3名入殿吧。宣武举3名觐见。文武护士，文举前3与武举前3，当庭考考。这不是昨晚在我家见过的唐宁霜，武状元。完了，他昨晚的态度明摆着看不上我，落他手里还不得整死我？贤婿，你护甲穿上了吗？一早赶来的太急，护甲早被我忘在脑后了。臣女唐宁霜参见陛下。草民参见陛下。女子，武举魁首是你。马战、武战、弓射皆是第一，正是臣女。陛下，那是末将小女，让您见笑了。哈哈哈哈！文武前3皆在，既如此，文武互试就从状元开始。这回反过来，武举先出题。国库策论输给他，认了。可这回考的是胆气，买来的状元还能从容？买状元的事是洗不掉的事实。江世子，请出列。唐姑娘，不知你准备如何出题？简单，我向你出招，你原地坚持半刻，不退不躲，便算过关。半刻，这哪是试胆，分明是折磨。那身板一看就没练过武。完了，这倔丫头脾气上来了。等等，我有话要说。如何？真让这女人出手，今天不死也得丢半条命。唐姑娘，你这说来说去，不就是试胆吗？我这里倒有一个更好的主意，就怕你不敢。什么主意？说来听听。比剑我必死，但这世上能赢一个人的方法，从来不止一种。既然是文武互试，便别1对1了。咱们6人同试，一局定胜负。请陛下命人备6只铜盘，6枚铜令，些许火油与纸片。有趣，那便依你。铜盘为粮仓，纸片为粮草，火油为底火，铜令为军令。谁最快从火中取出军令，且不毁粮草，不翻粮仓，谁胜。另外，不准以内力外放。不准用内力，那还算比试？战场之上，不是每次都能靠蛮力破局。敌人烧的是粮仓，你一掌震过去，火势灭了，粮也散了。那不叫救粮，那叫帮敌人省事。文人不能空谈，武人也不能只知逞勇。此局试的不只是胆，还有眼力、心定、临场判断。有趣，那便依你。开始。这根本拿不出来。
愧是我的好女婿。江小白，你方才为何不用茶水泼火？回陛下，有火伏水，泼水只会让火走得更快。火要吃风，断了它的风，它自然活不久。火起粮仓，乱泼水火会散，乱用力粮会毁。只有先断火势，再取军令，才能人不伤，粮不亡。江大人这不叫勇，不过取巧罢了。战场上能活下来的取巧叫谋略，硬冲火阵死了叫英勇，绕开火阵还能保住粮草的人，那才叫将才。这家伙倒是真有点东西。江小白不愧是本科文魁，用小小之物换来火炬粮草，巧思妙想。臣多谢陛下夸赞。这一局是我等输了。唐姑娘不必介怀，你输的不丢人，毕竟输给我这种才华横溢之人，也算情理之中。再看下去，我怕自己会拔剑。好了，文武护士到此为止。郭瞻，文章稳重，策论老成，受翰林院编修。学生谢陛下隆恩。你锋芒稍盛，才才不减，受翰林院检讨。日后多磨一磨性子。学生谨记教诲。至于江小白，你如今暂领科场案钦查之职，翰林之职待此案查明再定。翰林不急，查礼部，才能揪出他们背后的人。唐宁霜、秦兆业、陆晨山武举前3，案例可入禁军或镇营司历练。陛下，臣女有一请，臣女不愿入禁军或镇营司。这丫头果然来了。那你想去哪儿？臣女想直接参军。真正的军中不是守在皇城，而是去边关、去战场、去能杀敌之处。边关风沙骨寒，刀兵无眼，到了那里，没人会因你是唐将军之女，处处护你。臣女知道，正因如此，才想去。此事朕会斟酌。陛下，草民也有一请，愿前往北境参军，以手中长枪替大华守边。唐宁霜要去边关，尚未点名，他一开口就是北境。北境，那是镇北侯府经营多年之地，也是我爹江景成兵权所在。这时间未免太巧。你为何偏要去北境？北境战士最多，最能磨人。草民不愿在京中蹉跎，只愿去最险之地，立军功，杀敌寇。越是漂亮的话，越要小心听。有些人的刀就藏在漂亮话里。你呢？草民没那么多想法，陛下让草民去哪儿，草民便去哪儿，只要能吃饱饭就行。武举受人，并非儿戏，容朕考虑考虑，再行定夺。看来这朝堂上的水，比我想的还要深。行了，今日就到这儿，退朝吧。退朝。恭送陛下。孟首府、李相，你们2人随朕去御书房。臣遵旨。比打一仗还累，总算结束了。抱歉，我非无意之举。无妨，秦兄也是不小心而已。哟，抱歉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怎么，你还想动手不成？来，你倒是动个试试。明面上，本世子还是镇北侯世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碰瓷？怎么？你是想死了？唐将军误会了。等等，别误会，我这一巴掌是故意的。本世子就是纯粹想抽你。现在你可以滚了。哈哈哈！贤侄，刚刚干得漂亮，不愧是江老哥的儿子，胆识了得。走，你父亲今日没来，我送你回去。唐叔叔，我想去相府。
皇帝单独留下李相，究竟要说什么？父亲，女儿不想和他同车。哎，唐叔叔，既然唐姐姐都这么说了，那咱们就别带她了，快走。江小白，等等，外边可是江家世子。小白，这是长公主的凤辇。臣江小白参见长公主，不知长公主有何吩咐？哦，也没什么事，只是听闻江世子今日得了文魁状元，又在朝堂上大放异彩，特意停下道一声恭喜罢了。堂堂长公主专门停你，只为道一句喜，骗鬼呢！长公主谬赞了，臣不过侥幸。江世子若只是侥幸，那今日朝堂之上，怕是就没几个不侥幸的人了。江公子有机会来我宫中坐坐，本宫倒想亲眼看看，能让李江和蓝老都另眼相待的江家公子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。走吧。蓝老是我为徒，李相看中我，他消息也太快了。小白，你和长公主认识？完全不熟。那就有意思了。长公主向来不喜与外臣往来，尤其你这种刚出头的新科状元，她竟主动停免相邀。唐叔叔，这位长公主是不是不太简单？不简单，非常不简单。当年先帝在时，算了，说远了，你只记住一句：这京城之中，能不招惹他，最好就别招惹。对了，唐叔叔，他多大年纪？比我家宁霜年长3岁吧。那就比我大5岁，挺年轻的呀。那他长得如何？我听说她是京城第一美人。刚还一副如临大敌，转头就问人家长得怎么样。京城第一美人，不是大话第一美人，你自己说呢？大话第一美人，那得多美？你小子，我刚让你别招惹她，你就只听进去美不美是吧？唐叔叔误会了，我只是觉得了解敌人要从各方面入手，长相自然也是情报的一部分。无耻贼子！唐姑娘不懂了，美人计这种东西向来防不胜防，我提前知道她多美，心里也好有个准备，免得着了她的道。你还怕美人计？怕啊！我这人别的还好，就是心地善良，容易心软，尤其见不得美人受委屈。哈哈哈哈！行了行了，少贫嘴，走，先出宫，有些话路上说。陈占秋背后的人，这长公主，还有皇帝本身，这京城的水，比我想象的还要深。小白，可买官这事已经闹得天下学子共愤，陛下今日认了你，外边那些学子未必会认，你准备如何解决？不急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会让天下学子都敬仰我。一个靠买官得来的状元，还想让天下学子敬仰？江世子，您这话未免太可笑了。唐姐姐，你是不是对我有偏见啊？是。唐叔叔，长公主的事你再多说说。四下无人，先帝当年究竟怎么了？长公主的事知道的人不多，但当年在朝中待久的老臣大概都听过一些，包括你父亲。先帝当年其实有意让长公主继承大统。让长公主继承大统？那时候长公主多大？也就13吧。13岁便让先帝生出传位之心。那时的长公主已展露出惊人的聪慧，先帝在政事上遇到棘手处，召朝臣议了许久也没结果。长公主听了，往往一语点破关键。几次下来，先帝对她极为看重。最后是长公主自己让了，让给了现在的陛下。至于为何让，其实不难推测。大华从未有过女子称帝，朝臣不答应，宗室也不答应。她若真坐上那位置，天下立刻就要乱。看似一段佳话，一个13岁便能被先帝看中的女子，真会只因朝臣反对就主动让出皇位？她当年若不让，便活不到今日。看来这位长公主怕是比传闻里更聪明，所以我才提醒你，
能不招惹他，最好不要招惹。他若真想对付你，凭你这点小聪明，未必够看。唐叔叔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将军，相府到了。唐叔叔，那我先进相府了。今日你得罪的人不少，自己多长几个心眼儿。彻查礼部的事，问问李相再决定。放心，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惜命。父亲，我想不通，陛下为何会给他如此大的权力？因为他入赘相府，等同镇北侯府未来的兵权，会回归皇室，不给点甜头，说不过去。可李姑娘那等才女，又怎么会看上他？这事儿，你问我，我还真说不好。不过李秉章那老狐狸从不吃亏，他愿让江小白入赘，说明这小子身上一定有他看中的东西。这种轻浮又惯会胡言乱语的人。行了，别老盯人家毛病。说起来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什么时候给为父寻个女婿回来？你喜欢什么样的？为父帮你盯着点儿。什么样的都行，但绝对不能是江小白这种的。李秉章提前打过招呼了，真不愧是相府，格调可比咱侯府强多了。姑娘，我找你家小姐。江世子，过了院门，右侧长廊便是小姐的院子。呀，这不是江少子吗？世子怎么过来了？是来找我家小姐的？李姑娘不在。小姐一个时辰前就急匆匆出门了，也没说什么时辰回。那我在此等等，可以吗？世子说笑了，您可是我们相府未来的姑爷，哪有介意的道理？我这还不是呢。迟早的事儿嘛。世子先进去歇着，奴婢让人备茶点。这画的不会是我吧？偷看女子笔墨不太君子，虽然我也不是什么君子。威儿，快跟我走，出大事了！你是谁？你又是谁？直接闯进姑娘家的房间。本少乃知微堂兄李志行，相府青楼现任主事。哦，镇北侯府江小白。你就是这次的新科状元。正是本世子。且慢，你打我总得有个原因吧？你这状元是不是买的？是。你还敢承认？我再问你，是不是用阴谋诡计蒙骗了我妹子？这个真没有，本世子向来坦荡。江小白，你可知我相府青楼已被学子堵了门？他们请我伯父上造圣上，免你状元之位。还有人传说我妹子看上了你，非你不嫁。事情皆因你而起，你还敢说清白？等等，你先别急着骂。这青楼到底是做什么的？青楼乃我唐伯父早年为寒门学子所设，读书论策供一顿热饭，家境贫寒者还供纸墨引荐名师，多少寒门入京第一件事就是奔青楼。所以那些学子是想借青楼逼李相替天下读书人表态。不错，他们说你买官辱没读书人脸面，我伯父素来照拂寒门，自然该出面。尤其说什么？他们说我相府为了攀出镇北侯府的兵权，连第一才女的名声都不要了。卖官骂名是我自己埋的坑，可攀附兵权这4个字，绝不是我放出来的。朝堂才散，外面就已经烧起来，还烧到了兵权上，有人的手比他还快。怎么，现在知道怕了？怕倒是不怕，只是觉得有些人太着急了。什么意思？既然青楼之事因我而起，那本世子得亲自去看看了。你去？
我提醒你，那些学子恨不得把你生扒了，去了被人指着鼻子骂，被丢菜叶鸡蛋，别怪我没提醒。菜叶鸡蛋，正好，我早上没吃饱。对了，青楼在哪儿来着？想烧我，先看看是谁把火滴到了冰泉上。前面就是青楼了。状元之名，为江小白。科场不公，天下学子不服，买官得了状元，此乃朝廷之耻。江小白，我可提醒过你，今日来的学子非常多，你若被丢东西，甚至被揍，别怪我没告知。不，我就怪你。有组织，有口号，有人在背后推。各位，江小白在此。好你个李之行，原来你他妈就是江小白啊！这帮人连我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就开砸。放肆！我不是江小白，他才是。诸位，先别急着砸，这鸡蛋可是无辜的呀。诸位今日汇聚青楼，不是为了丢几个鸡蛋，也不是为了骂几句痛快。你们想见李相，想让他入宫上奏，废我状元之名，讨一个公道，对吧？你既然知道，那还敢来？这有何不敢？而且诸位骂我买官，我认。他承认了，江小白承认买官了。如此无耻，也配做状元？请李相为天下学子主持公道。你疯了！这种时候你该辩解，怎么还真认了？没错，本世子这状元的确是买的。而且，实话告诉你们，本世子今日过来，就是为了让你们彻底给我闭嘴的！一个买官的纨绔，凭什么让满楼寒门学子闭嘴？他该不会想用镇北侯府的权势强行压住这些学子吧？江小白，让我们闭嘴！你凭什么？这里是青楼，今日不给天下学子一个交代，你休想离开！急什么？说到底，你们不就是想让我去了这状元之名？好啊，我可以答应你们。新科状元，多少人做梦都求不来的富贵，他说不要就不要。不过，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小李子，给我准备纸笔。去，挂上去。打开。你们不是都挺有学问？这两个对子对得上，本世子今日就当众上折，请陛下免去我状元之名；对不上，从今往后个个给我闭嘴！好，拆开便是女子，何人可配？又暗扣前文，日月合字成名，字义阴阳拆合都要对上。感受一下前世中花5000年的力量吧。这两个不过是千古绝对，那烟锁池塘柳还没舍得拿出来呢。这家伙不是不学无术吗？对子还能这么玩？怎么，一个个的这就哑巴了？刚刚那群情激愤的劲儿呢？这里是给吃不上热乎饭却仍想读书的人一个落脚之地。鸡蛋说扔就扔，蔬菜说砸就砸。青楼管你们饭，是让你们吃饱了撑的，来浪费粮食的。江小白，你少在这里避重就轻！你一个买状元的人，还有理了？不错，
你买状元本就是事实。我买状元怎么了？有本事你们也买啊！无耻！买官舞弊，竟还理直气壮，天下读书人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疯了，这时候还火上浇油？叫，继续叫！我问你们，你们有我这出身吗？有我这家世吗？有我英俊吗？都没有，那你们能靠什么？靠怨天尤人？靠堵门叫骂？靠扔几个鸡蛋丢几片菜菜？你们能靠的只有努力。等你们入朝为官，站得比我更高，再亲手把我这种人狠狠打压下来，那才叫本事。我买了个状元，就让你们寒心了？我看你们不是寒心，是想给自己不上进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。不靠侯府，不靠相府，全凭一张嘴，硬生把满楼寒门骂得抬不起头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问我名字做什么？我刚刚不就说了句实话吗？怎么，你还想打我不成？打你？你怎么知道？去，把这个人给我押了。江世子，当着这么多学子的面直接拿人，若传出去，怕是会被说成以势压人。凭什么抓人？凭什么抓人？凭什么抓人？传出去又如何？青楼是给寒门学子吃饭读书的地方，可如今呢，浪费粮食，污蔑相府，煽动学子，这种人，青楼还要继续供着？拿下！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怎么？你们是不是都觉得我过分？本世子镇北侯府世子，未来相府的姑爷，你们敢在这里骂我，我就敢砸你们的饭碗。条件我已经给你们了，这2副对子，只要你们对得上，我便主动请陛下免去我状元之名。你们行吗？行吗？不行，又在这里唧唧歪歪。学子，学子，我看你们个个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再告诉你们一件事，今日朝堂之上，陛下已许我钦察之职，彻查科举舞弊。你们以为我要向你们保证什么？抱歉，本世祖没那么高尚。我这个买状元的，现在随时可以借着科举舞弊之名，把你们一个个抓进去。现在，说吧，谁派你来闹事的？没人派我，我只是看不惯你买状元，看不惯你玷污诗林。我再问一遍，谁派你来的？我说了，没人。送去大牢。就说此人涉嫌科场舞弊、煽动林污蔑相府，背后已有同党，让大理寺刑部督察院一起审，审不出来就慢慢审。我说，幕后的人终于要浮出水面了。说，有人找到我，许我100两银子，让我在青楼里带头煽动，让我说你买状元，说相府攀附镇北侯府兵权，说李姑娘被相府拿来做交易，我只是收钱办事，真不知道那人是谁啊！这不是打江小白的脸，是打青楼、打相府的脸。带下去，看好。我的话依旧有效，这2副对子，你们但凡对得上来，我就主动请陛下免去我状元之名；对不上，就给我闭嘴。半个时辰，把青楼打扫干净，再是这副鬼样子，青楼彻底关闭，不再对外。
真是买来的状元。就算真才实学，怕也处理不到这般妥当。你想不想立功？想，江世子吩咐就是。科场案清查，大理寺刑部督察院轮番过一遍，这条命就别想囫囵出来了。简单，若有人找你，你把今天的事如实说就好。对了，青楼那2副对子，你觉得如何？绝妙，只是莫说小人，普天之下的才子，怕也无人能对。谁说对不出来？你就可以啊。好女子何人可配？明日月志士心诚。好，钗为女子，和钗为人可，明钗作日月，志钗作世心，字字相合，竟真的对上了。日为阳，月为阴，日月并明，子为夫，女为妇，子女兼好。他不是只会出题，他真的有答案。离开这里后，把这2个答案告诉背后之人，就说这对子是你自己侥幸想出来的。想扳倒我的人，该露头了。我自己想出来的。没错，把这2个答案带回去，交给收买你的人。可他能信吗？他信不信不重要，只要他贪，就一定会用。江世子，这主意是不错，可万一那幕后之人还是不亲自出面呢？能躲在背后花银子煽动学子的人，未必会这么蠢。但就算他不亲自来，也一定会找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出面，否则光凭一个普通学子对出对子，闹不大。而只要那人敢出来，这背后是谁，就不难查了。2个对子压住满楼学子，一番话骂得寒门羞愧，又反手设了个局等人自己跳出来，这心智是一个不学无术之人能有的。那明天人家真把答案当众说出来，你怎么收场？总不能真去请陛下免你状元之名吧？这个嘛，明天再说。哎，你倒是把话说清楚啊！好药，坏了，嘴又比脑子快了。江世子，误会，纯属误会。刚刚情况危急，冒犯了，李姑娘千万别怪罪。对了，李姑娘，你一大早跑哪儿去了？我出去办了点事。我还以为你去我家等我呢。不会真去我家等我了？别误会，我就是刚好顺路看了看你母亲，仅此而已，绝对不是在等你。顺带等我是吧？没。好，就当没吧。哼，本来就没。江世子，我听丫鬟说你和我堂兄去了青楼那边，走了一圈。那边如何？能如何？你父亲要出面扒我的状元名，你喜欢我的事也传开了，个个都说我配不上你。那你过去后就没被针对吗？这点小事，这倒没有，是我反过来针对他们了，让那帮学子闭上嘴，还骂了他们一个狗血淋头，那叫一个畅快淋漓，过瘾。江公子，你心中有气也是正常，我不多劝你，但下次碰到这种事，保持心态会更好。如今朝廷局势不稳，你背着买状元的名声，一举一动都被人盯着，万一有人故意激怒你，让你做出过激之事，到时候哪怕你有理，也会变成没理。好，别人的话我可以不听，但你的话我得听着。为什么？这还用问？你可是我未来的媳妇儿啊！还没到那一步呢。没到，也快了。今天朝堂上，陛下已经亲口钦点了咱们的婚事，还是录入宗册文档的那种。李姑娘，这下你想跑可都跑不掉喽，否则就是抗旨。江世子，江世子，
我家老爷回来了，听说您在府上，请您去书房一趟。父亲，不必客气，坐下说话。贤婿，你今日朝堂上的表现着实出乎我意料。岳父大人过奖了。退朝后，陛下把我和孟首府叫去御书房，问了几个问题，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是，我用什么方法让你父亲同意你入赘相府？那如果我猜的没错，岳父大人的答话应该是：若我父亲不同意，您便在状元之事上做文章，置我于死地。我的确是这么说的。贤婿果然聪明，这点都能猜到。只有把我逼到绝境，我父亲才可能点头同意入赘。陛下并没有全信。他问我，李知微为何会喜欢你这么一个顽固？所以岳父大人应该回答：李姑娘并不喜欢我，是您授意她这么做的，为的是替陛下解忧，让镇北军权终归皇室。贤婿，你这份聪慧超出我想象。不过岳父大人，从陛下这般多疑来看，能说明一件事：背后做局让我买状元的人，并非陛下。何以见得？若是陛下做的局，他只看结果好坏，不会问你这么多过程。更何况，若是陛下安排，他绝不会同意给我钦察礼部之权。依我看，陛下只是接住了这盘棋，顺势借我入赘相府，把我从镇北侯府的继承上摘了出去。这一步不是陛下先落的词，但他接得很漂亮。不过，我倒有一个怀疑的人。今日朝堂上，陈尚书数次看向孟首府，可奇怪的是，礼部被推上风口浪尖，陈灾秋都成了弃子，孟首府却一句话都没替他说。他根本不用担心，首府是陛下的亲臣，在陈尚书眼里，首府的意思就是陛下的意思。这件事不捅出来，还有活命的机会；捅出去，必死无疑。那么只有两种可能，要么孟首府真想给陛下一个惊喜，要么他背后还有一只手在推动。这女人倒也聪明。对了，岳父大人，今日青楼被学子围堵了，而且这次围堵是背后有人故意煽动。故意煽动？那背后煽动的人会不会也是首府大人？不好说，朝堂刚散，这边就有人堵门，动作太快了，搞不好还有另外一拨人。不过我有办法，把这背后的人揪出来。哦，怎么揪？我撒了个饵，就等鱼咬钩。明日青楼自有好戏开唱。什么饵？也没什么，我出了2副对子，只要有1人对得出来，我就主动免去状元之名。贤婿，你太冲动了，对子再难也架不住学子人多。若背后有人刻意请教老儒，你这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啊！放心，我有把握。只是明日早朝，岳父大人怕是还要和我父亲配合演一场戏才行。未来媳妇儿，就送到这儿吧。什么未来媳妇儿？你别乱说，再这样我可生气了。对了，你方才和我父亲压着声音避开我说的那番话，到底演什么戏？这不能说，我先回去了。等夜深了，咱们再相见。梦里相见。江世子，你辛劳。小姐，麻烦您暗中护他一程。妙啊，妙啊！方才谈朝堂之事，父亲还满脸凝重，这才片刻，怎么笑得如此开怀？咦，妹子回来了，我未来妹夫走了？堂哥，莫乱说。往日何等清冷，一提江小白
反应竟这般。父亲方才在笑什么？外头传言，怕是真的。这是江少子在青楼留下的对子，你看看能否对上？妹子，你不知道当时情形，就这2副对子，压得数百学子面红耳赤，一个字都憋不出来。这，我对不出来。京城第一才女，连她都对不出，那些学子输的当真不冤。若只求应意，尚可勉强，但要拆字合字意境都工整，这2幅应是绝对了。妹子，这可不是绝对，你未来夫君不仅出了，还他自己对上了。他自己对上来了。薇儿，你这未来夫君可不简单啊。父亲，这答案他是不是故意给了那煽动学子之人？然后就等明日看谁拿着这答案跳出来自投罗网。好一个引蛇出洞！这计若顺，确实可行，但万一……等等，江世子该不会想主动奏请圣上，自行免去状元之名吧？哈哈，不愧是我女儿。那万一圣上准了呢？陛下不会准，状元之名本就和入赘绑在一块儿，这奏请上去，圣上非但不允，还要加上安抚。这一步，我信他。那他让您和江侯爷演的那出戏，究竟演什么？这事后再说。大人，牟先生来了。牟兄竟来了，快请他过来。毛先生并未来相府，他直接去了青楼。饵还没收，鱼未上钩，毛先生却先一步自己找上了青楼。难得回京，不先入相府，怎么反倒去了青楼？走，去看看。爹，江小白前脚才把答案当饵放出去，这人后脚就贴告示邀人共赏。牟兄，许久未见，近来可好？咦，李兄，哦不，如今该称李相大人了。牟兄这是？我本是来看你，路过相府，听说青楼今日出了2个旗队，一时好奇过来瞧瞧。恰好，想出了下句。毛兄真是过来看我的？李兄何出此言？我只是想看看，在毛兄眼里是我重要，还是这对子重要？自然是你。对子再妙，不过文字之趣，怎比故人相见？那毛兄既已对出这2联，能否先说与我听？明日再说也不迟。今日说了，明日岂不少了兴致？偶然对出，为何偏要瞒到明日？这就有人盯上我了。不是，这年轻人是谁？打哪来的？江世子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多谢辛劳。既然有这位在，我就先回去了，顺便把这2人带回相府审一审，看看到底是谁敢当街对江世子行凶。那就辛苦辛劳了。多谢阁下相救，不知阁下是？江状元不用客气，我叫林彻，镇营司巡查百户，专缉罪官。折在我手上的罪官上百之数，缉拿的罪犯过千。我生平最讨厌的，就是仗着权势鱼肉百姓，靠不明手段往上爬的人。
说归说，你这眼神是把我当罪犯盯上了。原来是林百户，不知林百户为何一直盯着我？大理寺的陪审大人让我暗中保护你，免得你在查礼部之前先出了差池。陪审，今日朝堂钦点协查科场案的人之一，竟已提前安排镇影司护我。林百户的意思是，刚刚那2人会不会是礼部那边的？我可没这么说。江状元如今风头正盛，想要你命的人很多。具体如何还需彻查。那2人已被相府带走，必要时我镇影司会介入。人多有个屁用，该拔刀的照样拔刀。林百户，现在我要回侯府，你能不能……抱歉，我不想接受你的任何指令。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裴大人让我暗中护你，不是让我给你当护卫。好歹我也是新科状元陛下钦点的钦察，半点面子都不给。今日是新老和林彻及时赶到，那明日呢？后日呢？万一他们慢了一步呢？文能怼人，嘴能惹祸，可这身子骨是真扛不住刀啊！看来得给自己找条自保的路了。怎么，你小子还知道回来？我还以为你把这个家给忘了。这语气怎么带着股醋味？你唐叔叔派人来过，把朝堂上的事说了一遍，顺带告诉我你跑相府去了。那孩儿在朝堂的表现，父亲还满意吧？满意什么？就会耍小聪明。你那4策还要彻查礼部，这下把满朝的人都得罪光了。别人都把手伸咱家来了，得罪就得罪呗。坐以待毙，那才是死路。小白说的对，娘支持你。孩子好不容易回来，你就不能说2句好听的？光说好听的，那是害他。礼部这案子一定要小心，千万别把自己搭进去。父亲，跟您商量件事儿。明日一早，请您主动奏请陛下，免除我的状元之名。胡说什么？那状元还没捂热呢。娘别急，这名头去不掉，陛下不会同意。但这戏必须演。另外，还得请父亲和我未来岳父大人在朝堂上配合演一场。什么戏？明日朝堂，父亲和我岳父对骂一场。你让我上朝跟李秉交那老皮头对骂？我这爹能动刀绝不动嘴，让他骂人比杀人还难。哎，具体怎么骂？你敢开这个口，说明不是胡闹。所以，怎么骂？您不用刻意把这段时间的火气全冲我岳父那边发泄就成啊，这就行了。对，这就行了。行，你累一天了，早点回去歇着。对了，父亲，咱家有没有能工巧匠？我想做个小物件，防防身。小物件能防什么身？等我搞出来，再跟您说。好大的胆子！老爷怎么了？小白当街被行刺了。背后之人查出来了吗？刺客被相府的一个高手带走了，结果还不清楚。哼，也好，明日上朝，正好问问李相那老匹头。让刘老去世子院子，他要做什么就帮他做什么。是。等等，再去给我备一口棺材。老爷，你要做什么？明日上朝，老子抬着去！我要让满朝文武看看，谁再敢动我儿子，这口棺材就是给他备的，不管他是谁。若是陛下呢？哎呀，你个妇人！哼！
世子大人，侯爷吩咐，府上手艺最好的能工巧匠给您寻来了。前脚才提一嘴，后脚人就到了，老爹这速度。这位是刘老，曾是天机坊的人，退下来后一直留在府上。天机坊不问朝堂，不争江湖排名，专精机关建造、精妙器械、暗器阵图，连朝廷特殊器节，偶尔都要向他们求购。这不正是我要的东西？刘老，你在天机坊时能力如何？不敢在世子面前夸口。小老儿算不得顶流，但寻常机关器物还是能拿捏一二。世子想做什么，尽管交给小老儿，必让您满意。好，你等着。这位世子的名声我听过些，想做的无非是漂亮机关匣或是袖间暗扣，难不到哪儿去。看看这个能不能做出来。世子大人，此物是您设想出来的？不然呢？枪械前世造不了，可在这古代手把掐了。世子大人，此物不知是……此物名为沙漠之雕，简称沙雕。沙雕？雕？此物莫不是打鸟的小玩意儿？此物确实可以打鸟。这东西小老子可以试着做，但有些地方需反复追敲，若做不成，可能得找几位昔日同门一起研究。研究可以，但整张图纸不能交出去。找人帮忙，就让他们各做一部分，各做各的，最后由你来合。这位世子倒是谨慎，小老儿明白。还有，做得越快越好，最好3天内做出雏形，本世子急用。3天，这是小老儿尽力。不是尽力，是一定要快。今日差点被人砍了，有这玩意儿防身，才叫安全。这世界有武者，绝世于是威逼巨暗器，可这是前世的玩意儿，若再搭上火药，绝世高手也得趴下叫爷爷。世子，侯爷吩咐，今日由我贴身保护您。父亲呢？侯爷一早便去上朝了。备车，咱们去相府。抬棺上朝，江侯这是要闹哪一出？晦气，太晦气了！这江景城还真敢啊！陛下驾到！江侯，抬棺上朝，何用意？陛下，臣请免去我儿江小白的状元之名。江侯何出此言？小儿的状元是买来的，既不合规矩，臣不敢坏了朝廷法度，请陛下免去此名。陛下，此事不妥。江小白以身入局，探出科场舞弊，才德兼备，状元之名岂能轻去？李秉章，你个老匹夫也好意思说这话？江侯慎言，我现在才回过味儿来，就是你做局，让我儿买了个状元，再借此逼他入赘你相府。怎么，你相府缺女婿，缺到要坑我镇北侯府的独子？江景城，你莫要血口喷人，入赘之事，林老当时作证，你亲口应了，逃不了。怎么，江侯还想在金銮殿上动手不成？动手又如何？老子要退婚，你若不答应，老子干死你！这婚退不成了。昨日陛下亲口赐婚，宗册文档已录，你江景城想抗旨，
李秉章，你个狗东西，傻蛋玩意儿！江京城，你个莽夫！就是这么长，就这么长！李秉成，你认为是这样的？孝敬孙家！够了！哼！江侯，这口棺材又是何意？江小白状元之名，昨日朕已亲口定下。科场案未结，现在废名，岂不是坐实此案全是他一人所为？此事不准。可学子围堵青楼是事实，若江小白当众自去状元名，怕生乱。朕会拟旨送去青楼，堵住悠悠众口。状元之名我可以不追究，但入赘我不答应。江小白必须入赘，否则我女儿的清白该如何论处？陛下，我女儿与江小白早已私定终身。哼，你觉得老夫会拿女儿清白在朝堂上开玩笑？这逆子，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他！就算没这事，江小白入赘相府，朕昨日也已亲口准下，改不得。江侯莫要再提。臣遵旨。那这棺材，江侯该说说了。昨日我儿归来途中，遭人当街行刺。昨日刚点的钦察，昨日就遭刺杀，这是打朕的脸。我江家如今只剩这么一个儿子，谁敢再对我儿动心思，这口棺我便亲自葬了他，不管是谁。朕昨日刚点的钦察，昨日便有人敢杀，好，好得很。赐江小白御前银符一枚。科场案未结，凡他查案所致，见银符如见朕意。若有人阻挠、围困、刺杀，皆以抗旨论处。唐将军，你女儿唐宁霜是武举魁首，暂入镇影司。科场案结前，随行护卫江小白。臣全听陛下安排。自家闺女那脾气，配上江小白那张嘴，这俩人凑一块儿，怕是消停不了。世子，上次咱们进这门费老大劲儿，这回个个看您的眼神都不一样了。那是自然，我好歹是相府未来的姑爷。江小白还真够大胆的。这声音怎么听着这么耳熟？连倩柔，这女人也在。咦，还真是这凶女人。你说谁凶女人呢？不是，世子大人看我做甚？林姑娘别介意，我这下人实在不懂事，回去我一定说教她。谁让这是自家世子呢？哼，江公子，今日来的倒挺早。今日青楼必定热闹，来晚了没意思。岂止热闹，国子监2/3的学子怕是都跑过来了。青楼里外全是人，尤其你出的那2个对子，如今几乎人人都在议论。这么夸张？只会更夸张。你昨日放话，谁若对上你的对子，你便主动请陛下免去你的状元之名。这话传遍了大半个京城，别说国子监学子，连一些在京老儒都被惊动了。看来个个都想让我丢了这状元之名啊！不，你这人名声确实不怎么样，但大部分人是冲着你那2个对子来的，拆字、合字、应意，绝了。那对子确实让人敬佩。眼下青楼那边可有具体动静？昨日我父亲一位故乡来访，名叫牟远山，是我父亲老师之子，2人关系极好。他到了相府附近，却没先入府，而是直接去了青楼，后来还让人在青楼门墙外贴了告示，说他对出了你那2个对子，还要在京所有世子前来一观。牟远山，此人博学多才，常年在外游学，不怎么进京，所以
或许只是巧合。巧合？那是前世的千古绝对，1天时间就对出答案。那或许真是巧合吧。这对子真是那江小白出的？江小白不学无术，京中谁人不知？依我看，这段子背后怕是另有来路。他拜入林老门下，本就是李相安排好的。我们那些人不过被强行做了个见证罢了。另有来路，莫不是李相家的那位才女所为？不是没有可能，若出自李知微之手，倒还合理。若说出自江小白，表兄、皇兄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什么可惜啦？紫金，你这丫头怎么跑出宫了？宫里太无聊，我是跟皇姑一块儿出来的，她去楼上了。你们还没说呢，到底什么可惜了？可惜这对子，至今无人对出。听说这对子是镇北侯府那个纨绔世子出的，不得不说，确实不同凡响，难怪父皇钦点他为状元。此人不学无术罢了。不学无术？那表兄的意思，岂不是说我父皇有眼无珠？公主说笑了，我可没这个意思。这丫头说话就是这样。也不知那江小白会不会来。江世子，你昨日和我父亲后边说话，特意避开了我，现在能说说了吗？这个等事后再说。有些话时机不到，说出来就没意思了。昨天还想拿鸡蛋砸我，今天全程乖乖宝了啊！未来妹夫，你可算来了。江小白来了，他就是江小白，长得倒还不错。空有一副皮囊。表兄，你一定嫉妒他。公主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你比他丑。呵呵。真没想到，我随手写的2个对子，竟吸引了这么多人过来。惭愧惭愧，那不知我这小小对子，可有人对出来了？这个江小白，到底是什么来路？江小白，你就是个卖官的纨绔，我就不信这2副对子是你随手写出来的。这位想必就是镇北侯府的小世子吧？名声虽差了些，看着倒有几分气度。他便是牟远山。原来是牛先生，久仰久仰。是毛，不好意思，听错了。牛先生，莫怪莫怪。这家伙绝对是故意的。江公子耳力不太好，也难怪京中都说公子不喜读书，连听字辨吟的功夫都差，才落了个不学无术之名。牛先生说的有理，是谋。对，谋。你看我这脑子，牛先生勿怪啊。自家世子这张嘴是真损啊！江世子昨日留下2联，让满楼学子苦死良久。只是老夫有一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不当讲。你这对子虽妙，但是否真出自江世子之手，老夫心中存疑。若世子真胸有成竹，为何昨日只留上联不留下联？还是说世子也只是偶得上联，并未想出下联？拿2个极难的上联去堵众人的嘴，这心思可就歹毒了。世子昨日说，谁能对上，便请陛下免去状元之名。那今日老夫若对上了，世子可否还认？本想给未来岳父的故友留3分薄面，既然你先把我架上去，
那就别怪我了。我江小白一诺千金，只要有人对上，我亲自面圣，免去状元之职。只是我听说牛先生已经对出了我的对子，不知是真是假。哼，自然是真。好女子何人可配这下联？等等，口说无凭。牛先生既说对出来了，那就写出来吧。再等等，江世子又想如何？这下联不能由我自己看，否则我若说不公正，诸位又要说我输不起。所以我想找个人替大家宣读，诸位觉得如何？那江世子想让谁来读？我家主人乃是当朝长公主，不知可否？长公主做见证，谁还敢质疑？哦，长公主啊，呵呵，抱歉，她不行。他刚才拒绝了长公主，连田公主的面子都敢驳。那我是否可行呢？萧清修也在，还真是冤家路窄。江小白，这位乃是当今太子殿下。江小白如何？哦，不如何，你也不行。长公主不行也就罢了，连太子殿下也不行，他疯了吗？我也不行。江小白，你确定？确定。你好大的胆子！长公主的面子不给，太子的面子也不给，你莫不是想造反不成？你刚刚说我想造反？你的意思是，我镇北侯府将率80万镇北军自北境起兵，反了大华？我可没这样说。我江家世代镇守北境，为大华挡了多少刀兵？我大哥、二哥死在北境，侯府只剩我一个独子。你今日当着满楼世子的面说我造反，是想往我江小白身上泼脏水，往镇北侯府身上泼脏水，还是往我80万大军身上泼脏水？我们只看到他纨绔买官，却忘了江家事多，大华挡刀，我们能安然乐业，不正是江国命换来的？我只是说你不敬太子，绝无污蔑镇北侯府之意。那你就闭嘴。江小白，今日是你与青楼学子的赌约，姑不强求。并非我不给殿后面子，长公主身份尊贵，太子更是储君。若由你们来读，读对了，有人说皇室压我吕诺；读错了，有人说皇室替我撑腰。到时候这小小对子，便不再是对子，而成了皇室态度。诸位说，这合适吗？我原以为他只是胆大妄为，却没想到从一开始，他每一步都想好了。三言两语，逼得连皇室的人都不敢轻易开口，此子绝不简单。今日读下联的人，不能是皇室、相府或镇北侯府的人，最好是昨日最讨厌我的人。就你吧。我？昨日你骂我买官狗贼，骂得嗓子都快哑了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今日这下联由你来读，如此一来，总没人说我偏私吧？我倒想看看此事之后，江小白是否履诺而行。等等，江世子，你还想做什么？别急，我就是突然想猜猜看。毛先生对的，该不会是明日月至是新城吧？日为阳，月为阴，日月并明。我猜毛先生对的，该不会是子为夫，女为妇，子女兼好吧？一模一样。念吧，看看本世子刚才猜的对不对？等等，毛先生该不会真写的和我一样吧？江世子，你这是何意？毛先生方才不是说我昨日只留上联，怕是没想出下联。现在我说出来了，你又不让读，怎么？难不成真让我猜对了？算了，不读也行。你不是说我没有下联吗？那本庄子今日便重新给你对一个。好女子何人可配？我可对。信人言，恩因心重。信人言，恩因心重。日为阳，月为阴，日月并明。人为重，言为轻。
人言诚信。怎么不够？那本世子再来。好女子何人可配？念金心泉白水清，日为阳，月为阴，日月并明，文在前，武在后，文武成宾。毛先生，够吗？若是不够，本世子还有。当场连对数连，谁还敢说他没本事？毛先生拿他早送出去的下联来逼他，反倒把自己抽了个巴掌。牛先生，怎么不说话了？有趣，这人真的有趣呀！诸位，你们昨日堵在青楼，骂我买状元，骂我不学无术，骂我坏了天下读书人的公道。今日又有这位牛先生拿着本世子事先送出去的下联来逼本世子吕诺，倒是有趣的很。这下联是他早就准备好，故意泄露出去的，就为了看谁来逼宫。说到底，你们不就是想让本世子抹去这状元之名吗？其实并不难，这状元之名不用你们逼，我自己去了也无不可。蒋世子此话当真？本世子说过的话一诺千金，明日我便上朝请陛下拿了我这状元之名。但你也需告诉我一件事，你背后之人到底是谁？我换个说法，此人在不在这青楼里，你只需点头或摇头。果然，还真来了，胆子够大。本世子这状元，确实是买来的，此举确有不妥，所以我在此答应大家，明日上朝，亲手去了这状元之名。江公子快人快语，性情中人啊！之前是我误解你了，如此大义，令人敬佩。这江公子倒是好算计啊。三位对这江善子报何看法？江小白聪慧非凡，远非世人所传那般不堪。若有机会，堪称大用。只是他为何非要去了自己这状元之名，着实想不明白。圣旨到！这江小白倒是挺会玩啊。不知江少子可在？在呢，在呢。这宫里怎么突然来人了？江公子接旨。荆轲状元江小白，虽有买官之名而起，实则为探科场舞弊，以身入局。科场案未查明前，状元之名不得擅废。若有人借士林之名，逼钦察之臣自毁名位，煽动闹事者，乱民论处。令赐江世子御前银符1枚。凡江小白查案所致，见银符如见朕意。有敢阻挠、围困、刺杀者，皆以抗旨论处。钦此。高公公，我这状元本打算明日请陛下免去的呢。陛下说了，你这状元虽是买来的，但你也是为了查科场舞弊，以身犯险。此名乃陛下钦点，往后不得再提免去之事。哎呦，高公公，我以身冒险入局查案，您怎么当众说出来了？我江小白一生低调，做了好事都藏着，您这一说，让我置于何处啊？罢了，既然被高公公一不小心说破，我便点名了。我的确买了状元，可我买他不是想压天下读书人的路，而是早已察觉这科场里藏着不干净的人。我以身入局，就想看看背后之人到底是谁。本想瞒下去，万一查不出，也没人怪我。可诸位反应这般大，这般寒心，我昨日是真想请陛下免了这状元。如今陛下有旨，我总不能抗旨吧？各位，对不住了。原来是我等误会了江世子，
背着买官骂名去探黑幕，这才是真胆魄呀！我等昨日言语过激，愿向江世子赔罪。诸位放心，礼部贡院科场名册，凡该查之处，我一个都放过。我定查出背后之人，给天下学子一个公道。江世子查到底，我等到底，我等永远住。这江家世子算计颇深，倒是小看他了。收好，这银符可不是寻常东西。多谢陛下隆恩。哦，对了，陛下为你安全，特命唐将军之女唐凝霜暂入镇影司巡查，科场案未解前，贴身护你。高公公，这个我能不能拒绝？不能，这是陛下的赏赐，也是对你的保护，江公子不得拒绝。贴身保护，他别贴身揍我就不错了。臣遵旨。江公子，科场案可不要让陛下失望啊！公公放心，臣必定尽力而为。今日大家齐聚于此，有冲着我江小白来的，也有冲着对子来的。但不论冲谁，这一对总归绕不过去。为了不扫大家的兴致，我便再出几幅。谁能对上一个，本世子送他一个惊喜奖励。会是什么惊喜？哼，他能有什么惊喜？等我对出来一个，看他如何收场。李继行，准备执笔。得嘞。数字一路排开，竟还带着讽刺气势，真是太狠了。虫字相叠，声韵轻快，可想对得工整，难如登天。人说之人，这绕来绕去，脑子都要被绞进去了。这已不是才思敏捷，他脑子里像藏着一座旁人看不见的书楼。他不是拿一个难题堵嘴，他是随手就能拿出一堆啊！表兄，快！你刚刚不是说你能行吗？快对出来，看看他准备的到底是何惊喜。能对上一匹，我才好把这份惊喜送出去。这怎么对得上？奇，实在是奇呀！如此绝对，闻所未闻。这江家世子究竟是自己想出来的，还是背后另有高人？这些不过是我前世5000年文明一小角罢了。诸位慢慢想，谁能对上，自可写下挂上留名。我答应的惊喜奖励，绝不会少。世子，您太厉害了！刚那4幅对子挂出来，我看那些学子的脸，个个都精彩得很。这女人的气息是武者，还不是普通武者。江世子，我家主人想请您入殿一叙。我家主人乃当朝长公主。哦，那不去。这拒绝的不是我，是我背后的长公主，而且已经是第2次了。哼，江世子，那毕竟是长公主啊。我知道。那你为何？就是不想去。她不像是不敢去，倒像是刻意在躲着长公主。怎么就你自己？回主人，江世子他又拒绝了您，他只说了2个字：不去。先是在青楼拒绝主人出面见证，如今主人亲自相邀，他又拒绝。
用不用属下给他一个教训？不必，他若来了，反倒没什么意思了。不过敢拒绝本宫2次，这胆子确实不小。走，先回宫，我会让他主动来找我的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们刑部如何从我相府拿人。相爷，我等奉命行事，还请配合，将那2名刺客交出来。交出来？想也不要想，那2名刺客是冲着我贤婿去的。昨日遇刺的消息刚出，刺客被新老带回相府，刑部怎么知道的这么快？相爷，当街行刺，按律该由刑部或大理寺接手。相府一直扣着人，一是不合规矩，二是不太好听啊。哼，规矩？昨日我贤婿遇刺时，怎么不见你们刑部的人来讲规矩？如今刺客被我相府拿下，你们倒想起规矩来了？新老信得过，林彻是镇影司的人，那消息是谁递出去的？除非昨日杀我的人不止2个，第3个人逃了，把消息交给了刑部，刑部里有人想保礼部背后的人。岳父大人，既然刑部要带人，那就带走好了。不知这位大人如何称呼？本官江律，刑部主事。江大人，久仰久仰。那你可认识我？江家世子，如今也是陛下钦点的科场案钦察。哦，认得就好。江主事，这2人便是昨日行刺的刺客，你们要带便带走吧。他们好像不是那2名刺客吧？来，将他给我扣了！江公子，你敢让人拿刀架我？本官乃刑部主事。江公子，你如此行事，莫不是想造反吗？又是造反！这帮人除了扣这顶帽子，就不能想点新鲜的？你连真刺客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却能一口认出这2个是假的。江大人，你说你到底是奉谁的命来的？查案的钦差，今天倒要好好审一审你这个刑部主事。江小白，你最好快放开我，否则本官必去陛下那里狠狠铲你一板！你竟敢！御前银符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？陛下赏的，今日刚赏，还热乎着呢。你们还不把刀收下来？信不信我给你们安个欺君罔上之名？是。这银符还真好使。江主事，现在还要不要去陛下那里参我一本？岳父大人，还请将此人关押了。对了，和那2个刺客关在一起，过会儿我要亲自问审。你们还不走？难不成也想留下来一起喝茶？拿到银符还畏手畏脚不敢用，反倒难成大才。这小子该用就用，一点不含糊。对了，青楼那边如何了？青楼多少算是有一点点小变故吧。青楼那边，某远山当众质疑我提前猜出了答案，后来我当众连述数连，把整座青楼压得鸦雀无声。最后我又挥笔写下4副新对，挂满青楼。贤婿，你如此一弄，怕是会引来很多人怀疑呀。我原本也以为藏得够好就行，能少出头就少出头，能少惹事就少惹事。但昨天被人当街行凶后，我明白了，这玩意儿藏着没用。既然退不了，便只能往前走。对方越急，越可能露出马脚。成婚时还要按原计划演下去吗？要，这场戏是给陛下看的，不能停。那2名刺客从昨日带回来就一直咬死不说，鞭子抽了，烙铁烙了，辛老甚至挑了其中1人的手脚筋，依旧一个字不吐。能熬过挑筋还不开口，这哪是普通刺客？岳父大人，你们这些刑法太落后了。落后？
鞭刑烙铁挑金，这已是极重的刑了，这些还不好用？不是我想更毒，是你们的路子一开始就错了。普通刺客可以为银子杀人，但不可能为银子熬到挑金还不开口。这两个人，要么背后之人比死更可怕，要么从小就受过极严苛的训练。对付这种人，越用刑，他越觉得自己是在赴死；你越狠，他心里那口气就越硬。我有办法让他们很快开口。你去准备一桌酒菜。酒菜？他们可是刺客呀！贤婿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你不是开玩笑吧？当然不是，这菜要热的，酒要香的，越香越好。硬的不行，你要来软的，这更不行吧？这个被人当街行刺，满京城都说废物的世子，眼神里怎么半点慌乱都没有？贤婿，你这到底是？岳父大人放心，今日我哪怕不用一刀一鞭，也能让他们亲口开这个口。熬得过烙铁的人，未必熬得过一桌热菜的香。江小白，你身为钦察，岂能滥用职权？我江律可是刑部主事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我乃朝廷命官，奉命来提审刺客。陛下让你查的是礼部，跟我刑部有什么关系？你如此滥权，不会有好结果。江主事火气不小啊，怎么不舒服？你若真有本事，现在就放我出去，否则等我见了陛下，定要狠狠参你一番。参我？江主事，你在前院也是这么说的。然后呢？本世子不是照样把你关进来了？我问你，谁派你来相府提审这2名刺客？是我们刑部左侍郎大人让我来提审。不对，不是他。你若不信，大可去查。我就不去，而且我就认定不是他。最后再问一遍，背后主使是谁？你说清楚，我可以放你走。我已经说清楚了，奉左侍郎之命而来。给你机会你不中用，那你就永远留在这儿吧。眼神倒是挺硬，就你了，把他带出来。江小白，你想做什么？不告诉你。上酒，上菜。喝点儿。我问你，跟你同行的那个刺客叫什么名字？不说也行，那就我说，你听着就好。你可知我为何要把江律大人和你们关在一处？有反应，就说明能聊。其实啊，江律现在是我的人了，他配合我在你们面前演了一场戏。他已经告诉我，你们这次来不止2个人，而是3个人，对吧？猜对了，昨日刺杀我的果然还有第3个。而且江律还说，指派你们来杀我的人正是他自己。炸人这种事，第一刀扎对了，后边就容易了。那你们为何要演这场戏？待会儿我放江律走，他带你们其中一个回去复命，你们背后那位大人才会信。剩下那个我送去大理寺提审，当替罪羊。活着走的2个，暗中给我当内线。你若不配合，我就去找另一个人配合，而你会被我断了舌头，送去大理寺当那个替罪羊。我不信你，除非你让人把江律带上来，我要和他对峙。那不行，
他还得在下面继续演戏。你现在见了他，下面那个人自然起疑。我既然知道你们有第三个人，知道江律指派了你们，这还不够吗？抱歉，行了，你信不过我，我也信不过你。拔了他舌头，带下去，把江大人和另一个刺客叫上来，就剩2个人，用不着演戏了。等等，我配合。下面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？江律大人没告诉你吗？说了，但我信不过你，得验证。他叫薛木。你不诚实，江律告诉我的不是这个名字。换人。他叫薛三儿，薛三儿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张木。张木。那我再问你，我若让你跟江律一同离开，你如何保证不会出卖我？拿不出东西，他凭什么信我？可拿出的东西不够重，他一样不放我。那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。说吧，我这个人最喜欢听的就是秘密。我知道江律大人一件事，他本名不叫江律，他叫宋温。这个身份是他当年冒替别人的功名一步步爬上来的。冒替功名坐实了，江律这辈子就完了。这个秘密够不够？我若出卖你，你把这事说出去，我也活不了。这件事，江律大人早就跟我说过了。江律已经说过了，这不可能。你拿他已经招过的事情来糊弄我，你觉得合适吗？狮子他太他妈会玩了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说不出让我信你的东西，我就换人。我还知道一个，这个江律绝对不知道，是我偶尔听到的。江小白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还不放我出去？他都招了。什么招了？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要不，我给宋温大人详细说说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名字？张牧都说了，你们昨日行动共3人，都是你指派的。他被我策反了，只提了一个条件。他说这个叫薛三儿的必须死。张牧，这个杂碎！我答应他了，不过他一个人回去不太安全，所以我要你也做我的内线。跟你跟我，我保证你无事。若是不跟，那我只能上告陛下，说宋温大人冒替他人功名，爬上刑部主事之位。刚好本世子现在奉旨彻查科场舞弊，其中利弊轻重，宋温大人应该清楚吧？宋温大人，慢慢考虑。不过我这人耐心有限，慢了，我可就不考虑你了。等等，我做你的内线。陛下钦点的科场案钦查，只要宋温这2个字被捅出去，我就完了。答应的倒挺快，不过为了信得过你，我要问几个刚刚问过张牧的问题。对得上，咱们合作；对不上，珍惜这最后一次机会。你问，背后那位大人是谁？很难吗？他不就是有龙阳之好吗？这个秘密他不该知道才对。他是刑部总司大人。那你可知他为何让你派人暗杀我？这我真不知道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不过我能感觉到总司大人前面背后还有一位我接触不到的大人物。真正藏在后边的还没露头啊。好，回去后好好帮我做内线。我能知道的事你们要是没说，那就别怪我把你们俩的秘密全捅出去。江世子放心，我一定配合。江大人，张牧以后跟着你一起做我的内线，别让我失望。竟然是真的，江律也答应了。我刚才要是再死撑，怕真成替罪羊了。
江圣子放心，我们二人一定配合好。对了，忘了问你们，当时刺杀我的第3个人是谁来着？这个我真不清楚。第3个人名叫沈昭，是镇影司的人。镇影司？他不负责动手，负责你死后收尾，确认结果，带走尸体，清理痕迹，是我们刑部总司大人亲自派他去的。昨日护我的林彻，也是镇影司的人。继续说，昨天出什么意外了？相府新老出手了，镇影司的林彻也在暗中护着世子，两边都有人。沈昭不敢贸然动手，他怕暴露自己，只能退回去禀告。这沈昭在镇影司什么职位？千户。镇影司百户就能调动100人，千户位高权重，这样的人物竟亲自去给一场刺杀收尾，背后那人的能量比我想的还大。线索是摸出来了，可刑部牵进来了，镇影司也牵进来了，这两边偏偏与是陛下钦点协查我科场案的衙门。行了，喝酒。岳父大人不用担心，江律大人和张牧现在都是咱们自己人了。相爷，之前多有冒犯，还请见谅。既然都是自己人，往后就好好配合我这贤婿吧。世子放心，若有消息，我第一时间派人传给您。贤婿，你到底是如何做到的？此乃心理战术，外加微表情。心理战术还微表情？当你不确定一件事是真是假时，我先让你相信它是真的。你只要信了半分，心就乱了。心一乱，人就会自己吓自己。人最怕的不是别人逼他说什么，是他自己忍不住想去证明什么。我好像明白了。世子是利用了他们彼此不清楚对方说了什么，先让张牧以为江律出卖了他，再让江律以为张牧出卖了他。他们谁都不敢确定真假，又都怕自己成了被舍弃的那一个，所以只能跟着世子的节奏走。科场案这潭水，浑得看不见底了。聪明啊，不愧是李姑娘，这都能想明白。这般夸奖，父亲夸过，先生夸过，京中才子也夸过。江世子，还请慎言。我说啥了就慎言？贤婿，那微表情呢？李姑娘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必须答。你喜欢我吗？不喜欢。岳父，您看他就说谎了，眼神闪烁是不敢直面，用手弄头发是掩饰心虚，对吧，李姑娘？对你个脑袋！对了，贤婿，可从他们口中问出什么了？背后指使暗杀我的人是刑部总司赵斌田。赵斌田的妹妹是陛下身边受宠的妃子，若真是她，多少有些麻烦。哼，只要被我抓到把柄，拿到证据，管他背后是谁，我都得给他办了。也罢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只要在职，就没人动得了你。岳父，记得找个大夫帮地牢那刺客好好疗伤。我知道被人卖了的滋味不好受，所以你得好好活下去才行。什么意思？你不送我去大理寺？我不懂你，还派人给你治伤。像你这种被抛弃的人，在我这儿反而更好用。都说江家世子纨绔不堪，只知吃喝取乐，如今看来，外界传的全是假的。江世子如此精于算计，着实让人难以置信。算计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，常规操作而已。如何？考虑一下，跟我。可以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不过时期特殊，你先留在这儿，我让相府的人好生招待你。不过，你就这么信得过我？信不过，但你现在除了跟我没别的选择。我不需要信你，我只需要知道
你没得选就够了。江小白，有意思。世子，您真打算用它？用。这种被抛弃的人用好了就是一把锋利的刀。那用不好呢？用不好，那就干死他。听说了吗？江小白买状元，陛下反倒让他查礼部。我看这回礼部要他办监天，以身入局，我看是被陛下当刀使罢了。全京城都盯着你查礼部，你倒好，2天除了吃就是睡。爹，不急。东西做好了。是，此物内里构造精巧，小老儿一人3日做不完。寻了几位天机房师兄弟各做几件，不过他们只知一部分，不知全貌。谨慎点好。打开。火铳，成了。刘老，辛苦你们了。世子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此物是能把弹丸震出去，可威力实在不大。小老儿试过了，那弹丸打出去，连稍厚的木板都打不透，怕是打不了鸟，最多打个鸡儿。连木板都打不透，防谁？防鸡儿跳起来啄？刘老，这你就不懂了。照这个，做20颗。这什么东西？里边怎么还要用硫磺、木炭、硝石？不用问，照着做。此物比枪身简单，今天能做出来吧？再厉害的武者，也得有反应时间。一梭子下去，管你什么高手，都得烫板板。世子，您为何不让刘老一起做出来，反而分开，多耽误时间？这玩意儿威力太大，必须分开做，否则流传出去可就坏事了。就这点小玩意儿，还能比弓弩强？臭小子，全京城都知道你是陛下钦点钦察，你2天除了吃就是睡。陛下问起来，你怎么交代？父亲别急，全京城都知道我查礼部，那礼部多少人想整死我，所以我这不是等着呢。等？老子给你派10个护卫总行吧？不行，太招摇。人还没到，人家先警惕了。参见侯爷，参见世子。刘老，东西弄好了。回世子已经按图纸勉强做了出来，只是制作之时险些伤了这双手。刘老，辛苦了。不是，臭小子，你搞了半天就弄了这么点玩意儿，这东西能给你防身不成？父亲，别急啊。这玩意儿倒精致，可越精致越不像能防身的，倒像富家子拿来把玩的机关小件儿。前世的玩意儿，我竟真在这世界里做出来了。不过也就玩玩而已，真遇到高手，难不成你还指望这小东西救你？父亲，既然您说这也就玩玩，那咱们玩玩如何？父亲，您的实力应该不差吧？哼，臭小子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您信不信，我能用这个给您身上打个窟窿出来？哈哈哈哈！就凭你这小玩意儿，简直痴人说梦！来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给为父身上打窟窿。父亲，您别太认真，万一真伤到您……哼，就你这玩意儿还想伤到我？快来！没有弓弦，没有机柜，没有暗器，一棵树就那么炸开了。父亲，咱们继续。难怪世子要将图纸分开做，原来真正的威力在这里。什么机关暗器，什么精巧阵图，在这东西面前都得黯然失色。外头都说世子是废物，谁以后再敢说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今年你懂武道，你推算一下，多强的实力能硬扛这一下？世子，
若是不躲，硬扛的话，怕是至少得宗师。宗师？久经入宗，返璞归真，护体罡气极为恐怖。可就算是宗师，真被打中，怕也得受伤。能伤宗师，那就足够了。公子，这是剩下的弹头。刘老，往后你没事就继续做这个，数量不用多，但要保证我这儿随时够用。隐秘着来，切莫让任何人知道。小老儿明白，这东西若泄露出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新年去给刘老备些上好药膏，这手不能耽误了。多谢世子。谁再敢当街杀我，绝世高手来了，也得先问问我怀里这位答不答应。爽，太爽了！老爷，你走路怎么没声音？老爷，你想什么呢？夫人，我以前是不是对咱儿子说话太大声了？声音确实挺大的。那小子搞出来一个小玩意儿，威力极大，堪比宗师一级。什么？老爷，你脑子坏掉了吧？回头让那小子也给我搞一个，有那玩意儿，还练个鸡毛的武。世子，咱们今天去哪儿？大理寺，找那个裴慎聊一聊。裴慎，世子，您真要去见他？怎么，你听说过这个人？此人以前是镇影司的千户，后来不知为何转去了大理寺。据说什么？据说，此人曾经把自己的师门全部屠了个干净。这么狠，屠自己师门？一夜之间杀干净，而且此人实力极高，怕是不比侯爷差多少。他为何要屠杀自己的师门？那师门暗地里贩卖人口，替权贵伪造身份路途，还豢养死士。裴慎隐忍多年，羽翼丰满后回了一趟，那一夜之后，师门就没了。贩卖人口、伪造身份、豢养死士，那确实该杀。除此之外，这人和世子您一样，名声也不太好。如何不好？什么叫和我一样？据说这家伙脾气古怪，身边天天换女子，今天这个，明日那个，还都是女子愿意跟着他。实力强，心思细，手段狠，还来者不拒。这裴慎倒有点意思。世子，我先去准备马车。备个马车而已，怎么磨蹭起来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唐宁说：“世子，这事儿我真没办法。他一身冷气坐进去，一句话不说，我总不能把人赶下去吧？”浓眉大眼的，也学会坑你家世子了。唐姑娘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好巧啊！不巧，我已经等你半个时辰了。护卫之事我当场拒绝过，是陛下强行下旨。我知道不怪你，既然奉旨护卫，我便会护你安全。世子，大理寺到了。你现在是目标人物，要下，也是我先下。若有危险，我替你挡。唐姑娘尽职尽责，江某佩服。下来吧。来者何人？镇北侯府江小白。
原来是江世子，裴大人吩咐过，您来了，直接带进去。裴大人知道我要来。裴大人说，世子若真要查科场案，今日必定会来。那为何偏是今日？裴大人说，世子今日不来，明日也会来，到了明日也会说是今日。带路吧。裴大人不在公房，裴大人在后院。江公子，裴大人就在里边。这就是裴慎，比想象中年轻。江世子，你比我预想中来得晚了一些。第一次见面就请我看尸体，裴大人多少有些不客气。你若早些来，或许还能看到活人，现在只能看尸体。这是谁？安之源，他怎么死了？是我杀的。他是唯一的线索，杀了他，线不就彻底断了？安之源前2日主动投案，一口咬诉，说舞弊的事全是他一个人做的，而且这人嘴里咬了见血封喉的毒。我这么做是防止他被毒死啊！为了防止他被毒死，你先一步把他弄死，这话正常人能说出来？在我这儿规矩很简单，只有我弄死他，没有他想死就能死。这人不是狠，是疯。江世子，你觉得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做？那先去贡院查立科卷宗，卷宗我调了，荆轲原卷、灵树副卷、入场名册、密封暗号册，昨夜全部封存调来，暂时没看出问题。那就查历代中举的人。查了，有问题的几个已经拘了。那问供？问了，供词全指向安之源。那安之源的关系？亲族、门生、故交、府中管事，连他常去的茶楼酒肆都问过了。那他府上书房、密室、地窖、水井，连他夫人庄国都翻了。那嘴里那毒，见血封喉，我见够快，先一步杀了他，不然就坏了我的规矩。药铺那边也去查了，还没结果。我一个字没说全，他全替我打了。所以，江世子，接下来咱们该如何？这有道理啊！既然所有线都指向安之源，那他多半是被推出来的弃子。这条线太干净了，干净的像有人故意把路铺好。咱们从2甲、3甲下手，那些名次不上不下，既能入室又不惹眼的人。办案最怕不是手段狠，是脑子慢。这人偏偏又狠又快。裴大人，有人越狱！越狱？哼，找死！好家伙，隔空取剑，这他娘的也太帅了吧！这一手隔空射箭，他的境界怕是比传闻里还高。走，出去看看。放人！放人！你当老子傻吗？只要你敢动，老子就敢扭断他的脖子。那你猜是你的手快，还是我的剑快？去你大爷的！我猜我的手快。行吧，你猜的对了。不是，这就扔了？还以为你要来个惊天一剑，结果直接扔了。金刚伏魔身！你敢对我动手，我弄死他！
他只是抬了一下手，练了金刚伏魔身的人，眉心就被打穿了，那到底是什么手段？将公子是9境入宗的高手。这个嘛，我这个人从不看重境界。这话我也曾从一位高口中听过，看来是我浅薄了。江公子不仅修为高深，连武道心境也远为常人能比。不是，我就随口装一句，你怎么还认真了？不知刚刚那一手出自什么门派，为何我闻所未闻？哦，此法名为一阳指，以全身之力汇聚于一指之间，指尽破空，隔空伤敌。练至高深处，莫说血肉之躯，便是金石铁壁，也可一指贯穿。若真是如此，江世子，还请你帮我一个忙。不知裴大人想让我帮什么忙？裴大人所说，莫非事关天机坊？这位漂亮姑娘，看来也是武道中人。天机坊怎么了？天机坊近日制出一件特殊甲兽，号称冰刃难伤，气劲难破。谁能破甲，便可进入武道库或兵器库，任意挑选一件。那库里到底有什么，能让裴大人如此上心？若江世子能帮我破甲，我裴慎定以江世子马首是瞻。行，我帮你。那咱们现在就走。这么急人，咱们这科场案还没谈妥呢。礼部我也派人盯着，宫院卷宗也封存了，相关人等我继续审，误不了正事。走。裴大人，恕我冒昧，天机坊里到底有什么东西，能让你这么上心？这不是东西，是人。人？半年前，我看上了天机坊一个姑娘，为了她，我这半年孑然一身，从没动过别的心思。那姑娘终于被我打动了。那这跟打破甲胄有什么关系？我俩两情相悦，可他师父死活不同意。这不，甲胄一出，他师父就撂下话：我若能破了那甲胄，便不再阻拦；破不了，就别再纠缠他弟子。那东西刀劈不开，内劲震不碎，我试了数次都不成。今日一见江世子那一阳指，我忽然觉得有戏。我还以为他惦记什么神兵利器、绝世武学，结果是为了个姑娘。天机坊的兵器也好，武道之法也罢，我一件都不要，我只要江世子帮我打破它。行吧，但我可不保证能成。只要江世子肯试就好。哼，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。裴大人，这科举舞弊案你怎么看？安之元身为礼部侍郎，构资碰科场之事，多半是核心。可他上头还有陈尚书。朝堂上，陈尚书数次针对你，还想把买状元的脏水彻底泼到你头上。江世子真正想揪的人是陈振秋吧？是。可安之元早就是颗弃子了。他本可认罪免死，偏偏江世子才思命竭，状元没卸掉，反成了钦察。安之元这颗弃子就只能死。从他这儿查不出东西，背后那屁股早擦干净了。安之元之上是陈占秋，陈占秋之后是不是还有孟首府？世子，天机坊到了。咦，怎么这么多人？人确实不少。刘成的猎山刀这么霸道，竟只留这么点痕迹。天机坊的机关兵器，江湖赫赫有名。你父亲那把战刀便出自这里。送好处引人来试假，他们图什么？推销？天机坊的东西向来不愁卖，一是士气找缺漏，二是利民，三是寻人。借天下人的手，替他们找缺陷，找人才。
娘的，什么鬼东西，震得老子手麻！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算了，容易挨打。灵儿，哟，裴大人，上次不是试过了，怎么还不死心？这次我带来了一位9境宗师高手，由他出手，必破此家。别看我，我可不是。也不是我。所以呢，宗师在哪儿？裴慎，你带来的9境宗师在哪儿？这不就是吗？他是9境入宗，裴慎，你在这儿跟我取乐呢？我何时拿这种事开过玩笑？在下镇北侯府江小白，境界，我这人不看重境界。看到了吧，江小白这心境，绝非寻常武夫能比。镇北侯府那个纨绔，裴慎，你为我这弟子倒是什么话都敢说了。他若真能打破这玄灵甲，你和我弟子的事，我不仅不管，还双手支持。那他若是打不破呢？打不破，我以后再不来天机坊。哥哥，灵儿，相信我。有意思，一言为定。既然都赌了，我也想赌一把。我若打破这甲，这样的软甲，能不能也给我整一套？可以。你若真能打破它，老夫便亲手给你做一件。可你若打不破呢？把你父亲那把刀送回天机坊。还有，柳关既然退离天机坊，以后就少借着救人情分往这儿跑。邹老，这是2个要求，那我也追加一个。江世子想要什么？我若打破了，你去我侯府，给刘老道个歉。邹老若觉得这甲真无人可破，答应下来又有何妨？还是说，邹老对自己做的东西不自信了？哼，好，你若真能破了玄灵甲，老夫亲自去镇北侯府给柳关道歉。万一真是隐藏高手，靠太监被欺尽震伤怎么办？不看重境界的人，只需要一根手指。江公子，让他们见识见识你那指力有多强。好说。这细胳膊细腿的，能有多大气劲儿？裴杀神都说他是9境宗师，别乱说，小心被听见。破！怎么可能？这甲是我亲手做的，那是从1点从内向外炸开的。再破！还来！这他娘的还是指法！呵呵，这软鳞甲确实不错，竟能扛住本世子2指之力，有点东西啊。邹老先生，天机房说出来的话，那就是一个钉，应该不会违约吧？这自然。那还请邹老先生帮我做一套这样的软甲，另外去我侯府给刘老道个歉。老夫可以重做，只是此甲材料难寻，最快也要半年。半年后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我现在正被人盯着，随时可能有人想弄死我。那修复这一套呢？修复半月。那就修复。能让我2指才打破的东西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常管事，你说的话也是一个钉，双手赞成我和灵儿在一起，
应该不会毁约吧？我说话算数，以后你们二人之事，我不会再管。哥哥，嘿，刚在大理寺杀人眼都不眨，一声哥哥，魂都飞了。场管事，玄灵甲我也算打破了吧？按你们天机房说的，我是不是可以挑东西了？自然可以，江公子随我来。江公子先去，我和灵儿说会儿话，等你出来。这个不会是……电梯？不对，这世界没有电，纯机关做的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此物名为流房，天机坊楼高10余层，走楼梯太麻烦，想去哪层，拉下对应闸关便可。兵器库与武道库皆在这一层，按规矩，你可任选一件。这地方不能乱闯，天知道会冒出多少暗器。江世子慢慢挑，看中哪件取下便是。此为蛇吻，刺入人体后按下机关，蛇毒涌出，入血片刻夺命。这是子母烟球，掷出后拉动丝线，可炸开烟雾脱身。哼，跟我怀里那小玩意儿比，终归小儿科了。场管事，若我不要兵器，换2样武道宝典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，规矩就是规矩，两库只能任选一件。你确定？你们天机坊未来若想拉拢我，可得哄好我才是。那行吧。场管事，如果我是你，为了让我高兴，我绝对会主动送我2件武器玩玩，以此方得细水长流啊。那可以。比不上我怀里的宝贝，但胜在精巧。哪天遇上突发情况，说不定能救命。场管事，那咱们去武道库吧。好家伙，这一屋子随便一本，搬出去都能引一场血战。场管事，追加一个，可以吗？江公子，你已经多拿2件兵器了，按规矩。场管事，我若是你，加3本，但这是最后一次，绝不能再加了。我选1本，剩下2本你们挑。世子，真让我选？废话，赶紧去。算，我欠你一个人情。怀里的宝贝再厉害也是外物，真被人近身还是危险，得弄门内功傍身。3年打底5年入门，等我练成坟头草都长齐了。画的这么精致的吗？这玩意儿真是内功心法。内功心法，我只看心法，很合理。按天机房规矩，我得检查。江世子的呢？我这个就不必查了吧，随便一套功法，没什么好看的。还会江世子配合。哇，好东西啊！世子厉害，这你都能捞出来。此乃内功心法，本世子只看心法，不看人。可是世子，我看那上边明明都是人呐。
龙凤合气诀，这门心法怕是没那么简单。新年你眼界太浅，只看小人，没看那些小人身上都有经脉图。咦，还真是，不愧是世子，看的就是细致。您不说我都没瞧见。江世子，这是双修入门孤本，寻高手提携运转内息，能让初学之人更快入门。只是世子境界颇深，这内功心法按理不太适合世子。常管事，我家世子不练，就看看，行吗？这自然可以。既然选好了，走吧。常管事，大管事让您再去一趟国子监，这次不论付出什么代价，都必须拿下。那东西对咱们天机坊太重要了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去国子监做什么？国子监最近出了一套数算之法，极其精妙。我们天机坊做机关器械，越精密越离不开数算。此法用来推演机关、拆解器物，能少走无数弯路。所以大管事说，哪怕付出天大代价，也要把它学过来。数算之法，那不就是我那天在国子监随手写给宋府的几个式子？他们非让你去，你和里边人很熟？我与国子监的宋夫子有些交情，他的数算教具偶尔也交给我做。这么熟，他也不肯告诉你首创之人是谁。他说此法不是他创的，没有创法之人点头，他不敢私传。我问那人是谁，他就是不说。大管事催了好几次，可这趟再去，估计还是碰一鼻子灰。江公子笑什么？你再去国子监就提我的名字，应该比你好使。提公子的名字？难道公子和宋夫子也认识？见过2面。2面那怕是不行。宋夫子性子执拗，我和他棘手，他都不肯开口。相信我，肯定好使。你只管提我的名字，他必然会告诉你，这数算之法的首创之人究竟是谁。难道那个让整个天机坊都惦记的人？既然江世子这么说，我届时便试一试。这是啥玩意儿？这是我们少房主亲手所制的天眼盘，玄灵甲今日破了，便把它放了出来。每落一枚铜珠，机关自行变轨一次。挑战者要根据前面掉落的珠子和鬼槽变化，推算下一枚会是哪一枚。此物做出至今，来过不少擅长数算之人，可最高的也只推到了第17步。第17步？这么难？步数越多，表变化多。前几步能靠眼力，往后就必须算，而且一步错，后边全错。那有什么奖励？推到20步得一件精巧器物，30步得一件小机关兵器，50步以上可向我们天机坊提出一个任意要求。那100步以上呢？江公子怕是不知，这天眼盘连我们少房主自己也只推到58步，100步以上那种事怕是不可能出现。哦，那我倒是想试试了。这玩意儿我也试过，最多推到第9步，往后每一步都像重新换了套机关。这家伙还懂数算？他不会是乱写一通吧？这里边变化挺多，不过算起来并不算难。我简单推了一下，大概120步吧。大概5声铜珠之后，你便开始对，看看数字对不对。120步，还5声之后。好说，那告辞。江世子，你刚刚那不会是乱写的吧？自然不是。120步，我倒要看看你算的到底对不对。天色尚早，
去陈尚书府转一圈吧。陈尚书那儿？世子，那可是礼部尚书。唐姑娘想问什么，直说。裴慎查案不弱，你把科场案交给他便是，何必亲自去撞尚书府？裴大人查案确实厉害，脑子活，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。但他这人太正，不走偏路。而我查案不行，只能走偏路。你这个人倒是实诚。常管事，多少步了？8步。现在全对。8步全对。全对，100多步，全部正确。这就是外边传闻斗鸡六鸟不学无术的镇北侯府世子。不行，此事必须立刻上报少房主。难，太难了，这脑子到底怎么长的？世子，尚书府到了。守门？不，这是防人。陈尚书在怕谁？世子，这阵仗不对，要不我先回侯府调点亲兵过来。你们是谁？来尚书府做什么？镇北侯府，江小白。尚书府现在不欢迎外人，3位速速退离，否则休怪我等动刀伤人。敢动刀的应该是我们，你们反而不敢。满门加兵持刀防人，陈尚书，你到底藏了什么，才怕成这样？那江公子可以试试。好啊，那本公子就试一试，看看你这刀敢不敢落在本公子头上。你俩谁都不许动。所以你这刀还拔不拔了？不拔的话，本上子可就进去了；若是拔，本上子现在就把头递给你。头儿，人就这么放进去了？吓吓他还不行？你真他妈想砍他一刀？他爹是镇北侯，他身上有御前银符，真动了他，咱们9族一块儿埋。姑娘，问你个事儿，你们尚书大人在哪儿？大人在庭湖会客，吩咐了不许外人打扰。放心，我不是外人，我查他的人。庭湖怎么走？好，好，好，不愧是赵公子，此计甚妙。赵某只是看不惯这种仗着家世卖官上位之人罢了。师说，是林老亲手贴上去的。马说，我亲眼看到是林姑娘自己贴的，2篇风意相通，绝对出自同一人之手。只是赵公子，你真确定那2篇奇文出自连姑娘之手？我这小师妹素来不爱争名，第1篇老师替她贴，第2篇来不及通知，她自己贴上去的。而她最记恨的就是偷师盗名之流。林老这位孙女才华横溢，伪装男子夺状元，为的是替天下女子争口气。所以，只要传出这2篇文章都是江小白所作，家师必将他逐出师门，师妹当众明证。到那时，一个欺世盗名之人，陛下绝不会再让他担钦察要职。青楼一闹，江小白让满京学子闭了嘴，可学子一闭嘴，出问题的就成了他礼部，学子必须继续咬着他不放。话说，如今被有志之士封为圣座，盗着名头的罪，不是一般人担得起的。至少，他江小白绝对不行。买官窃闻欺世盗名，3顶帽子一压，就算陛下顾着侯府面试，心里也得厌了他。
大人，江世子过来了。陈大人不必在意，他如今也入了老师门下，算起来还是我的师弟。既然来了，见一见无妨。陈大人，聊什么呢？这么高兴，不会是想到什么计策准备整我吧？这人什么话都敢往外说。江小白，你来我尚书府做什么？我听说陈大人给安之源喂了毒，又让他去自首，所以我专程来探探虚实。哪有人上来就这么问的？这不明摆着让人否认吗？胡闹！你休要血口喷人！我陈占秋行事光明磊落，岂会做这等下作之事？再说了，你那状元不就是找他买的吗？行行行，你随便说，反正我不信。对了，这一直微笑的傻小子是谁啊？之前没见过。在下赵胜，算下来，应该是江世子的大师兄。大师兄，你也是连老的弟子，从小拜在连老门下20多年了。听闻师弟也入了门，往后咱们便是师兄弟。那不知赵师兄刚给陈大人献了什么计，让他笑得这么欢？说出来让我也听听，好不好使？师弟说笑，不过随便聊聊。唉，赵师兄，你不该聊啊。此话何意？礼部如今一团黑，你这时候跑来跟尚书喝茶，那我是不是也得怀疑你参与了科举舞弊？我未曾考取功名，而且买官的人好像是师弟你，而不是我吧？话是这么说，但本世子就是觉得你有问题，想查你呢。那江世子大可以查，我赵胜行得端坐得正，还怕你查不成？赵师兄这心态倒是不错。对了，还不知赵师兄如今在哪高就？高就谈不上，在一位大人那里做个幕僚，闲差而已。哦，你确实挺闲的，闲到能来尚书府喝茶，倒让我羡慕。就是不知是哪位大人，我也想去试试。也不是别人，长公主。长公主的幕僚，那这盘棋就不只是礼部这么简单了。原来赵师兄是长公主府上的人。我不过是做个幕僚而已，幕僚也是长公主府上的幕僚。陛下命我彻查礼部，你却出现在陈尚书府上，传出去，不怕给长公主惹麻烦？我只能代表自己，代表不了长公主。什么破茶，狗都不喝。江世子，若无别的事，请离开吧。有啊，我想在你尚书府四处走走。不行，你当我尚书府是什么地方？无凭无据也想四处走动？此物如同陛下亲临，怎么？咱们想在你尚书府里走走，也得先拿证据。带江世子在府中四处看看。江师弟，给你个忠告，我若是你，就好好当个世子。另外，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叫你江师弟了。哦，那我也最后一次叫你一声赵师兄。你们家大人对你倒是挺信赖啊。小人只是普通下人，真要说大人看重的，那是钱管家。只是什么？只是钱管家前几日外出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外出？不会被你家大人给弄死了吧？世子莫开这玩笑，小人承担不起。那是什么地方？世子，那里就是个废弃的院子，没什么好看的。世子大人，那里可不能过去。外出未归的钱管家，一座上了锁的废院，这是为何？那里是我家少爷的住处，
几年前练功走火入魔，失了心智，平日都锁在里边。难怪礼部尚书堂堂大员，府里从没提过儿女，原来是锁在这儿。世子若贸然进去，万一伤到你，可就不好了。世子大人，这里真的不能进啊！这下人的话信不过，但万一是真的呢？防着点儿，总没错。世子，这里确实不对劲，小心点儿。别说，这女人关键时刻倒还不错。别动！我这一指一定比你的手快。冒昧问一句，你这是什么手段？一阳指，一阳指，好名字，竟能破我护体刚力。差一点，这家伙手再中1分，我就得去见太奶了。不知兄台如何称呼？江小白。原来是江兄，在下陈坚。你方才说系天下奇招。降龙18掌，九阴白骨爪，弹指神通，黯然销魂掌，独孤九剑，吸星大法，乾坤大挪移，斗转星移，龙象般若功，我都有所借亮。一个都没听过，可这些名字一听就是武道绝学。江兄竟有如此造诣，佩服佩服啊！江兄，能否指点我一二？指点？我他娘的一招都不会。陈兄啊，不是我不想说，咱俩才初次见面，况且我方才说的那些可都是绝学，轻易外传多少不妥。如此绝学，若能随意说出，那反倒不叫绝学了。不过，谁让我和陈兄如此惺惺相惜呢？今日一见陈兄，便觉你我有缘，同为痴迷武道之人，这缘分，世俗的一切都得往后靠。我住镇北侯府，陈兄有空来我那一趟，坐下来好好交流一番。真的？我江小白说一不二，区区几门绝活，算得了什么？江兄高义，陈某今日识得江兄，三生有幸。对我来说，武道排第一，亲爹都得靠边站。这话要让侯爷听见，那画面不敢想。江兄所言有理，若心中被世俗亲情所困，又如何攀武道巅峰？从今天起，你我便是至交好友。江兄，你也是陈某的至交。这吊儿郎当的家伙，竟是在拉拢陈谦，拿他当突破口。降龙18掌，独孤9剑，这些名字他到底哪儿听来的？还是胡编的？陈兄，你这胳膊……些许小伤，敷点草药便好。对了，陈兄，没事多出来走走，一直闷在里边，对武道修炼可不好。咱武道讲究的就是一个天地自然。江兄说的有理，我记下了。江兄，真乃高人也。什么？他去那里做什么？陈大人的大公子，不是早就……走，一块去看看。儿子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快回去！不行，江兄说了，要多出来活动，这样对武道好。江兄，你说江小白他在骗你？不可能，他是我现在的至交好友。那我还是你亲爹呢！你，哼，不好使。你们这些世俗之人，只会影响我追求武道的进步。尚书大人，这江小白也不知用了什么法子，蛊惑了您儿子。那是我的亲儿子，却不听我的，听他江小白的。您若跟他置气，便算着了他的道。这种小伎俩，得用大勺逼迫。
长公主如今对江小白颇为欣赏，准备办文会，专门请他想拉拢此人。若他名声先臭了，这事儿就有意思了。哼，所以赵公子是怕有人抢了你这幕僚的位置。行，互惠互利的事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少爷，您可真厉害，竟能想到拉拢陈尚书的儿子，让他帮您查案，可就轻松多了。查案？不，陈坚满脑子都是武道，指望他打探消息，还不如指望陈造秋自己把证据写出来，贴在府门口。很简单，陈坚这人实力太强。没事，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万一哪天陈占秋被逼急了，让陈坚出手要我的命，我搞不好真交代出去。所以，我得先把他拉过来。世子，还是您想的周到。不是周到，是我这人怕死。这种人若在暗处偷袭我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人可能就没了。可听下人说，这人失了心，万一哪天发起癫来找您，这种人其实最单纯，越单纯越钻牛角尖，越钻牛角尖越极端。他对武道执念太深，想不通就做常人看不懂的事。但不可否认，这种人往往都是天才。他能压住杀意，不是寻常疯子。对付这种人，不能硬压，你越压他越烦。顺着他的执念走，他反而比谁都好说话。我给他一个方向，一个他觉得只有我能给的方向。少爷是想让他觉得您懂武道，还能带他往前走。至少在他心里，我不能是敌人。只要他不把我当敌人，陈振秋以后就算想让他弄死我，也没那么容易。少爷，高明。高明什么？本世子就是纯粹的怕死啊！别人怕死好歹说的冠冕堂皇，到他这儿倒是理直气壮。本世子向来诚实可靠，对吧，唐姑娘？少爷，那咱们现在回侯府？不，先去相府转一圈。你去相府做什么？去看看李姑娘。这2天没见，我怕她太想我了。世子，相府到了。下来吧。到了相府，不必这么紧张。你们这些下人有没有眼力劲儿？让路，让路！哼，又一个没眼力劲儿的，还不滚！给我干他！大胆！我乃长公主府上的公公，今日特来相府传长公主诏令。你是什么东西，也敢打我的人？本公子江小白。原来是江公子，小的卢峰是长公主近挑人。长公主的人就可以来相府撒野了？江公子，相府的下人而已，这算不得什么吧？哦，那对我来说，你应该也是下人吧？那本世子是不是也可以抽你？记住了，以后来相府客气点，这里是相府，不是你们长公府的后院。是，小的记住了。来，你不是来传诏令吗？本世子也想听听长公主故意让你演这么一出，到底是几个意思？小人不知道世子的意思。前脚我刚进相府，后脚这戏就来了，未免太巧了。李姑娘这反应确实有点不对。李姑娘，想我没？没有。你看，你又说谎了。卢公公，眼下人都到了，有什么事情就直说吧。李相，小人奉长公主殿下之意前来传诏，兰亭重开7日之后，长公主殿下于兰亭楼内邀京中名士、国子监学生各府才俊共论风雅，特邀李相由李姑娘前往。兰亭楼，什
什么来头？江公子，殿下还说您在青楼所挂的那4幅绝对，如今已经有人对出来了。对出来了？不仅对出，那人还留下一副上联。殿下说，江公子若有兴趣，7日之后可往兰亭共赏此联。那4联是我前世的名对绝对，这么短时间就有人对上，此人是大才。卢公公，对出4联之人是何人？殿下并未明说，只到7日之后，兰亭自见分晓。殿下说江公子才名初显，青楼一事压得满楼士子无话可说，若能赴会，定为文会增色。若是不去的话，怎么？我若不去，我刚刚打你那一巴掌，是不是还有什么说法？岳父大人，这兰亭楼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能重开兰亭楼的人，只有青山会的执笔人。青山会执笔人？原主的脑子里压根没这东西。这青山会是天下读书人心中一个极特殊的存在，不入朝堂，不受朝廷管辖，可天下士林少有人敢无视他们。不做官，却能压住整个士林。天下想得素儒之名，必须过青山会的考核，传世文章至少3篇，门下学生至少100名，当地士林还要有声望，满足这些才有资格被列入考核。当然也有特例，文章经世足以压服士林者，纵门下学生不多，也可入会。栾老便是特例之一。那执笔人呢？执笔人手中无官印，却能以一封青山帖召集当地士子，遇文争可裁断文章高低，遇士林不平可替天下读书人问一句公道。他们不是官，却比很多官更让士林看重。当年大化建国，背后便有青山会。第一大会主一篇止戈论，劝动天下士林归心。太祖请他入朝为相，他拒了。自那以后，青山会便一直游离在朝堂之外，不做官，不掌兵，不收税，可天下读书人依旧认他们。好家伙，这不就是士林认证体系？所以这兰亭楼一开，既是文会，也是一场考核。兰亭楼的门平日不开，只有执笔人到场方可重开，而每一次开启都是考核，考人，考文章，考一场文争。总之，兰亭楼一开，京城士林必定震动。不会也是冲我来的吧？这脸皮真够厚的。岳父大人，对出我青楼4联又留下一副上联的人，该不会就是青山会的人吧？魏儿当年被青山会特例邀请过，若他愿意，早就是执笔人了。可惜，被这丫头给拒了。李姑娘，这执笔人可不简单，你为什么拒绝？我觉得我还没那么好。他的聪慧我可是见识过的，这也叫不够好。行了，你们2人聊吧，我那边还有公务。天色尚早，你要不要去我那儿坐坐？啊，这多不好啊！哎，走呀！京城第一才女，真看上她了。李姑娘，你这画的该不会是我吧？当然不是。其实我也会作画，不过毛笔不行，炭倒是可以。李姑娘，画得好有没有奖励？江世子想要什么奖励？江公子，你怎么，李姑娘不敢吗？那也要看江公子画的如何。好，那你站着别动。好了，这么快？手生了，不然还能更快。来，看看如何？很好。只是很好，这评价多少有些敷衍啊。很好看。
那奖励呢？世子有一套啊！京城第一才女，竟然真对他动了心，真甜。不行不行，我得多画几幅，每天送你一张。那才不行！现在只许这一次。这画儿你想不想学？可以吗？当然，先看明暗，再看轮廓，把大样子抓住，一点点往里补。不是这么拿。来，跟着我走。好了。呀！李姑娘，我先走一步，有空再来看你。江小白，这个家伙真是够讨厌的。唐姑娘，别老这样看我，万一看上我可咋办？哼，放心，本姑娘绝对不会看上你。你，陛下让我贴身保护你，所以晚上我住你那儿。什么？你真要住在我这儿？你以为我想？你们侯府虽安全，可万一有人夜里来杀你，我不在身边，你怎么办？你在外间搭张床，另外礼部的案子尽快查清，你轻松，我也好早离开。大男人睡觉，外边做个随时能拔剑的姑娘，这谁睡得着？明霜啊，这段时间，小白的安全就劳烦你了。江伯夫妇放心，陛下有旨，我必护他周全。小白，人家是奉旨行事，你这段日子少给人家添麻烦。知道了。赵胜，长公主的幕僚，刑部那个总司叫赵宾钦，这俩姓赵的，该不会是一家？算了，越想越乱，慢慢来，总有一天理得清。昨晚没睡好，眼下都青了。想案子想的，我还以为你是看书看的。世子，刚有人送来一封请柬，说是给您的。看来我昨天那天眼盘100多步，把这位少房主给惊动了。去备马车。世子，今天不去镇营司。今天咱们再去天机坊走一圈，会一会这位藏在幕后的少府主。赵胜、赵冰厅、长公主、天机坊，这盘棋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好辣的妞，闭嘴！昨日就是他一指破了天机坊的玄鳞甲，2声炸响，玄鳞甲当场就裂了。究竟入宗的高手。江公子，常主事，你家少府主呢？已在10楼设宴，就等江世子了，请随我来。江世子，您那术算之法……哦，你们想学的话，可以告诉你们。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
这东西又不是什么隐秘，没什么好藏的。而且那些数算之法，也都是简单数算而已。简单？这种东西吧，我这还有更高深的，更高深的，当然还有更高深的。这哪是什么贵客，这分明是一座我们从未见过的宝库。这人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？江公子，请。这10楼平日只有少房主和几位大党智能上来。少房主，江世子来了。这位想必就是江世子吧？来，里边请。不是，一个男的长这么美作甚？哎，你们少府主呢？江世祖，这位便是我们少府主。原来这位就是少府主，幸会幸会。江世子，里边请。方才还在研究机关，莫兄请我来，不如开门见山，总不能只是请我吃顿饭吧？江公子的数算之法，我们天机府很感兴趣，想请江公子开个条件。那套简单的数算之法，可以免费让你们天机坊学去。江世子此言当真？自然当真。那只是最简单的东西，算不得什么。我这里还有更高深的数算之法。那不知江公子想要什么？股份。股份，意思就是从今日起，天机坊一半姓莫，一半姓江。江世子，您这胃口是不是太大了些？大吗？莫兄先别急，你们造机关可需要测长短、算角度、推力道。自然，机关之术离不开这些。那我问你，一座高塔你上不去也靠不近，只给你一根3尺木杆一段影子，一盏茶内你能算出塔有多高吗？若知木杆影长，再量高塔影长，或许可按比例推算。说的不错，这个简单。那如果这塔的影子落进水里，断了半截呢？水中影子断了，你量不到完整影长，但你能看到水中倒影的角度，这时候你怎么算？一根木杆，一个倒影，一个角，3点成面。只要知道这个角，知道木杆长度，便能推回去。这叫三角之法。半个天机坊换的就是这一道题。三角之法。莫兄，若有2只齿轮，一只37尺，一只53尺，2轮相咬，何时能重新回到最初的位置？这需要数算一番。那再加一只91尺的呢？91、37、53，三者同归之数。不用算了，这个数给你们半个月也未必算得出来。是178451。江世子，你是如何算出来的？莫兄，你们造一架连发机关弩，每射一箭要自动上弦不卡合，现在靠什么？靠机关时不断试，试到弩槽、弦力、齿轮全都契合为止。试多久？短则数月，长则数年。若我有法子，能提前算出弦力多大、弩槽多宽、齿轮如何搅合，让你们不用试几百次，只是10次，甚至3、5次。莫兄觉得这值不值半个天机坊？天机坊很厉害，可再厉害也还是在摸黑试错。你们现在是摸黑走路，而我能给你们点一盏灯。江公子，这事我一个人做不了主，我要召集几位大管事，还要上报房主。可以，我不急。不过莫兄最好快点，
合作不成，我自己打造一座天机坊，然后疯狂挖你们的能工巧匠。对我镇贝侯府来说，不难。江少子，你，开玩笑的，我这人懒散惯了，真让我打理还不乐意呢。但话我得放出来，不是？您可真不是京城传的那般。江公子稍等。少爷，您张口就要天机坊一半，人家能同意？天机坊想再精进一步，只有跟我合作。我那句挖人的话说是假的，可它也能是真的，这点那位少府主清楚。等着吧，不会太久的。莫兄，谈得如何了？那就祝咱们合作愉快吧。江世子知道我们会同意，你们好像也没别的选择吧？江公子，恭喜你，从今日起，您便是我们天机坊的共主。一套数算之法，换半座天机坊。共主，这个称呼不错，我很喜欢。这是我们天机坊的契书，江世子先过目。天机坊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，半座说给就给。写得挺细，事关重大，写不清楚，日后容易生风筝。以数算之法入天机坊，占半数收益，匠人可调，数算之法不得外传。行，我没意见。从今天起，天机坊真的多了一位共主。原本只想来见见这位少府主，一来二去，直接混成了共主，这买卖血赚。莫兄，今日高兴，痛饮一番如何？我不太会喝酒，怕是喝不了多少。无妨，点到为止，图个气氛。好酒，天机坊自酿的青竹酿，平日只有坊中长辈议事才取。今日世子成了共主，自然该用此酒。来，祝咱们合作愉快。一个大男人喝个酒还能喝出这种感觉，作孽啊！这位少府主总觉得有些不寻常。江世子，那个三角之法能不能先教教我？所谓三角，就是三条边三个角。假设这是一根木杆，这是影子，杆高影长日角，只要关系固定，高塔城墙山峰都能推。所以力两根杆影长不同，就能反推另一处不可测之高。莫兄脑子转得挺快。那若测远呢？隔着一条河，定2点，各侧一角，加一条已知边，剩下的便能推。若用在城防弩台上，甚至能提前推算射距。天机坊掌握此法，大型机关至少少走1半弯路。国子监那些不过是基础，这三角之法才是天机坊真正急需的东西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？等以后有机会，我再给你们讲点更有意思的。更有意思的还有，比如如何算圆，如何算曲线，如何正力的分散，又比如一个东西从高处落下，会落到哪里，也能算。这些都能算。此人绝不是外边传闻里那个只知吃喝玩乐的侯府世子。今日能与江世子合作，是天机坊之幸。客气什么？以后都是自己人。咦，莫兄，你好香啊！江世子说笑了，我平日喜欢侍弄花草机关，身上沾了些香气，倒也正常。少府主，您可不能再喝了。今日高兴，江公子，我们继续。我身上倒是有一套软甲，比玄鳞甲更轻，也更贴身。江公子若急用，可以先穿我这套。长陵，少房主，您的护甲可是……无妨，今日高兴，
送江公子了。送当然可以送，只是这里多不雅观。江少子，稍等片刻。江公子，我们少房主喝多了，已经在里边躺下睡着了。这就睡了？好东西啊，穿上完全不影响行动，替我多谢莫兄。少房主，江世子走了。把我的护甲送给江世子了？送，已经送了。少房主，那护甲可是房主亲手给您的，您就这么送出去，等酒醒了别后悔。不后悔。不后悔，那也得等酒醒了再说。这天机馆的青竹酿，清清冽冽的，后劲儿怎么这么大？你喝了不止10杯，晕也正常。你真没看出那位少房主的身份？啊？什么身份？没什么，看不出来算了。这软甲是宝贝，可莫兄一个大男人身上怎么这么香？清清淡淡的，总觉得哪儿不对。哼，这人聪明起来吓人，迟钝起来也离谱。少爷，咱们现在去哪儿？去相府，我有点事得问问岳父大人，这2个人到底有没有关系？李秉祥是丞相，最清楚。天亮了，他守了我一整夜。醒是醒了，还装睡。平日里那么聪明的人，装起睡来倒是有点笨了。不能趁人之危。哎，李姑娘啊，你说你这么好，我以后要真把你娶回家，该不会被京城那些才子用眼神活活瞪死吧？要不趁着四下无人，我偷偷亲你一口，反正也没人知道。李姑娘，昨晚辛苦你了。李姑娘，你好好睡会儿，我去找我岳父大人了。这个坏人真讨厌。昨晚辛苦你了，他听见了。唐姑娘，早啊！世子，你醒了？昨天可喝太多了。唐姑娘，我昨天喝多了，没做什么吧？哈哈，世子，您昨天喝多了可热闹了。您啊，昨天一个劲儿往人家唐姑娘怀里钻，我拦都拦不住，甚至我都怀疑您是不是故意装的呢？世子，这事儿我昨天已经告诉侯爷他们了。好你个江小白，给我站住！不是我说的，你要怪他啊！唐姑娘，真不怪我家世子，这事是我说的。
岳父大人，小白，我给你介绍，这位是樊星河，樊老。樊老是咱们国子监的祭酒，学界一把手。长得倒是俊朗不凡。李相，你何时多了这么个女婿？樊老，在下江小白，出身镇北侯府。哼，原来你就是那个江小白。李相，我还有些事，就不多留了。我根本不认识他，为什么一听我的名字反应这么大？名声差，陛下都认可的事，不至于让一个国子监祭酒当场变脸走人。不对，这里边肯定有别的事。樊老，来都来了，有什么事说清楚了才好。我刚刚好像啥也没说吧？您是不是对小白有什么误会？哼，误会！江小白这个名字，老夫可不是听一次两次了。镇北侯府满门忠烈，江家前2位公子一个比一个精彩愿意，可惜都没能从战场上活着回来。可你呢？流连沟塘，斗鸡遛鸟，整日不学无术，前不久还买了个状元。是有这么回事？哼，你倒是承认的痛快。还有，你在青楼挂的那4联对子倒是新奇，可就你这水平，那对子绝不是你能出的。不用解释，李相，你堂堂当朝丞相，端正持重，找的这女婿倒真让老夫意外。李相，老夫劝你尽快取消婚约，免得因为他脏了你自己的名声。不至于这么夸张吧？你女儿才名在外，心性又好，何必嫁这等人？传出去，外人会怎么看相府？樊老，这次兰亭重开，执笔人是您的高度，不知这回考核的是谁？长公主又请李相，又请李志威，还偏偏点名让我去，这门道一直看不清。哼，考核谁？李相，你是真不知道，还是假不知道？我是真不清楚。这次考核的不就是你这个好女婿吗？小白，樊老，这玩笑开不得。兰亭楼重开向来不是小事，怎么会落到小白身上？看来李相是真不知道，你这好女婿藏得可真深。樊老，您别卖关子了，把事情说清楚。就你这好女婿，欺世盗名，竟把国子监以在最有名的2篇文章按在了自己身上。哪2篇？诗说马说，就凭他一个纨绔写得出来吗？马说是我写的，可传出去这话我从没说过。樊老，这是您从哪儿听来的？哼，现在整个国子监人人都在传，连相府的青楼都有风声。知道文章是我写的人不多，连老、林沁柔、岳父、李知玉都不可能，是有人故意把这盆水泼到我身上。他江小白买状元，糟践镇北侯府名声，如今竟还盗窃别人文章，简直下作！笑什么？真是有什么样的主子，就有什么样的下人。好好的丫头，跟谁不好，偏偏跟着他。樊老，你要这么说，那我可得说2句了。怎么，你还想解释？是想说没这回事，还是想说这一切都是误会，还是想说国子监的传言全是有人污蔑你？我想说，这事儿是真的。李相，你女儿贵为天之娇女，什么样的夫婿找不到？怎么就偏偏找上了他？你一世英名，怕是都要毁在他手里。言尽于此，你好自为之。樊老，贤婿，那马说，也是我写的。你刚才那样是准备认了？认。为何？有人往你身上泼水，正该查清楚是谁在背后推动。新年回去多派人手散出去。在。就说诗说马说2篇文章都是我江小白写的，散得越广越好，
让京城人人都知道。少爷，真这么传？传。贤婿，你这是打算？后边那些人不是想整死我吗？那就看看，最后到底是谁整死谁。他们把这2篇文章按在我头上，以为是一把刀，逼我入局。可这刀本来就是我拿出来的，凭什么不能握在我自己手里？他们想让文芬审我，行啊，那我就主动入局，还要把这局闹得越大越好。那你可有怀疑的人？赵胜，岳父大人，赵胜您可认识？当然，蓝老门下入门最早的弟子，你叫他一声大师兄也不为过。后来被长公主招去府上做了幕僚，怎么，你见过他了？前日我去尚书府转了一圈，这赵胜就坐在陈真秋府上，2人聊得正欢。我怀疑传出这2篇文章是我所写的消息，就是他的主意。陈占秋想让我自身难保，好从礼部脱身。消息是陈占秋放的，可背后递刀的人是赵胜。赵胜是长公主的幕僚，若真是他，这事情该不会是长公主授意的吧？现在还不好说。以长公主的聪明，绝不会让自己府上的幕僚去做这种一查就查到他头上的事。但也不排除这是他故意让人看见的。这个人我看不透。对了，岳父大人，这赵胜和赵冰前可有什么关系？前段时间赵冰同派人在大街上对我行凶，这次赵胜又把师说马说的事往我身上扣，这2件事背后会不会是同一只手？这个我倒没听说过，不过我可以派人查赵胜和赵冰晴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。岳父，这次那位执笔人也是个年轻人，比你和职位稍大一些，本事嘛，青山会的人可不会随随便便推一个人出来做执笔人。那我先回去了。这2日好好准备，兰亭文会那边怕是不会太平。若真太平了，反倒没意思。去查赵胜和赵冰田有没有关系。是。父亲，维儿，你可来晚了，早一点还能见着小白呢。谁要见他？哈哈，好，不是来见他的，只是刚好走到这里，对吧？哎呀，父亲！兰亭楼重开，看着是文会，实则未必只是文会。你多看多听，有不对的和小白商议。哼，还说不是过来看小白的。眼光那么高的女儿，偏偏被京城名声最差的那个走进了心里。你还真穿上了。别说，这软甲贴身还挺舒服，穿上它感觉安全多了。软甲是不错，可正因为它是个宝贝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得给你要回去。不可能，莫兄一个大男人送出去的东西，怎么可能收回来？我的软甲呢？常管事，少房主，你醒了。我的软甲呢？就是我平日穿的那件。送人了。送人？送谁了？就江世子啊。昨天您喝多了，跟江世子聊得高兴，聊到玄灵甲，您说自己身上有件更轻更贴身的软甲。然后呢？然后您就要当场脱下来，亲手送给江世子。我拦着您，把您带回房间，一直劝，说那甲是房主亲手给您的，不能随便送。可您就是不听，脱下来还要往外冲，我实在拦不住，只能答应替您送出去，您才消停。那是我贴身穿的东西，让人多看一眼都不自在。
常管事，那软甲我能不能要回来？那毕竟是我的贴身之物。这怕是不妥吧？您刚送出去，转头就要回来，这多难看。其实也不是完全没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等玄灵甲做好，您用玄灵甲跟江世子换回来。江世子要的本就是护身之物，玄灵甲一成，他想来不会拒绝。我想想办法，若不行，也只能如此了。这酒以后只要江小白在场，我一口都不能碰。送，绝对不后悔。听说了吗？师说马说是江世子写的。什么买状元？那是江世子藏拙，人家诗文天下第一。赵公子不对劲，我只让人在学子间放话，这才几天，满城皆知，太快了。要么是江家自己传的，索性把这事做实；要么是同样不喜欢镇北侯府的人，顺手帮咱们传，对咱们不算坏事。可若真被坐实，那2篇文章成了他的东西，岂不是反帮了他？陈大人，你忘了一件事。什么？假的就是假的，传得再真，终归也还是假的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如此就挺好的。不管是镇北侯府的人传的，还是讨厌镇北侯府的人传的，都没有关系。不管是谁传的，都没关系。有的时候，人爬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兰亭楼重开在即，届时满城大人物到场，他江小白只要敢去，自有人出手，根本用不着咱们。若他不去呢？他会去。他被捧到这个位置，不去就等于认怂。那2篇文章也会成了他心虚的证据，所以他只能去。可万一林沁柔在兰亭楼上直接承认那2篇文章就是江小白所作呢？师说是兰老那边传出来的，马说又和林沁柔有关。他若当众认下，咱们这一番折腾，岂不是反倒成全了他？陈大人放心，此次兰亭楼重开是考核，不是看2篇文章就能定的。更何况我老师就是青山会的人，里边的规矩他一清二楚。我那师妹就算想偏袒江小白，也绝不可能这么做。此话当真？自然当真。兰亭楼既然重开，就得按规矩来。江小白若没真才实学，只靠2篇文章想在兰亭楼上站稳，那简直是痴人说梦。好，好，如此本官就放心了。等兰亭楼一过，江小白彻底一败涂地，到时候他影响不了你半分。我相信陛下也会免去他状元身份，昭告天下。那就让他传，传得越广越好。不行，本官还得再添一把火，让全京城都知道那2篇文章就是他江小白写的。流传的越广，他死得越快。等他从高处摔下来，才知道什么叫粉身碎骨。世子，外边那2篇文章的事儿彻底疯了，满大街都在传，还有说书人专门开讲，说您藏入多年，说您又背了经世文章，要在兰亭楼上展示。哦，好事儿，这份速算之法也送去天机坊。世子，外边突然全是您的好话，这里边会不会有诈？您要不别去兰亭楼了，免得中了他们的算计。去，我若不去，他们这戏可就唱不成了。你真有经世文章？经世文章，兰亭楼那种地方，你若被人当众压住，丢的可不止你一个人的脸，镇北侯府、相府都得被你连累。我脑子里塞的诗词文章太多了，随便拎一篇出来，够那帮才子怀疑人生。
我没催你的意思，可你1年查不清案子，我就得在你身边守1年。我想去军中，想上真正的战场。你就这么想参军？是。那你也算当代花木兰了。花木兰？那是谁？故事里的人，边关征兵，家中无长兄，父亲年迈，他不忍老父再赴战场，女扮男装，替父出征。他在军中多年，同吃同住，却从未暴露。万里赴戎机，关山度若飞。花木兰攻城之后，不求高官厚禄，只愿归家，换回女儿衣裳。孝顺顾家，爱国忠勇，攻城还能淡泊名利，她真是我们女子的楷模。这故事，你从哪儿听来的？忘了小时候听的，记不清了。那你这里还有别的故事吗？故事多着呢，要不给你讲讲《红楼梦》。贾府的繁华，那块玉，林黛玉进府，大宅门里看似热闹，实则处处藏着规矩。他寄人篱下，为何不直接说自己不喜欢？这大宅门里说错一句话，都可能被人记一辈子。这深宅大院里的刀，从来都藏在看不见的地方。今日先讲到这儿吧，唐姑娘，天都黑了。我只是觉得这故事还算有趣。看出来了，这天天想上战场的人，竟也听故事听进去了。谁？唐姑娘，大晚上的，你站我床边做什么？《红楼梦》，那个我还想听。吃饭呢，现在可不讲了。让小白备车。昨晚讲红楼讲到天亮，他精神抖擞，我半条命没了。兄台，冒昧问一句，这是做什么的？兰亭楼的入楼考核。入楼考核？7天前就开始了，一共3题。答对1题，明日重开可入楼；答对2题，入楼有座位。若3题全对，便能参加明日兰亭的正式考核。原来还有这种规矩。京城连带周边的学子全赶来了，可7日下来，能答出1题的只占30%，能答出2题的少就少。至于3题全对，到现在也没几个。还没进门，就先拦了一批人。世子，明日您本就是备考的贵客，直接进去便是，何必掺和这个？咱们去别处走走。既然来了，那我也考核下试试吧。反正闲着，就全当玩玩吧。玩玩？小子，这考核有多难，你怕是不知道吧？还玩玩？你当这里是过家家呢？过家家倒不至于，你们2人先在此等着。抽3题，防作弊。运气好，3题都简单；运气不好，3题都难。不管难易，答对1题，明日便可入楼。哼，你可真不走运，这是青山会一位阁老关景所出的对子，这些年能对上的屈指可数。山横古岸，岸上岸闲安素心。停！同音相扣，一水一山，一亭一岸，意境全对上了。你是我见过答这题答得最工整的一个。第2题，字谜。这谜被抽中过30多次，答上来的只有1人。你可以慢慢想。兄弟，
这第3题7天内还没一个人答出来，想不出放弃就好。第3题是已经出了。题从你嘴里出来，言从口出，你又代表一个人，人言为信。厉害，能这么快答对3题的，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。伸出左手，此印青山会独家染料所制，3天不褪色。凭此印入兰亭楼，也可参与兰亭考核。不褪色的章，这不就是前世的猪肉章吗？哼，玩这么一会儿就结束了，1题没答出来吧？敢问兄台，尊姓大名？江小白。江小白？那个江小白？少爷，我刚还以为您1题没答对，结果您3题全对。买状元查礼部，他这水平好像根本不需要买。唐姑娘一直盯着我，我脸上有花？只是觉得你这人藏得挺深。我这人向来坦诚。少爷，咱们现在去哪儿？街上找个茶楼酒楼坐坐。听兰楼，名字倒是不错。公子，2楼请。客官抱歉，这3楼可不能直接上。有规矩。3楼是文人雅集之地，想上去得留一首诗，入了楼中先生的眼才行。当然，若有兰亭楼凭证，也可上3楼。这个吗？假字，公子，小人眼拙，凭着假字，您骑着3楼，4楼也可上。4楼也能上？听说了吗？明日兰亭楼那江小白也会去。实说马说，若真出自他手，明日可有的看了。客官不如就留3楼，这里的茶客多是明日要去兰亭楼的人，想听消息正合适。 4楼呢？4楼现在就1桌客人，人太少，客官上去多少有些无聊。持假字才可上4楼，要求比3楼还高。人少，可坐在那儿的怕都不简单。我能上4楼看一眼吧？当然能，只是4楼不许带人，这也是为了保上边客人的安全。能让茶楼特意护着安全的客人。你们留在此地，我上去看一眼。楼上那1桌客人究竟是谁？你们这4楼安全吧？3楼这么挤，偏偏4楼冷清的吓人。这儿要有埋伏，我家世子岂不是自己送上门？客官放心，我们听兰楼有武道高手坐镇，4楼更是楼主常居之地，寻常人根本上不去。那今日4楼的客人是你们楼主？不是，那位是带着我们楼主令牌上去的，身份神秘得很，连小人也不知道是谁。这般容色，看一眼便让人失神。难得有人能上来，朋友若不介意，坐一块如何？假，看来朋友的文采底蕴不俗啊。2位也是假？我可不是，我是这观兰楼的老板。这位算是我的朋友，他也不是假。我还以为能上这4楼的都是假。假字牌自然能上，但也有别的法子。不知朋友是从哪座城赶来的学子？兰亭楼重开，这几日周边城里来了不少生面孔，你这张脸我瞧着眼生。我就京城本地的。你京城人士，那是哪家府上的？
镇北侯府，江小白。你就是江小白？能拿到甲，看来你确实有些东西。在下柳民楼。那这位姑娘是？这般清贵的女子，为何一句话都不肯说？哦，她是个哑巴。这茶不错，清淡回甘，爽口。这姑娘长得这么绝，可惜又聋又哑。不过这种也挺好，事儿少，想吵架都吵不起来。江世子，外边都在传诗说马说是你所作，此事到底是真是假？我说是我写的，没人信，那就不是我写的；我说不是我写的，可所有人都认定是我写的，那就是我写的。那若明日兰亭楼上被当众拆穿，你该当如何？担心也没用，结局如何早有定数。文章自会开口，想知道答案，明天去兰亭楼便是。也好，来继续喝茶。这茶确实不错，往外卖吗？江公子喜欢，走时给你带2两。那感情好，白拿的东西我一般都喜欢。是冲他来的。一根竹筷当暗器，这老板是高手。你们2个快走，跟我走。还好有茉莉给的软甲。一个聋哑弱女子，怎么会有这样的身手？这救人是真费命啊！麻烦了，再不救人就没了。醒醒！喂，别真死了！算了，说了也白说。得罪了啊！这辈子第一次给人急救，偏偏对方还美得不像话。可救命要紧。活了。你多幸运，还好我懂点急救，不然你早没命了。不是，你别这样看我。他听不见啊。算了，解释不通，反正我是你的救命恩人。这里，人在这里。走。江世子，你的船马上就到，我这边先走一步了。啊，不是，这女人就是这么对待救命恩人的，好歹让我上个船啊！长公主，你没事吧？长公主被他救了。刚刚那些人是什么来路？正在调查。观澜楼4楼被人直接杀上来。柳官郎，你这楼倒真让我长见识。是我失职，请长公主责罚。不管是谁，查出来，杀无赦。是。公主，那江世子好像根本没认出你来。我和他碰过2次，他只听过我声音。青楼4楼，我看得见他，他看不见我。难怪他真把您当成聋哑人了。怪不得刚才不让他带江小白上船，怪不得那隐身快能杀人。这江小白你第一次见吧？
你觉得他如何？为人有趣，说话看似随意，却不是毫无章法。能拿到甲字牌，确实有才华，和传闻中那个纨绔完全不同，倒有几分江家二世子的风。我说是我写的，没人信，那就不是；我说不是我写的，所有人都认定是，那就是。这次兰亭楼重开，是有人在背后助推波澜。我听说您下了口谕，让他去兰亭楼。我只是助推一下，刚好看看这江家小世子有没有真本事，比不比得上他那2位哥哥，明日就清楚了。上岸后，先送我回宫，我要找太医问点事情。是。少爷，你没事吧？你受伤了？小伤。少爷，那些黑衣人训练有素，出手极狠，根本不是普通刺客，竟派这么多人来暗杀您。不，这些人不是冲我来的。世子，刚才那些黑衣人不是冲您来的？不是，是奔着那个和我一起落水的姑娘去的。那姑娘什么来头，能引来这么大排场的刺杀？那些黑衣人个顶个的高手，连我都差点招架不住。不清楚，那姑娘又聋又哑，问也问不出来。又聋又哑？那老板亲口说的。我在岸上比划半天，想解释救他的事儿，他一点没懂。想知道身份，只能去问那老板。可那老板猴精猴精的，怕是难。一个聋哑之人，怎么会招来这么多高手暗杀？柳观澜过来时神情紧张，那些黑衣人个个是高手。这京城的水，越看越深。回府，顺便给唐姑娘包扎一下。不用。用。你现在跟着我出了事，陛下要找我麻烦，你唐叔叔那边也不会放你。来，我帮你涂。我这人别的优点没有，就是特别细心。我自己来。小白，有没有伤到？娘，我没事。我听张新年说了，那赣兰楼本就不简单。那不就是个茶楼吗？哼，那里白天是茶楼，到了晚上便是江湖人的问刀楼。问刀楼？江湖人谈买卖、传消息、定恩怨，都在那里碰头。能和柳观澜坐一起的人，身份差不到哪里去。张新年一直在军中，不了解那地方，才不小心把你带了进去。管他们什么人，以后这种地方少去。娘，我就是去看看兰亭楼，谁知道喝个茶都能碰上刺客。我听说你明日还要去兰亭楼，早点休息。明日好好加油。别熬着，早些歇下。这老爹分明有话要说，为什么又咽了回去？老爷，你怎么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？没事。咦，你肩膀那边怎么没上药？够不着吧？要不我帮你？不用，自己愈合就好。倔驴。那位置他自己够不着，不上药感染了更麻烦。你别动，我说故事，你听就好。白天还说是小伤，硬撑的，现如会有丝毫无闻。疼就忍一下。不疼，你继续讲故事。好了，保准以后不留疤。
以后受伤就说，别动不动小伤小伤。你是人，不是铁打的。《红楼梦》继续讲会，我想听。合着这女人最惦记的还是故事。伤口还疼不疼？已经不疼了。咦，唐姑娘，你脸红了？去你的！走，去兰亭楼。今天咱们好好热闹热闹。对方精心搭了这么久的戏台，我这主角不去唱一曲，说不过去啊。侯爷，您昨晚和世子开口没？没，我这当爹的张口跟儿子借钱，总觉得不是滋味儿。侯爷，世子如今握着天机楼一半期权，北境军饷本就吃紧，兵甲要修，粮草要补，朝廷的银子层层克扣，真到咱们手里根本不够。再熬下去，地下兄弟又要苦了。等兰亭楼的事了了，我再和他谈谈吧。这小子变化越来越大，如今反倒是我这当爹的越来越难为情了。市井烟火里夹着文气，这地方倒是真热闹。你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，也懂烟火气？这和金钥匙无关，是认知。哼，你现在还是多操心你的考核吧，现在放弃还来得及。放弃这2个字，他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。反正我名声本就不好，就算出事，也大不了更脏一些。换成旁人，早坐立不安了。这家伙倒看得开。你们2个不要命了！马夫大哥，我们要去兰亭楼，能不能带一场，给你点赏银？你才是马夫，你全家都是马夫。这街挺长的，新年带他们一路吧。多谢多谢。兰亭楼考核放宽了时辰，二位何必这般心急啊？兄台有所不知，贡院的杜重来了。杜重，此人是谁？杜重15岁便写出一篇《寒门论》，句字扎心。寒门学子看了都说，写尽了他们心中的苦。他还写的一手好故事，那本《白衣客传》，我等追了许久。我俩这不是着急去找他要个签名吗？去晚了就要不成了。签名？这古代也有追星？跑得跟逃命一样，就为一个签名？马夫大哥，你不懂。杜重如今可不是随便能见的人，今日人多，晚了连靠近都靠近不了。他极少给人留字。杜重出身贡院，我听说杜重已得了假印，今日也要参加考核，而且青山会那位执笔人对他颇为欣赏。今日这兰亭楼怕是热闹的吃浆啊！今日兰亭楼看似文会，实则已被推成一场大戏，而我正是最显眼的靶子。哼，那江小白肚子里能有多少东西？这状元多半是买来的。那2篇经世文章，我看根本不是他写的，多半是威胁了真正的作者，阴暗在自己头上。原来如此，听着确实挺像。对了，兄台是京城本地日吧？可听说过这江小白更多的内情？没有，我这人出门少，外头传的事知道的不多。现在外边传的太乱，有人说他藏弱多年，有人说他欺世冒名，我看后者更像。听着确实挺像。还传李知微看上了江小白，你说可能吗？绝不可能，才貌双绝，出身相府，怎会看上一个入赘的？2人云泥之别。你不生气？
生什么气？他们又不知道说的就是我。世子到了，前面人太多，马车过不去，得走过去了。多谢兄台一程，今日若非兄台带路，我二人怕是要误了文会。无妨。对了，聊了一路，还未请教兄台大名。哦，江小白。哎，兄台，这玩笑多少有点吓人了。是啊，这种玩笑可不行乱开。别开玩笑，我真是江小白。江世子这边。少爷，是李姑娘他们。二位，咱们有机会再聊。不是，他真是江小白，姓江，还是世子。整个京城能这么叫的江家，完了，咱们刚才是不是当着他的面把他自己骂了一路？何止是多？江世子，您可算来了，我们小姐一直在这等您呢。小姨，别乱说，我哪有？对了，怎么就你们？我那位岳父大人呢？父亲已经进去了，正与几位好友相聊。我爷爷也提前进去了。乡长大儒都提前进去了，这兰亭楼重开，怕是就等着我一个人吧。执笔人是谁不知道，但背后那位一定会让所有人等到我来，因为他不来，那些冲他来的事就无法展开。李姑娘、栾姑娘，多日不见，近来可好？那是杜重，《白衣客传》的作者杜大人。杜大人，今日在外，不必称大人。这是我《白衣客传》最新册，亲笔签名，送给二位姑娘。多谢杜大人，这书我不要，我也不需要。亲笔签名，他们竟然拒了！别人不要剩下的，我更不要。我对故事不感兴趣，除了花木兰和《红楼梦》。看来三位都不喜欢我的故事，倒是我唐突了。咦，这位兄台，该不会就是新科状元江公子吧？是我。久仰，我一直听闻诗说马说两篇本是莲姑娘所作，最后被江公子夺了过去。不过今日见了江世子这一身文气，我倒信了，那两篇文章或许真出自世子之手。杜大人，这两本书他们都不要，送我吧，我刚好需要。江公子喜欢，那便送你。新年咱家侯府茅厕里没纸了，把这个填进去吧。好嘞，世子，那用完了怎么办？用完了继续找杜大人要。杜大人这般大方，应该可以吧？哼，既然送了世子，世子随意便是。哼。江世子，哪有你这样气人的？此人不会是朋友，他针对我，我自然不必客气。今日故意针对我的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我绝不留情。别人给我一脚，还想我笑脸相迎，抱歉，我只会还他10脚，管你是谁。江世子，我爷爷让我提醒你，今日兰亭楼不太平，怀疑你的人很多，不想让你爬上去的人更多，想看你笑话的最多。这我知道，有人想推我上去，有人想让我摔下来。你不来，我爷爷也不觉得有什么，想证明自己，不见得非要是今天。我觉得今天更适合。那你打算怎么应对？很简单，顺势而为。顺势而为可以，但要撑起这4个字，得有相当强的底蕴。看样子江世子很有自信。那可不是一般的自信，背后5000年的底蕴撑着，谁来我都硬气。这次入楼获甲的，据说有13位，其中5位用时极短。我听说回答最快那位一盏查不到，3道极难的题全解。
你自己小心点。我记得我回答的也很快，只是当时没算时间。世子，我算了，我感觉我喘了大概16口气，您就回来了。16口气，你这算哪门子时间？16口气，那连一盏茶都不到，甚至短得多。咦，你真的去考了？昨日闲着无聊，就去试了试。兰亭楼入楼3题，多少学子绞尽脑汁答不出一道，到他这儿成了闲着无聊。若你这位江乱令没算错，那你怕真是回答最快的那个。当，各位学子按前后顺序依次入楼，有甲者可率先进。走吧，咱们也过去。长公主，你是不是在找江世子呢？那就是吗？谁说本宫找他了？少爷，这楼修的真不一般。把获奖的人摆出来给所有人看，有点意思。江公子，这里是考核为甲之人所坐之处，你不就是甲字吗？本公子也有。他就是那买状元的江小白，背靠家世，要风得风啊！没想到这甲字竟也能搞来。你这书生找揍是吧？退下。莽夫，莽夫，没有我镇北侯府的80万莽夫，你拿什么在这里叫唤？不莽，怎么上阵杀敌？用你们手里那几本书去杀敌吗？还读书？我看你们一个个的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另外，这甲字，你们不会以为是随便考考才拿到的吧？怎么，我连脑子都没动，好像就全对了呢？这话我倒觉得没毛病。一共13人获奖，去了我还有12个，全上才够看。见过三皇子殿下。我等见过三皇子。江子，见到三皇子殿下，还不快过来行礼？这里又不是皇宫大殿，况且三皇子穿的是儒袍，说明他今日是以学子身份而来。既然都是学子，那就是平等身份。既如此，我为何还要专程行礼？这兰亭楼是文会之地，倒是好大的威风啊！随口一句被当枪使，这心挺难成大器。世子，您果然稳如老狗啊！稳如老狗，这家伙到底会不会夸人？立足士林，光有才华不够，还得有胆。这小子倒是兼具了。李相，这次兰亭楼重开，可是冲着你未来女婿来的，对这女婿可有信心？信心自然有，我这女婿应该能给大家一个惊喜。惊喜，到最后可别是惊吓才好。世子，那2个人您认识？一个榜野郭瞻，一个探花钟玉。难怪眼神这么冲。正常，我若是他们，看我自己也不爽。买来的状元还被陛下钦点查科场案，换谁心里都不得劲儿。今日坐这儿的没一个简单角色，你得小心点。不是我要小心，是他们要小心一点。这小子不对劲，竟然坐进了甲字区。赵公子，他怎么会坐在甲字区？确实意外，不过谁知道他这甲字是不是靠关系拿来的呢？镇北侯府相府撑腰，弄个甲字出来也不是没可能。若这甲字也是靠关系，那今日岂不更有意思了？这江小白倒还真敢来呀！明明被那么多人围着，却总能轻飘飘反压住所有人。
这个人有趣。青山会执笔人到。京城兰亭久未重开，今日重开，只因2篇文章出世，诗说、马说。此2文已在士林学子间彻底传开，而我奉阁老之命入京，既考文章，也考人。不知这2篇文章的作者可否到场，又能否现身一见呢？这儿呢，这儿呢。买来的状元，要当着满京文人、士林前辈、皇室贵人的面，认下这2篇文章了。你就是镇北侯府的江小白？正是。买状元纨绔。江世子不介意的话，请上来说话。郑主上，看他怎么说。诗说、马说2篇我都看了，惊为天人，流传百世也不稀奇。如今京城都传这2篇文章是江公子所著，此事是否属实？哦，不属实。真不是你写的？我上来就是告诉各位，这2篇文章和我江小白没有半点关系。啊，那外面传的岂不是假的？至于是谁写的，林老和林姑娘应该最清楚。这小子倒聪明，知道现在舍明比后边来的更好。连老，这2篇文章究竟出自何人之手？那2篇文章等考核后再说。人就在他们13人当中。既然如此，直接开始考核。接下来我出题，由你们13人作答。且慢，江世子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既然写那2篇之文章的人就在我们其中，我觉得不如换一种方式考核。换一种方式，具体什么方式？很简单，守擂，1人比12人，守擂的只要输给其中1个就下去，守到最后，今日第1名。1个人压12个，只要输1个就算败。这不是考题，这是把人放火上烤。也好，就依你。只是谁先守擂？我觉得只要不选我，别人都行。毕竟我一上去可就下不来了。主意是你出的，看你这么自信，不如你先守擂。我出这主意，本意是给你们出头的机会啊。三皇子，我第2个上也不迟。原来三皇子喜欢后发制人啊。郭瞻，你可是本次新科榜眼，上去打个样。我再等等。钟玉，你是探花，你来。你还是本次新科状元呢，你来才是。我这状元是买的，反正我前后。我本想给你们展示才华上的机会，可惜你们都不要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来吧。我可事先告知，我这一坐就下不去了。你们确定没人上来？唉，舒坦。从现在起，你们12个有1个算1个，你们赢了算我输。有趣，这人真有趣。狂妄！江世子既要守擂，那我便出题了。来，出题吧。不过劳烦执笔人出简单一点。为何？哎，本世子心善，我实在不想让他们12人
输得太难看了。想让题简单点，他是怕自己输得太难看吧？这是给自己留面子呢。这江小白果然只会嘴上逞强。江公子，题目不会因任何人而变。青山会的这半联悬在会内多年，工整绝妙。上联：兰亭兰厅，兰映兰亭，亭中亭兰天兰韵。这上联既靠兰亭又借湖水之兰，此音回环，稍有不慎，下联就散了。这题确实简单了一些，所以先让他们作答吧，免得我答了，他们有压力，反而答不上来。这也太狂了吧！分明是想给自己多争取时间。既有想法，说便是，何必在此故作姿态？江世子若真对出来了，那便说你答了，我们照样答得出来，是吗？那行吧。上联：兰亭兰厅，兰映兰亭，亭中亭兰天兰韵。我对下联：书生书生生压书生，生来圣书写书魂。书生书生生压书生，这不是在说你们这些书生声音再大，终究也要输吗？这半联工整绝妙，还带着反压之势，这家伙真有点东西。好一个书生书生！透题了，可青山会执笔人亲自出题，不可能透题啊！竹管驻竹，竹摇管影，影里引隐引竹声。第一题，江世子获胜。啊，我随便对的而已，这就赢了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他们怕我第一题出丑，所以故意让我的。我说的对吧？狗东西，真是个狗东西！来，第二题。第二题仍是联对，此联乃一位阁老为今日考核专门所出。诗说说诗，诗成何处？处处遗声问真伪。马说说马，马欲伯乐，乐中识古辨咸鱼。这对子不错，可上联是处处，你却是乐中，少了叠字这一环，还是差了。哦，是，那我再对一个。笔来立笔，笔压群生，生生闭口认输赢。第二题，江世子获胜。啊，我又赢了。这样吧，下次我一定最后说，你们先来。上联：寒门寒士寒窗苦，苦读10年，谁识千里马？金榜金名金殿高，高居一日，我为万世师。哎呀，嘴一多路，太快了，这个我收回，你们先来。江小白，你欺人太甚！这就欺人了，也罢。那我借这题也出一联。寒门问马，马在风尘谁作证？来，你对。金榜题名，名压兰亭我为魁。今日这魁首，本世子拿定了。别说你们12个，就算全楼学子加起来，我江小白也不怂。我把话放这儿，除了他们12人，在场任何一人，我说的是任何一人，谁能比我高一筹，我便下了这擂主之位。新年，你家世子渴了，上茶。得嘞。唐宁霜竟主动给我倒茶，稀罕事儿。
一人压12个甲等，他刚才还放话，满楼学子随便上。赵公子，你可还有针对他的计谋？我竟没想到，这江小白如此有才。谁说我这女婿是买来的状元？今日过后，看谁还敢这么说。这人可不比他大哥二弟差，某些方面还要更高一筹。来，继续。诗联到此结束，接下来以诗论道，以风花雪月为题，作诗4首。连队我们没底，可做事能思考，能铺陈，能靠意境压人。这次必将他拿下。寒门小院野花开，未入朱楼半寸台。不愿春风偏富贵，只怜香气少人来。不是，这家伙不会是睡着了吧？江公子，江公子，该你了。不好意思，我睡着了。怎么，他们都做完了？满楼呕心沥血做了48首诗，他睡了一觉。12人的诗都做完了，江世子，该你了。对了，这次是什么题目来着？风花雪月连作4首，江公子请。怎么，江公子觉得难了？不，是我想法太多，一时不知道选哪一首。5000年底蕴，千古永风名士太多，确实得挑一挑。以风为题，解落3秋叶，能开2月花。过江千尺浪，入竹万竿斜。这诗里没有一个风字，可句句都是风。解作3秋叶，这风有形了。以花为题，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无人时，也有暗香来，好像他。以雪为题，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这不是写雪，是把孤寒写尽了。我刚才那首乐，被风一吹就散了。风花雪有了，这乐自然也不能唱。以月为题，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？高处不胜寒，这5个字，他好像比旁人更懂。转朱阁，低绮雾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？这小子今日是真要把兰亭楼给掀了！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我怎么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？这哪是写乐啊，这是把整个人间都写进去了。这首词若传回青山会，不是整个天下士林都要震上一震。明月照，今夕是何年？高处不胜寒，转不应有恨，何时长向别时圆？这家伙居然还会作曲子！少爷这本事，莫不是天天逛窑子逛出来的？
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唱得不好听，各位多多担待。这事只能天上有啊！江公子，再唱一遍。江世子，我要给你生孩子，生10个。我给你生100个。子期，皇兄，我能不能请父皇，让他做驸马？胡闹！公主金玉之躯，他岂配得上？这一题，江世子获胜。又是我赢了吗？哎，我就便随手做了4首而已。江世子冒昧问一句，那2篇诗说马说，到底是不是你写的？那2篇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，你们千万别往我身上按。越是这样，越让人心里生疑。等所有人都觉得除他没别人时，才是真正落点。接下来第4题。世子，这次看样子要写字了。第4题写文章，无题，诸位尽情发挥。无题比有题更难，方向选错，文章再好也落下乘。诗词你赢得漂亮，可文章要有胸中丘壑，不是1、2句经验就能压人的。世子，您咋还不动笔呀？兰亭集序，不行，后文生死感叹压不住场。今日要的是压住士林，是让读书人的胸怀往上拔一拔，这不正合适吗？有了。江小白怎么还不写？不会是文章这一道漏底子了吧？江小白呀，江小白，前面再惊艳，到了文章这里，也终究要露出底子。这人是真不写。江世子，你还不写吗？再不写，可就没时间了。不写。不写，这是放弃了。文章一道是这样。前边确实惊艳，但现在看来也到头了。我不许你这样说他。先前风花雪月，他睡着了，我以为他狗屁不是，结果一醒来就放个大招，这谁扛得住？文章和诗对子不一样，他写便是写了，没写那就是真没写。好了，时间到此结束，将所有文章收上来。接下来，我将为所有文章……等等，我的文章还没收呢。他竟然交了白纸，白纸有什么好交的？江世子，你这空白卷交上来意义何在？先读他们的吧，我最后再解释。能写出诗说马说的人，文章底子绝不差。他交白纸是故意的。第1篇，杜重《诗子论》，以文章立身，以气节立命。好文章，不愧是写过《寒门论》的人。第2篇，郭瞻《登楼策》。第3篇，钟毓《轻声赋》。第12篇，三皇子《文道策》。文道策有格局，不愧是孟首府的弟子。装，接着装，等读到白纸，看你还怎么装。江世子，你这空白卷我实在无从读起，你要不要先解释一下？无题嘛，自然也就无字。
完了，我家世子又要搞事情了。无题，无字。我说无题是让诸位随意发挥，可不是真的没有题目啊。此题不写，边做边读，方为上乘。边做边读，文章又不是诗词，哪能张口便来？这江小白，怕是文章当对子了吧？那就请江上子边做边读一个。边做边读，不知能否达到诗说马说的高度。这里有寒门世子，有朝堂重臣，有皇子公主，这文章不能只写风景，该写读书人的心。与官夫兰亭之盛，衔远山吞长湖，浩浩汤汤横无极呀，朝晖夕阴气象万千。若夫阴风怒号浊浪盘空，日星隐耀山岳前行，薄暮冥冥虎啸湾啼，登四楼也，则有去国怀乡，忧谗畏讥，满目萧然，感极而悲者矣。离家读书，入京赶考，说的不就是我们？这几句，竟比我世子论写寒门苦还要更沉，更准。至若春和景明，波澜不惊；上下天光，一碧万顷。渔歌互答，此乐何极？好一个浮光跃金，静影沉璧。嗟乎！予尝求古仁人之心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好，太他娘的好了！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，退亦忧，然则何时而乐也？其必曰：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夫乎？读书若心中只剩一己荣辱，那这书便读窄了。他这一句，把读书人的心拔到了天下。他竟能写出这么一篇经世文章。一，微斯人，无谁与归。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这文章还用笔吗？我写的也是楼，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，我连笔的念头都生不出来。这是人能做出来的东西。我这篇像是蹲在一口井里，抬头看天，他已经站在楼上看天下了。岳阳楼记压一座石林也够了。第5题，江世子获胜。看到了吧，我家江世子厉害吧？此文一出，江世子怕是真要名动士林了。今日题选到此结束，魁首。且慢。这文章虽没传出来过，可谁知道是不是早就做好藏在身上的？再说了，这文章当真是出自江世子之手吗？如今外界都传诗说马说乃江世子所作，可也有人说江世子欺世盗名。既然能盗2篇，自然也能盗第3篇。这帮人是真不让我安生啊！诗说上半篇、下半篇都是江世子亲手交到老夫手上的，何来欺世盗名？马说也是江公子当着我的面所作，我惜其才亲手贴在国子监内。连老都亲口作证了，你这狗东西还硬挑刺，滚犊子！好，既然江公子如此有才，那就现场再做一篇文章。人家边做边读一篇，你没看见？有本事你做一篇。江世子，
此等挑衅不必理会，我青山会自会为您明正。不必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再道一篇，让他看看好了。嘿，公子，您这是要把道明坐实啊？人家都这么说了，本公子总得配合一下。那便请江公子应题。我既是道的，自然不能听你的。题目如何，得听我自己的。各位听好了，此篇《爱莲说》。又以莲立意，刚写完经世一篇，这是自找比较啊。水陆草木之花，可爱者甚蕃。古贤多爱菊，士之富贵多爱牡丹。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冽而不妖。这哪是写莲，这是写他自己啊！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。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好一个亭亭净植，好一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这哪是纨绔，分明是一只被污泥遮住却清白不染的莲。予谓菊，花之隐匿者也；牡丹，花之富贵者也；莲，花之君子者也。一，菊之爱，古后鲜有闻；莲之爱，同予者何人？牡丹之爱，宜乎众也。不知我道的这篇爱莲术，你可还满意？江世子，我知道他，这小子叫范闲，青云学院的。范闲，这名字起的有点意思。哎，你是没话说了，但抱歉，本世子现在突然灵感大发。本世子还要继续道文章。刚一篇《岳阳楼记》，又一篇《爱莲说》，还不够，他竟然还要来！诸位且听，下一篇《陋室铭》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勋。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。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无丝竹之乱耳，无案牍之劳形。陋室不陋，人心若明。古贤云：何陋之有？我家世子这是傻疯了，一篇接一篇都不带停的。好一个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我竟对如此大才之人甩过脸子。不好意思，本世子又道了一篇，够不够？不够的话，本世子还可以继续道。说好的不学无术呢？这狗东西连放大招，谁受得了？长公主，此人……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此人确有大才，但越是大才，越不好掌控。那长公主准备放弃了？放弃了，着实可惜。想想办法吧。连队我认，诗词我也认，文章好我也认了，但你在故事方面总不太像了吧？红楼一出，必惊倒满楼。诗曰：混沌未分天地乱，茫茫渺渺无人见。且听第一回，灵猴出世。未时就该出结果了，都快申时了，里边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从午时到现在，安安静静的，不会都从后门溜了吧？后门是湖。好了，各位，天色已晚，今日就讲到这儿吧。我一天没吃东西了，你们不饿吗？不饿。不是，你们不饿，我饿。江世子，求求你，那猴子被压在山下，后来到底怎么样了？你不讲，我今晚睡不着啊！江世子，我叫你一峰。那猴子写的太有灵气了，连天上的仙人都被他写得如此之神。说的心服口服，可这故事，我竟然还想继续听。
文章诗词对子被压下去也就罢了，连我最擅长的故事也要被他压过去。打不过了，尚书大人，今日过后，此人名声必将响彻整个大华。我是来看他跌下神坛的，可他非但没跌，反而踩着整座兰亭楼站得更高了。这故事太让人上头了。张公主，您觉得如何？本宫很想将他绑在床榻前，让他给本宫讲完为止。不讲了，真不讲了！再讲下去，本世子得饿死在这儿。江世子，猴哥刚出来，后面到底如何了？那唐三藏凭什么管得住猴哥？妖怪打死没有？江世子，你现在停下，也就太不是人了吧！好家伙，都开始骂人了！快走！江世子，不能走啊！你别走啊！没有你，我可怎么活呀？疯了，这帮人是真疯了，再留下就走不了了。让让，都让让！江世子不当人啊！哪有这样吊别人胃口的？镇北侯府是吧？等我回去给他寄刀片。啊，刀片是何物？不知道，但听起来就很解气。今日诸位所听，可传，但署名必归江世子与我青山会所有。若有人私自盗名，篡改其文，我青山会绝不放过他。兄台，里边什么情况？可有传世文章？哼，俺老孙不知道。啊？俺老孙？从今天起叫我孙大圣。怎么一个个都姓孙了？江小白手累，一人压12人，连队3题全胜，风花雪月4首，首首经世，还有3篇经世文章，皆是他现场所作。所以说，他一个人把整座兰亭楼都给干穿了。可算讲完了，再不停下真要饿死我了。讲了整整1天，早知道不该开头讲什么孙猴子。唐大小姐，你别这么看我，我可不讲了。有高手冲着咱们来了。江世子，有没有空去我观澜楼坐坐？好酒好菜全给你招待上。柳楼主，世子，这观澜楼白天是茶楼，晚上可就是赫赫有名的问刀楼了。三教九流，什么人都有，还是先回侯府吧。昨天是意外，晚上了，反倒没人敢胡作非为。也罢，距离不远，转一圈，先吃点东西。江湖又咋样？真敢动心思，就让你尝尝变沙雕的滋味。刘楼主，您可是难得带生客上来呀。这位可不是生客，是我请来的贵客。他是镇北侯府的小世子江小白。哦，原来是镇北侯府的小世子啊！要不是背后有龙虎宗撑着，你们江家能有今天的地位？听说小世子9品入宗，还一直打破玄鳞甲。哦，随手打着玩呢。 9品入宗，哼，江湖传言10句9句不能信。刘楼主，
你这观澜楼不是不欢迎官家人吗？这江庶子出身侯府，还买了个状元，他不适合来这里吧？柳楼主要是不知道怎么赶人，老夫可以帮你一把。刚好我对官家的没什么好印象。滚！否则老夫让你现在就毒发身亡。毒老怪，在我观澜楼对我请来的客人动毒，你真觉得我柳观澜好说话？老夫只是替你清一清不该来的人。这毒发作不快，他现在滚回侯府找大夫，或许还配得出解药，晚了可就不太行了。你说你好好说话不行吗？非要给本叔子下毒，真是找死！柳楼主，帮我分辨下解药吧。哦，好。江硕子果然人中之龙啊！实不相瞒，老夫刚见你第一眼就觉得你不俗。江世子人中龙凤，大快人心，大快人心！这场面，我当楼主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回见。枪械这玩意儿，在这古代，只要不碰上绝对高手，那就是嘎嘎乱杀。江世子，我带您去阁楼坐吧，那边清静。好。惹谁不好，非惹咱家世子，这不是找死呢？江世子身上，我没感觉到半点内力波动，他是怎么打出这个洞的？暗器，你见过哪家暗器有这么快的速度？还有那声炸响，那是内力爆发到极致才有的声爆。看来天际楼里江世子一直打破玄灵甲的传闻是真的。刚才那一下，若不是奔着毒老快，而是奔着他们，镇北侯府这个小世子，绝对不能惹。这里不错，比楼下清静多了。兰亭楼一人压得满楼士林闭嘴，如今面对江湖老怪说杀就杀，这哪像个不学无术的纨绔？江世子，其实4楼那些人的背景我知道都不简单。可我镇北侯府80万大军呢，所以我镇北侯府无需怂任何一人。柳楼主觉得呢？80万大军若尽数出征，他凭一个门派，那确实和玩一样。这看不透的指力，这果断的杀性，究竟是从哪儿来的？好了，柳楼主，你先帮我们安排点吃的吧，肚子快饿扁了。对了，顺便看看解药哪个是对的。我现在就去安排。昨天那些黑衣人就是从这里破楼进来的，大白天敢在这儿动手，这背后的人不简单。这观澜楼一到晚上就变问刀楼，到底什么来路？回世子，这观澜楼背后就是问刀楼，大华好多城都有，白天是酒楼是客栈，一到晚上全变问刀楼。那这问刀楼是做什么的？江湖消息买卖，江湖恩怨碰头，有些棘手的事，他们还替人出面摆平。这不就是江湖上的衙门？差不多，可官府讲律法，这儿讲的是江湖规矩。而且，这楼里还有些见不得光的买卖。具体说说。雇主在这儿派暗杀任务，还有拍卖。听说有家问刀楼曾拍出过一卷逍遥剑派的核心剑术，剑宗名卷。逍遥剑派。世子，我劝一句，吃完东西咱们还是早点走。我总觉得这楼今晚要出事。世子大人，我们楼主说这是解药，这些是剩下的毒。好，药效还挺快。
这些毒，你还留着？毒老怪贴身带的东西，毒性差不了，以后说不定用得上。你们楼主呢？楼主临时有事处理，处理完就上来，不会让世子久等。从头到尾柳观澜一次都没上来过。来了，今晚这事儿还是来了。走，咱们也下去看看。人都跑哪儿去了？世子，这么多人不对劲，咱们还是先上楼吧。跟我来。世子，这女人是谁啊？你认识？昨天和我一块落水的那个姑娘。她是个聋哑人。只能靠着现代学来的简单手语，也不知道她看不看得懂。你懂吗？长公主在做什么？看情形，这一屋子人都在等这口棺材。世子，这棺材里边绝对不是人。谁家死人用这么大棺材？里面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这里边是什么？各位都清楚。他在咱们问刀楼转了一圈又一圈，从北境到江南，从西周回京城，直到今日，里边的东西无人能取出来。规矩照旧，20两试一次，每人只限一次。谁能把里边的东西取出来，他就是谁的。我说20两，2000两也值。20两试一次，这问刀楼倒是真会赚钱。开棺。棺盖这么轻松就抽出来，重的不是棺材，是里边的东西。世子，我看清了，里边放的是一把刀，那刀极大，不像普通铁器。我还以为等着什么刀，算什么好东西。小子，一看你就不是江湖中人。这刀千年玄铁打造，光重量便有上千斤，寻常人别说拿，碰一碰都费劲。千年玄铁上千斤，再重也只是把刀，所以这些人都是为了这把刀。重要的不是刀，是刀下压着的一道门令。门令？藏风令，出自藏风山。这山每隔10年才开一次，没有藏风令，哪怕你是9品入宗的高手，到了山前也只能干看着。这么夸张？藏风山常年封山，弟子极少，可每一位出山的都是江湖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，有一枚令，便有入山问武的资格。为这个资格，江湖人能抢破头，10年外传12枚，可拿令上山的人却极少，令越积越多。如今江湖流传的藏风令，至少上百枚。狼多肉少，上百枚怕也不够分。正因如此，藏风山出了新规矩：2枚令，免第1试；3枚，可登听刀崖，观半月刀壁，看藏风山历代高手留下的刀艺，看一眼都是天大造化。 6枚令，免去所有常识，只
直接拜入山门。若是10枚以上，会如何？不知道，说法太多，有说能开藏风山的玄龙门，有说能得真正传承，还有人说能去拔那把天下第一刀。哼，小子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听着就心动了？心动？老子才不感兴趣呢。失败。世子，这藏风山离龙虎宗不远，侯爷就是龙虎宗出身，两处好像有点渊源，具体我也说不清。这人内技不弱，6品巅峰，说不定能成。失败。世子，这东西根本拿不出来，蛮力指定不行，您可别多想，上去了丢人呀。你这话说错了，本世子还真能拿出来。世子，这不是信不信的问题，这东西不是靠脑子能解决的，靠的是实力，那么多高手都不行。刘楼主，我冒昧问一句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只要把刀取出来就行。规矩只说取出刀即可，未限方法。但这关不能掀翻，里边有机关，只要侧翻，东西就彻底锁死。世子，您确定？确定，去吧。还是失败，可还有人尝试，没有的话，今日就到此为止。我不就是小小一柄重刀吗？来，本世子试试，一根手指就能给他拿捏了。好大的口气！刚才那么多成名高手都拿不动，就他这小子白白净净的，还号称一根手指就能抬起来，开什么玩笑！江世子，请吧。不着急，再等一等。等等，要是就是，不是就赶紧滚，别浪费大家时间。你们几个也有意见吗？江上子说笑了，别说等1天，就是等2天，老夫也不会说什么。哼，乐意等就等，不乐意就走。再唧唧歪歪，老夫亲自把你们丢出去。让一让，让一让！小子不会以为关里有机关，想拆开吧？可笑！藏风楼转了这么多地方，真有机关早被人拆了。江世子，您吩咐的东西都备齐了，装上吧。来，你们都扒上去，脚不许沾地。你也上去。各位，看好了。
不行，他这是作弊！天机楼那么多人帮他抬，这怎么能算？对，天机楼的人全上了，这刀根本不是他自己取的。好，我问你们，天机楼的人碰刀了吗？规矩说的是，一个人举起刀就行。我方才是不是只用一根小手指，就把它挑起来了？你用了铁锁？柳楼主，藏风山的规矩说不让用铁锁了吗？这倒没有。规矩没提，那就算我成了。何况这盒子我也已经拿到手了。各位若觉得不妥，便去藏风山说道吧。柳楼主，我先上楼等你。柳楼主，天色也晚了，有什么事开门见山吧。江公子聪慧过人，文采惊人，不知有没有兴趣到一位大人物手下做事？哦，什么样的大人物？萧子金，这萧子金是谁？皇子吗？世子，我打听清楚了，萧子金就是咱们当朝的小公主。所以你们是小公主的人。那咱们这位小公主也对那把椅子有兴趣。哼，你就是小公主吧？糟了，差点忘了，长公主交代过，她一开口就打手势。哦，一个丫鬟能被那么多黑衣人追着刺杀？行吧，说说看，我加入你们有什么好处？第一，我们问刀楼的消息任你调用，再隐秘之事也能替你查。第二，你如今得罪的世子太多，又拿了藏风令，往后找你麻烦的人前赴后继。若有人在问刀楼挂你的命，你会第一个知道。压得住，我们替你压；压不住，也提前通知你一声。提前知道有人买命，等于多一条命。第三，宫里的消息，你奉旨查礼部，牵扯的人不会少。有些人表面不动，暗地里未必安分。合适的时候，公主这边能给你递话。而且，你不必入府，不必改门换庭，只在小公主需要时帮个忙。银钱、人手，你尽管提，不过分都好商量。这么简单，挂个名而已。对，就这么简单。天色不早，容我考虑考虑，想好了再来给你答案。长公主，您直接告诉她身份不好吗？绕来绕去，万一露馅儿。现在的我还不适合和他碰面，把事挂在紫金那儿正好。我们那样瞎打手势，他不会看出点什么吧？他不懂手势，我看人很准，他绝对没看出来。不对劲，这女人怕是长公主本人吧？世子，您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您凭什么断定那个又聋又哑的丫鬟就是长公主？第一，那女人太漂亮了。就因为漂亮，我不信一个贴身丫鬟能美到那个份上。京城第一美人是谁？咱们那位长公主，美得冒泡。但光是漂亮还不够，你们在观澜楼里就没发现柳观澜的手势打得乱七八糟，全是瞎比划。没看出来啊。
他就那么几个简单手势，柳郎拔却能理解出一整套条件。问刀阁的消息，宫里的风声，藏风山的关系，连江湖麻烦都替他挡。这是聋哑人能谈成的事儿？这是拿人当傻子玩。再说态度，柳观澜堂堂问刀楼楼主，一个江湖枭雄，对一个丫鬟谦卑成那样，除非那女子身份本身就高到吓人。还有最要命的一点，一个丫鬟，昨天犯得着让那么多黑衣人拼死为杀吗？那安在小公主身上，不也说得通？能，但我不觉得当朝的小公主有造反的胆子。若她真是长公主，你会帮她吗？长公主这人我看不透，很聪明，而且大哥那封血信，特意写了一句“小心长公主”，偏偏她现在主动接近我，还绕着弯把事情推到小公主头上，我倒真想不明白这女人到底想干什么。所以你打算怎么办？接近她，看看这位京城第一美人到底想玩什么局。若她心怀不轨呢？那就找机会弄了她。世子果然厉害啊！我说的是弄死，世子您不用解释，您那德行我门清，弄死也是死去活来的那种。这些当真都是江小白所写？回陛下，千真万确。如今这几篇诗文已在整个士林传开，国子监的使子彻夜争相传颂。谁能想到，那个满京城都骂作纨绔的江家小世子，竟真有之前是真小看他了。希望这江家小世子是个聪明人，未来该知道怎么选。唐姑娘，不愧是女中豪杰，在世花木兰啊！世子，出大事了！咱们侯府又被人堵了。又被堵？这回是来骂我什么的？不是骂，是夸。门口全是学子，个个喊您文圣在世。哦，这么热闹，走，出去看看。各位不用如此激动，小儿嘛，随随便便发挥了一下而已，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？文圣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这孩子，我只是随便教导教导，还达不到这高度呢。侯爷，世子来了。逆子啊！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写个破文章你还成事儿了？咱们江家世代为武，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逆子？气死我了！不是，刚才门口哈哈大笑的不是他吗？怎么一转头我就气死他了？江世子出来了！江叔子，上次骂您是我有眼无珠，今日特来赔罪。您那句“千里共婵娟”写到我心里去了，我整夜未眠啊！江世子，那猴哥的故事，您能不能现场再讲一段？求您了，2回也行。各位冷静，冷静一下。前世看明星被粉丝围堵，我还觉得离谱，轮到自己，是真有点吓人。江小白，我儿长大了啊！侯爷，那您啥时候跟世子提一提军饷的事儿？江世子，求赐一首诗。昨日兰亭楼那篇文章，学生抄了3遍。世子，上回这门口是人人喊打，这回他们恨不得把您供起来。是李相大人，连老
顾老两位宿儒也来了，国子监的樊老。小白，你怎么站在门口？我就知道岳父你们要来，特意在这儿等着。算算也快小半个时辰了。看看我这未来女婿，就是懂事。哟呵，这打哪儿来的两位漂亮小娘子？也快快有请。江世子倒是会说话。林老、顾老、樊老，你们怎么赏脸来了？哼，你怎么也来了？这是我未来女婿家，我怎么不能来？什么未来女婿？还没成亲呢。侯爷，昨日小世子在兰亭楼的表现，实在让人彻夜难眠。此事您也听说了吧？听说了，但彻夜难眠倒不至于。这臭小子不就是小小发挥了一下吗？武夫就是武夫，那等经世文章是要学识积累的。小小发挥，让你发挥一个出来试试。老子就乐意这么说。侯爷，我们此来是想邀请江世子加入我们青山会。加入你们青山会可有什么优待？青山会可将江世子的文章、诗词、故事著书传播，所得钱财全归江世子所有。哦，那能有几个钱？每个月，少说也有数万两。逆子，等什么呢？还不快快加入！看什么看？还不快给人家答复！这么急，家里是缺钱了？那我加入青山会需要做什么吗？也不需要做什么，江世子只需每半年写一篇文章上交青山会即可，有好诗词也可。就这么简单？别说半年，凭前世5000年的积累，我1天3篇都够的。另外，江世子入会后会先挂上执笔人身份，行走天下。这怕是不妥。京城的案子还没了结，我现在可没时间四处走动。江身子放心，此事我会上报青山会，给您开个特例。3篇经世文章，4首绝世诗词，消息一旦传回去，别说特例，就算他再申请考核宿儒，那些阁老怕是都能直接通过。从今日起，这玉佩便代表江世子执笔人的身份。我儿子既然入会了，那什么时候能出书？这应该不会太久。江世子昨日讲的那个故事实在精彩，不知能否继续写完？好，写完便是。让前世的名著在这个世界传开，我乐意之极。放心，我这个当爹的会盯着这小子的。江叔子，那天在相府是我眼拙了，此次特意过来就是向你道个歉，望你别介怀。他当日可是在相府当面奚落过江叔子啊！樊老说的是什么事？小子有些记不清了。这后生倒是给足了我面子。连老啊，你可真够走运，收了这么一位好徒弟。哎，不对不对，我再走运，好像也没有李相走运吧？小白，查案的事儿你可要抓紧了，威尔这边一直等你呢。小白，要不我们聊着，你带知薇在侯府四处走走。李姑娘，咱们走吧。张新年，你跟着干什么去？我得保护世子。保护个屁！给老子滚回来！李姑娘，你一直跟在我后边做什么？咱们在这儿坐会儿。
好了好了，不逗你了。对了，我去相府这么多回，怎么从没见过你母亲？我母亲是江湖人，常年在门派里，偶尔才回来一趟。那我未来丈母娘知道咱俩的事儿吗？知道，我写了信，母亲说有空就回来看看你。那她不会一见面就揍我吧？毕竟我把她这么好的女儿给拐走了。不会不会，母亲人很好，不会随便打人的。李姑娘，你为什么一直戴着面纱？这是我母亲门派的规矩，门中女子未出嫁前都要戴面纱，只有成婚后才能被未来夫君摘下。那我作为你未来夫君，能不能现在摘下看看？不行，得成婚后。江世子是有些失望吗？不，我是想着，我得尽快查完案，这样就能早点娶你了。不是我娶你。李姑娘，你知道你和星星有什么区别吗？什么区别？星星在天上，而你在我心里。李姑娘，我昨晚睡得可不好，被子太轻了，压不住我想你的心啊。我最近很忙，你知道忙什么不？忙着想你。李姑娘，我挺羡慕你的，羡慕有我这么喜欢你。这么近，那么美，不亲一口会后悔。不理你了。这未来媳妇儿倒挺可爱。李志威，威尔，你怎么自己跑回来了？小白呢？他还在后边呢。你们怎么不聊了？臭小子，你不会欺负人家李姑娘了吧？他没有欺负我。哈哈，既然他们两个也回来了，那今日就先聊到这里吧。各位，江世子已正式加入我青山会。江世子昨日那文章，若不入青山会，谁能入？半月内，我们将以江世子之名出售书籍，他昨日讲的那个故事也会同出。我的猴哥要出书了，我要买10部。前世的东西放在这边，降维打击。京城这边的青山会，你可要记得去报道。臭小子，你对人家李姑娘做什么了？没，就说了说话。你以为我会信？娘，你知道吗？我爹昨天吃了一个桃。吃桃？对，爱你的在劫难逃。滚！小白，你这都从哪儿学的这些乱七八糟的？来，快教教爹。哼，开玩笑，我堂堂镇北侯，怎么可能对你那种小打小闹的东西感兴趣？走吧，跟我去书房，我有点小事和你聊聊。爹，
哼，臭小子，你可千万别跟我说那些小打小闹的玩意儿，我是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你可以问我娘，就说我换了个造型，我娘肯定夸。你就说我没你不行。还有吗？不，逆子，闭嘴！为父对这种话半点兴趣都没有。哼！我听说你拿到了天机楼一半的契券。爹，有话直说吧，咱家是不是缺钱了？咱家不缺钱，北京大军那边缺了点儿，粮草、军械、抚恤，哪一项不要银子？朝廷拨下来的能到手多少，你心里清楚。你天机楼那边能不能周转一下？周转可以，但这军规不是长久之计，总不能每次缺钱都去找天机炉。爹，咱家有没有想过经商？不行不行，京城商业早就饱和了，咱江家是局外汉，根本插不进去。而且，咱家不是没试过。当年你娘说侯府得有点进项，我便派人去试，结果是一行败一行。人家看我面子来捧场，可面子只管一次。坚持最久的是个布庄，1年到台才赚几百两，还都是看我脸面来的。这样，天机楼我去说，但能周转多少不敢保证。至于生意，我来试试。你算了吧，你更不行。从文你确实让人意外，可经商要头脑，咱家没这血统。万一成了呢？成了的话，我叫你爹。这不合适吧？合适，反正你也成不了。那孩儿告退。等等，爹，您这是？没什么，为父就是纯粹想看看你书法练得如何了。你随便写写，记住，千万别写那种小情小爱的，为父甚是不喜。字最好多写点，这样为父才好分辨好坏。父亲，写完了，随便放那儿吧，爹有空再看，现在不急。爹，我突然想起，哦，没事，您快看吧。胡闹！臭小子，为父这是迫不及待想看你书法，仅此而已。藏风令的事，还是下次再说吧。好，写得太好了，这臭小子有点东西啊，这句更好。世子，侯爷找您，没事吧？80万大军每天睁眼就是钱，军饷不足，我又要入赘相府，这几件事被人连起来一说，味道就变了。这钱必须我自己搞出来。问你们，平日上街看到什么最想买？吃食啊，烤肉、烧饼、刚出锅的肉包子。哦，我想偏了。唐姑娘呢？剑。还有呢？没了。也会买酒，大部分给我爹买。酒我也爱喝，军中兄弟大多都爱，就是喝不起好的酒。任何时代的硬通货，文人要喝，武人也要喝。送去天机楼，交给茉莉。你去外边，把京城卖的好的酒，不管贵贱，都买些回来。所有酒？嗯。银子？回头补给你。果然，都很一般。这里边有几种，我很喜欢。说好听是柔，说难听就是淡。这么快，天机楼这效率，就在这里搭，蒸馏、提化、调香。我要做的酒够烈够新，让人喝一口就忘不掉。
世子，天机楼莫名其妙塞给我一些银两，让带回来给您。多少？800万两。800万？莫离少房主拍板定的。他说，再多就得惊动天机坊的大管事们了。800万，够北京大军撑几个月了。拿去，给我爹。莫离二话不说，800万两，这个人情我可欠大了。夫人，牛肉、羊肉、猪肉，你猜我喜欢哪个肉？什么肉？我喜欢你这个心头肉。老爷，你这都是从哪儿学来的？这还用学？为夫心里怎么想的，自然而然的。沈英，就这么说了。夫人，其实我不想和你抱怨生活。啊？那抱怨什么？我想抱住你。老爷，你现在怎么这么会说话了？夫人，见到现在的你，我想成为一种人。什么人？你的人。老爷，你太讨厌了，让别人听去多不好。侯爷，这是世子让我给您的。这一共是800万两。朝廷拨军饷，几10万两往下拨，层层过手。天机楼一次800万，这臭小子到底给我惹了个什么惊喜？世子现在做什么呢？在院子里弄了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让我送完就回去。世子，您这是做什么呢？酿酒。世子，您想喝买就是了，何必自己酿？买的不好喝。再说了，这酒不是我喝的，是拿来做生意的。难怪让我去买遍京城的酒，原来是探标准。世子，京城酒庄可不少，老字号做了几十年上百年，有老客有名士。侯府突然卖酒，怕是没人买账。新年，你有没有听说过强买强卖？强买强卖？等咱们的酒批量产出来，你就带着军队去给我强卖，谁不买就给我干他。刚说他变好了，这纨绔劲儿又冒出来了，还带兵闹事。世子，这不妥啊！侯府虽有兵，也不能这么欺负百姓。真强卖，百姓要埋怨侯府，闹到朝廷，皇上怪罪下来，这要出大事的。到时候，相信我，他们非但不会埋怨，反而会跪着谢我。强买强卖，还想让人跪着感谢您，世子，这玩笑可不敢这么开。强买强卖是恶人行径，怎么可能让人反过来谢你？你们不懂，咱们刚起步，用强买强卖只是为了打开销路。等所有人发现咱们的酒又好喝又实惠，自然会主动上门。临时背个骂名无所谓。你以前酿过酒吗？没，第一次。世子，这玩意儿真能出酒？废话，等会儿你别偷喝就行。不可能，属下可不是那种人。这世界的酿酒路子太老了，现代工艺，味辛劲足，就不怕卖不出去。来，你们俩尝尝。我去，世子，这是好酒啊，又香又烈，喝下去胸口一股热气往上顶，还不难受。以前那些酒淡得跟水一样。世子，能不能再给我多整点？入口比我想的烈，却不呛，先是香，热味顺喉而下，回味还留着一点粮食的醇香。
这酒你准备卖什么价？和最普通的酒同价。同价？若真如此，京城那些酒庄怕是都要被淘汰掉了。这样一来，强买强卖确实值得一做，抢占市场也不过是早晚的事。世子，这酒准备叫什么名字？状元郎，如何？这名好，世子是状元，酒又是您酿的，叫状元郎听着就气派。不过，直接用您的名江小白命名岂不更好？不，还是叫状元郎吧。既然要出书，只写一本太浪费了。既然写了，那我就给这个世界一点小小的震撼。你这是写了几个故事？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很久了。那个讲三国的，能不能再多写点儿？特别想看。可以，但等明天吧，我实在写不动了。世子，这几天日夜赶工，已经出了427坛了，今晚还能再封一批。天阶楼那帮人比我想的还快。老爷，咱儿子真要卖酒？京城酒水生意饱和多少年了，挤都挤不进去。随他去，栽个跟头也好。万一成了呢？我万万不信。世子，这酒味压不住，附近街坊光闻着都馋得慌。馋就对了，酒这东西不怕人馋，就怕人没兴趣。去，抽调军中兄弟过来，今天开始铺货，强卖谁不买就给我干他。世子，真要强卖强卖啊！想尽快见利润，手腕就得硬。慢慢铺也能开，但强势铺得更快。那用不用禀告侯爷一声？不用，出了事我兜着。酒直接送去各大酒楼。是。唐姑娘，跟我出门一趟。去哪儿？青山会，书写的差不多了，也该送回去了。若非不愿强人所难，真想拔剑架在他脖子上不写完，不许停。那一下又跳出来了。小姐，想将狮子了，就主动过去看看嘛。再这样下去，该得相思病喽。谁想他了？我是在想别的事。咦，江世子，您怎么来了？小易，你就讨厌吧。小姐，小姐，这回江世子真来了。切，我才不信。什么信不信？你们俩聊什么呢？这女人藏什么呢？李姑娘，我想去一趟青山会，可具体位置不清楚，能否请你同行？可以，可以。收好。小姐这是彻底沦陷了。李姑娘，这京城青山会的宅子，如今是谁在打理？皇家。皇家？青山会不是不受朝廷管辖吗？宅子就在皇家园林里，当年大华建国，全靠青山会支持，这园林便以青山会为中心外扩而建，皇家只打理不插手。如今京城青山会的会长是当今四贤王，这园林是先皇亲赐给他的。这位四王爷可有什么喜好？我与他从未接触过。
到了。这里每天都有禁军？不会，有禁军在，说明园里来了皇家的人。这酒楼听说是四王爷建的，专门招待熟客贵人喝酒。张新年那个家伙，不会刚好把酒强买到这儿来了吧？这次才扑出去400多坛酒，京城酒楼那么多，怎么可能刚好到这边？而且外边站着禁军，酒楼还是四王爷开的，张新年在乎，也不至于带着军中兄弟冲到皇家园林门口来强卖。江世子，你没事吧？张新年不至于这么傻，看到这么多禁军也该带人走了吧？哦，没事，走进去。皇家园林不得持任何兵器进入，请这位姑娘卸下武器。两位大哥别紧张，这位姑娘是本届武状元，如今在镇影司就职。这位是镇北侯府江世子，本届科举状元。原来是江世子和唐姑娘，既然如此，那就算了。陆兄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前段时间被调进禁军，今日刚好轮值。倒是江世子怎么来这边了？来赴青山会，只是今日这守卫未免太严了些。是陛下来了。陛下，唐姑娘是镇影司的人，江叔子又是陛下钦点钦察，换做旁人我拦不住，二位不必搜身。走，我带你们进去。陆兄，今日陛下为何会来这边？我听说陛下每个月的这个时日前后不差，都会来一趟。每月都来，来做什么？具体做什么我不清楚，这事儿不是咱们这等小人物能问的。一国之君，每月固定这一天，雷打不动来皇家园林，做一件连禁军都不敢问的事。我职责在身，只能送3位到这儿。多谢陆兄。此人性格倒是不错，为人热情，是个能结交的。他为人热情，应该是冲你来的。啊，冲我？说起来，这陆晨山和你们镇北侯府还有些渊源在呢。唐姑娘，怎么知道的如此清楚？哦，武举之时，只要是上了名的对手，我都调查过。我一直以为你靠莽劲儿冲上来的呢，没想到你竟然也是靠脑子的。所以，我在你印象里是没脑子的人。怎么会呢？对了，唐姑娘，那秦兆业呢？你可了解？秦兆业的话，听说此人早年拜过燕云山庄，后来退出燕云山庄，消失了一段时间，再后来便参加了本次的武举。燕云山庄？就一个江湖门派，在剑法和身法也算颇有名气。只是秦兆业武举时所用的招数，并非燕云山庄的路子，招式有些杂，但内功又很纯正。其他的话，不明。我和此人对战之时，总感觉此人身上藏着一些东西。别管藏什么，此人就不是什么好鸟。若是有机会的话，必须弄死。等等，前面可是江叔子。江叔子，陛下有旨，让您过去呢。那个小公公，你能不能先带我去趟青山会，回头再去拜见陛下？这江世子，陛下召见，哪有拒绝之理啊？小人可不敢做主，要不您自个儿跟皇上说去。能不碰皇帝，最好别碰，碰上了事儿多。对了，江世子，青山会不少人也在里边呢。青山会的人也在？是。所以您还是随小人走一趟吧。那行，带路吧。他刚加入镇影司，在这儿竟这么吃得开。我倒是觉得江小白可以做到。做到什么？他们在里边谈我什么？陛下，江叔子已经来了。
让他进来吧。江叔子，里边请吧。好说好说。哼，臣江小白参见陛下。起来吧，都坐下说话。小公主萧子敬，江小白，你前段时日在兰亭楼出尽了风头，那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，深得朕心。陛下过誉，臣只是以肺腑之言小小发挥了下。小小发挥却让京城士林震动。江小白，你倒是谦虚。您是？本王萧劲风，排行老四。陛下，你说他或许可以做到，那就让他试试。我也好奇他是不是真行。那强亭之内有一位世外高人，这位高人弹得一首妙曲。你若能打动这位高人，让其为你演绎一曲，朕重重有赏。你可千万别让朕失望了。隔着一整个湖，够都够不着，话都听不见。这皇帝是诚心难为人。你既能在兰亭楼拔得头筹，才学惊人，这凉亭之人，你且试着打动，让其演绎一曲。陛下有所不知，臣这人喜欢最后出场，先让各位都试试，真不行了，臣再出手不迟。都试过了，包括朕也亲自试过，无一人能让庭中人开口，连皇帝进口都请不动。想不出来就趁早放弃，哼，大不了让人笑话你2声。陛下，臣若能让庭中之人演绎一曲，能不能把陈尚书给死记？江小白，本官乃朝廷命官，身居尚书之位，你无确凿证据，岂能如此放肆？请陛下恩准。江小白，斩朝廷尚书可不是儿戏，换个别的赏赐吧。也好，那臣换一个。若臣能做到，就让陈大人这一回伺候臣喝茶。江小白，你不同意就问臣。你他妈！这江小白果然好玩。陈占秋，若江小白真能做到，你便伺候他喝茶吧。臣遵旨。哈哈，非常满意。那你便试试吧。陛下，等等，臣还有话说。怎么，你还想加棒？本官突然想起，你光说赢了如何？那你输了呢？我输了就输了呗。那可不行。不行的话，那这一曲臣不试了。还请陛下收回成命。想给我下套，这局谁陪谁玩还不一定。行了，就听江小白的。是，我倒要看看这江小白怎么让庭中之人演绎一曲。白纱遮着，人看不清，性情也不知，想打动他，谈何容易？我就觉得他一定行。李姑娘，你会不会曲调？曲谱该怎么写？略懂一些，不算精通。前世用的技法、行列与节拍。前世用数字记谱，这世界规矩不同，问清楚，稳妥。陛下，我能否写个曲子，派人送过去？不写诗词，要写曲。诗词文章酿酒，他连曲子都会。哈哈，当然可以。不过这位高人眼界极高，寻常曲子入不了他的眼。这次陈大人也带了一首曲子，名家所作，高价买来，送过去，半点回音都没有。想好了，写曲子失败的可能很大。那是我没来。
实在是太狂了！你不会是想把《兰亭楼》那首曲儿写过去吧？我告诉你，那曲子传过来时，亭中高人早演绎过了。自然不是。前世5000年，无数经典，随便挑一首，还怕镇不住这封存之地。那你倒是写，本官倒要看看你能写出什么曲子来。可以，陈大人，茶先准备好。前世那么多经典，选哪一首？想以一首曲曲打动里边那位高人，还真是可笑。这曲调走向，倒有些像模像样的。送过去吧。里边的人若是不弹，本世子便从这亭楼跳下去。这可是你说的，那你别后悔。对，我说的。不过，里边高人若弹了，陈大人也得从这儿跳下去。那不行，这话是你说的，本官可没跟。哦，那我收回刚刚的话。这轻功有机会真得学一学，跑路能用上。本官就知道，你写的曲子根本打动不了那位高人，这下你还有何话说？我想说，此曲若打动不了，那此人在我这里便不算高人。这么远，声音却像响在耳边。此人好可怕的内力！这里边的人确实是个高人啊！这么远，琴音却如在耳边，莫非是借内力为界，强行传音？美，这曲儿太美了。不问天下大事，不问功名利禄，只问一句：你可懂我？湖心那位高人，竟主动把我这简谱补全了，转音、停断、尾音，处理的天衣无缝。这曲子竟是他写的，这家伙怎会如此懂女人心？这狗东西写的曲子，还真他娘的好听！老了，晚节不保，都怪这曲儿。这般柔情入骨的曲子，竟是一个大男人写出来的。曲好，意也好，二者合一，实属天作之合。我的好贤婿，快说这曲儿叫什么名字？此曲名为《女儿情》。女儿情，曲如其名，柔而不弱，轻而不俗。好，当真是好。好一个女儿情！江小白，你今日倒让朕大开眼界了。陛下过誉，臣不过小小发挥了一下。这可是前世5000年的文魁曲乐，还征服不了你们。陈大人，你说说，本世子这嗓子怎么突然就干了？陈爱卿，你刚刚可是亲口答应了的，去吧。江世子，请。哟，真别说，咱们陈大人倒的茶就是香啊。那江世子可要多喝点啊。江小白，你这次做的不错，朕赏你纹银1000两，如何？
多谢陛下。1000两银子，不拿白不拿。庭中高人一日之内从不谈同曲2次，如今再奏，是真喜欢上了。经典终归是经典，放这世界，仙子也得落凡尘。江小白，这曲儿你因何所作？回四皇爷，这曲儿和臣先前在兰亭楼讲的唐三藏有些关系，里边有一段女儿国的故事，此曲正贴合女儿国所作。都是女子的国度，听着有趣。那你光有曲，可有词？当然有。词确实不错，好词，曲柔，词也柔，情意与那曲儿贴合极好。陛下，臣记得江石子可是还会唱呢，眼下曲词皆有，不如让江石子再唱一次。江小白，你还会唱？那本王可想听听了。既如此，你便唱唱吧。这是拿他当乐子看。陛下，这曲儿太柔，臣一个大男人唱出来味道不对，倒不如让庭中那位高人来唱。他既能把曲弹弹得如此之好，唱出来定然更合适。曲这般柔，弹琴之人必是女子。不行，庭中高人能弹一曲已是难得。至于唱，连朕也仅听过1次。陛下，我觉得可以试试，万一成了呢？将这词送过去，问问他可愿一试。若不愿，朕不强求。他拒绝了。回陛下，庭中那位说了，若江世子能够再写一曲，他未尝不可一试。江小白，你若能让这位高人开口唱曲，朕重重有赏。能让一国之君这般期待，那女子的嗓子怕是不得了。陛下放心，臣定不负所托。太快了！上一首女儿情写足1盏茶，这一首竟连半盏茶都不到。就这，词调这么少，子简单至极，黔驴其俑了吧？来，送过去。送过去吧。陈大人，倒茶。江小白，本官再与你赌一场，里边那位高人若是不唱，你反过来给本官倒茶。好啊，不过陈大人若是输了，往后只要见到我，就得给我倒茶。好，本官应了。这小子笑什么？他不会又看走眼了吧？不对，我看得一清二楚，词那么少，曲子那么简单，难道他真有把握？陛下，如何？那位高人说，女儿情他唱。不可能！那高人是不是瞎了眼？那破曲子简单至极，根本不得入耳。陈大人，陛下，臣是说，那高人定是被江小白误导了。误导？哈哈哈！经典终归是经典，真正懂曲的人一眼便知。江世子，那位高人还传话说，女儿情他唱，但下一首曲子要你唱。啥？我唱？江世子，庭中那位高人说，若您不唱，他便也不唱。江小白，你下一首曲子，总不会也是柔情之意吧？这倒不是。那就唱。是。词里根本没写这段吟唱，他自己加的，绝非什么老前辈。鸳鸯
双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。悄悄问圣僧，女儿美不美？好，好，好，江小白，你这曲儿和词妙不可言。不过江小白，第二首该你了。啊，沧海一声笑，滔滔两岸潮。浮沉随浪济今朝，苍天笑，谁负谁胜出天知晓。这么简单的曲儿，江小白这狗东西到底还藏了多少？圣驾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江小白，本王算是服了。一曲柔得让人心颤，一曲听得人想提剑入江湖。敢问公子，此曲叫什么名字？他主动开口了。这位高人在这儿待了这么久，从没主动问过人。江世子这2首曲儿是真打动他了。江小白，高人问你了，你还不快说？说晚了，可别怪朕罚你。刚才还赏我，高人一开口就翻脸。陛下，江小白没有武道之称，就算说了，里边那位高人怕也听不到。不如让他先告诉陛下，陛下得空再转告便是。不妥，他问的是江小白，不是朕。江小白，要不朕派人送你过去，你亲口跟这位高人说。好啊，那臣多谢陛下了。给你台阶你不要，非要逼我了。等会儿可别恼羞成怒了。你送江小白过去，小心着点儿，千万别让他落了水，否则朕严惩。江世子，请。陛下，不如让臣女送他过去。也好，那便你来吧。走吧。上次下水游了半天，累成狗，这次可不想再来一遍。别乱动！以后少吃点儿，重的跟牛一样。谢谢了。你赶紧说，说完我送你回去。高人你好，我能不能进去说？进来就算了，你在外边说就好。哦，那我不说了，走，送我回去。等等，那你进来说话吧。不好意思，晚了，快送我回去。啊，真要回去？对，走。那行吧。这一来一回，比坐过山车还刺激。宗主，此人好大的狗胆！我不过说了2句，他竟说走就走。不用了，不过你刚刚言语有失，下次注意，否则你这性子早晚吃亏。说了，回陛下，已经说了。礼部查案的事，朕听陈尚书说了，罪魁祸首安之远已畏罪自杀，这案子你就不用查了。陛下，臣觉得这陈尚书才是罪魁祸首，这案子，臣还想去查取，争取把此人砍了，以儆效尤。江小白，朕说了，不用查了，你和李相的女儿尽早完婚才是正事。科举乃国之根本，不查清楚，给不了天下人交代，怕是不妥。陛下，
好了，有人在园林外大砸酒楼！谁这么大胆子，连本王的酒楼都敢砸？是镇北侯府的人。张新年这虎玩意儿，还真干过来了。陛下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去和镇北侯府的人说，让他们过来见朕。就说江少子也在这儿，朕倒想知道是不是误会。新年，这可是当今4王爷建的酒楼，咱这样真没事儿。放心，出了事儿有咱家世子顶着，你怕个鸡婆毛？可咱去别家也行啊，你会不会理解错了？你不懂，世子让打砸酒楼送酒，总不能把京城所有酒楼都砸了吧？他必然是点我，让我杀鸡儆猴。这青山醉楼是京城牌面最大的，还是皇室的，只要把这儿砸了，别家一看镇北侯府连皇室酒楼都敢干，谁还敢不买咱的酒？可你要是理解错了呢？我跟了世子这么久，我懂他，相信我，咱家世子一定是这个意思。那行吧。是。这位将军，陛下让你们过去。另外，你们家世子也在里边呢。收到，见世子去。皇帝变脸太快，张新年偏偏这节骨眼补一刀。张新年参见世子。小人镇北侯府千户张新年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朕听说你带人打砸外边酒楼，张千户是何意思？回陛下，小人来过这酒楼，觉得他家的酒难以下咽，好心送一坛我家世子酿的酒来，谁知酒楼的人不识抬举，小人一时不忿，这才动了手。这么说，是你的个人行为？是。那酒楼隶属皇族，你当众打砸，可知何罪？陛下，小人真不知那是皇室的酒楼啊！哼，江小白，这是你们侯府的家将，你说该如何严惩？世子说过会力保我的。臣以为应该将他拉出去砍。砍了？你确定？臣确定。只有如此，才能警告我侯府所有家将，做事千万不能胡来，否则可是会丢命的。所以还请陛下不要留情，该砍就砍。说是砍家将，这话明明是冲着陛下去的。侯府家将真被皇帝砍了，传回北境，可大可小，皇族一样受不了场。哈哈哈哈！陛下，这酒楼终归是臣弟的。您要砍人，臣弟总得先说句话吧？那你说说。这酒楼，臣弟早就想修缮了，正好借镇北侯府的手，省了砸的麻烦。再说，此人不是相称送酒来的吗？说到底也是好心。这样吧，你把那坛酒拿来，本王尝尝。若真好喝，今日这事儿就过去了；若是不好喝，那你们主仆二人可得给本王一个交代了。快给本王倒一碗，尝尝。这酒莫非是坏的？好烈的酒！这酒是你酿的？是臣闲着没事，随便试了试。随便试了试。陛下，臣弟的酒比这个确实差了不少。这位张千户好心送酒，酒楼下人竟然阻拦，是有些不识抬举。不如此事就算了吧。也好，但
下不为例。原来世子刚才说砍我，不是真砍，是在保我。行了，朕乏了，今日就到这儿，回宫。恭动陛下。陛下，臣还有话要说。你还有什么事？礼部的事情，臣还想查。他真不打算放过我们礼部？好，那你就给朕好好查。若是查不出个所以然，朕饶不了你。是，臣遵旨。江叔子，你好呀，我叫萧子金。走了。江叔子，有机会去我那儿坐坐呀。喂，你，我最后一首曲儿的名字到底是什么？告诉我，再走。你笑什么？我笑，你想屁吃呢？江小白，你不说出曲名，就别想走。滚！别来烦我，再有下一次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那一指若落在我身上，必死无疑。指力，不像暗器，也不像，这是什么手段？回去吧。坐下说话吧。多谢王爷刚刚帮我们解围。我解围可不单为你，也是冲陛下去的。你小子胆儿大，连陛下都敢威胁。我实话告诉你，你们镇北大军里也有陛下的人，只是眼下陛下不敢轻易赌罢了。这不是什么秘密，你父亲平日咋呼，却是个人精。陛下安排了多少人，那人是谁，他门儿清。该糊涂是糊涂，该看清时又比谁都清。四王爷为人倒是通透。我不是通透，是看得开。倒是你李相，有时精明，有时糊涂。陛下一直想取消你这相府之位，只留孟首府一人。你是真不清还是假不清楚？这次你算是误打误撞和侯府连了亲，而且这小子还是入赘过去的。否则，这次科谷出事的就不止镇北侯府，连你们相府也得一起拉下水。这次相府侯府联姻是陛下在背后主导的，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一个百官之首，一个手握兵权，两家结合本是朝廷大计。可陛下不在意，他要的只是一个收回兵权的借口。那陛下就不担心我们联姻后反而……他若担心，就不会走这步棋。你父亲的性格他摸得透透的，只是你小子眼下多了点变数。两家被推到一起，或许正是一网打尽的借口。王爷您应该也忌惮陛下吧？原来萧劲风点破这么多，是要拿我们挡在前面自保。李姑娘，那些手稿，内容是些故事，何时出书，你们看着安排。江世子，这些故事非常精彩，只是要出书，后边内容你得跟上。自然，后边我会继续写。对了，王爷，我还有件事不明，湖心岛那位高人到底是何人？他出身藏风山，是藏风山现任宗主，而且他年纪轻轻，已有9品入宗的修为，天赋之高，整个江湖无人能比。9品入宗，难怪那内力如此恐怖。咱们陛下见过一面便动了心，可这位高人对世俗看得极淡，还曾放话终生不对男子动心。他极少与陛下说话，结果你2首曲儿就让他主动开了口，陛下心里
能舒服吗？这锅背得可真远。既然陛下这么喜欢，直接下旨封妃不就好了？那可不行。藏风山挂着我们皇族先祖所留的一道诏书，有这诏书在，哪怕是陛下也不敢乱来。皇族先祖留下的诏书？什么诏书？官吏失职，可诛其吏；人主失德，可废其君。皇族先祖给了藏风山这么大的权，这哪是诏书，这是一把悬在皇帝头上的刀。不出意外，青山会手里应该也有一份。皇帝也是人，是人就有私心，所以先祖才留下藏风山青山会，盯着皇帝做事。这格局大，也难怪陛下面对这位高人喜欢却不敢胡来。那这位高人不待在藏风山，怎么跑来这皇家园林了？这个我也不清楚，不过他在这边怕是已经3年了。九品入宗，还压着一纸废君诏书，皇帝再有心，最多也只能在湖边听听曲儿了。江世子，这些故事精彩至极，出书的事儿我们尽快安排。只是后续的手稿还得拜托师子赶赶工。放心，后边我会继续写。你那酒我喜欢得很，有多少给我留多少。今天这批大半是要铺货的，可不能都给王爷。小白，你忙吧，我现在执位回去。路上小心，有空我去找你。走，去观览楼，今天就给他们一个回复。大白天见鬼了！怎么了？没事，或许是我眼花了。宗主，这江家世子讨厌得很，您还专程过来看他一眼做什么？你在人家那里也是被讨厌的，看你这次长不长记性，下次再这般，我也饶不了你。宗主，长公主，都这么多天了，江身子一点回信都没有，是不是不打算跟咱们合作了？不用急，这不，他们来了吗？江世子，可算来了。装的还挺像。对了，柳楼主，今日我去了趟青山会，正巧陛下也在，把我招了过去，顺便还见到了小公主。可惜没能跟小公主说上话。不过小公主临走的时候主动跟我搭话了。说什么了？也没什么，就打了个招呼，话没说完就被太子拉走了。但小公主强行停下脚步，又跟我说了句：“说什么？说有机会让我去她那儿坐坐。”然后我回了一句：“既然如此，既然如此什么？既然如此，那就行吧。”江世子，您下次能不能把话一次性说完？我这颗心跟着上上下下，实在折磨人啊！我这么说有问题吗？没。对了，江世子，那件合作的事，您考虑的如何了？先不急，这一路马车坐得我口干舌燥，浑身发酸，我先喘口气。对了，柳楼主，她不是小公主近前的丫鬟吗？能不能让她给我捏捏肩膀？现在酸得很啊！让长公主给你捶肩，这我怎么敢？肩膀酸，就她，让她给我捏捏。江世子，还
还是我来帮你捏吧。不，柳楼主什么身份，我可承受不起。就他，柳楼主，你快去跟他比划比划，我这肩膀真酸的难受。他说过，这聋哑女子就是长公主，这胆子也太大了。可以，这小力道真带劲儿。看到了吧，这才叫专业。柳楼主，待会儿你也试试。不，我不敢。我是说，我肩膀不酸。那太可惜了。真让长公主给我捏，我今晚怕是睡不着了。柳楼主，说结果之前，我能不能再提3个条件？有条件好啊，有条件就代表他动心了。江世子，但说无妨。第一个，我要长公主的资料。这女人劲儿还挺大。江世子，要长公主的资料做什么？我怀疑我大哥二哥出事跟长公主有关系。何出此言？我父亲给我看过一封血书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小心长公主，而这位长公主多次蓄意接近我，明显心怀不轨呀。不可能！江世子，你大哥二哥出事时，长公女人在京城，此事必有误会。人在京城，未必就不能提前安排事情吧？以我对长公主的了解，此事应与她无关。不过，你要资料，我可以给你整理一份。血书点名长公主，柳观澜却笃定无关，这里头蹊跷得很。第二个条件，刑部总司的详细资料。赵冰田，越详细越好。还有，长公主身边那个叫赵胜的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一并给我一份。好，这个我也帮你整理。江世子，那第3个条件呢？第3个条件嘛，我感觉我跟这个聋哑丫鬟挺有缘的。你能不能跟你们小公主说一声，让她来当我的贴身丫鬟？他竟让当朝长公主给他当贴身丫鬟。柳楼主，这丫鬟不错。这样吧，我把她带走。这长公主还真够小气的。江叔子有所不知，这聋哑丫鬟是小公主最喜欢的人，带走怕是不妥。不过合作的事，江叔子可想好了？同意合作，往后小公主有事，派人知会我一声，能帮的我绝不推却。如此甚好，那我这就去帮世子调查资料，我送你。你忙你的，我自己在这儿享受一会儿再走。也罢，我还是再陪陪江少子吧。柳楼主，给他比划一下，就说捏的本世子很舒服，以后我来了还找他。柳楼主，他是不是不高兴了？怎么会？他高兴得很。是吗？那让他给本世子笑一个。美，确实美，不愧京城第一美人。哈哈，不错不错，笑起来还挺好看。柳楼主，今晚我很尽兴，这天色也不晚了，我先失陪了。好，江世子慢走。长公主，您没事吧？本宫好得很啊。江小白，你胆子够大的，那位若真是长公主，她就是长公主，我可以肯定。你既然知道，为何还敢这样招惹她？我就是觉得，现在不趁机让她捏一捏，等她哪天在我面前恢复了身份，可就再没这机会了。只是这个？只是这个。这人看着不正经，做事却总有自己的打算，怕不只是为了捏肩，是在试他的底线吧？回去写三国吗？写，回去就写。顺便再给你写个《聊斋志异》。那是什么？也是故事，老好看了，能让你夜不能寐。
我不信。行，回去我就写出来，看你信不信。说吧，你想看什么？三国，算了，就你回来时说的那个《聊斋志异》，我倒要看看什么故事能让我夜不能寐。进。情况如何？世子，非常顺利。咱们这酒铺开小半个京城了，所有店家乖乖配合，没一个敢忤逆。明天继续铺货，半月之内把整个京城大大小小的酒楼全给我占下来。世子，弟兄们今天也辛苦了，您看，弄几堂酒过去，都尝尝吧。不过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这《聊斋志异》的后劲儿非常大，比三国还大。不一样。看三国是让你热血沸腾，这个是真能让你夜不能寐，搞不好还是数夜。我偏不信。就这普通爱情故事，哪来的夜不能寐？那个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点事，先走了。喂，大晚上的，你不去自己那儿睡，跑我这儿干什么？都怪你，唐姑娘，你不会到现在都没睡着吧？当然没有，要不是你刚开口，我不知道睡得多香。那你还没说，怎么跑我这屋里来了？我是担心你有危险，离你近点才能更好的保护你，绝对不是因为怕你那什么鬼故事。你要是睡不着，我再写几篇《聊斋》给你看看，后边还有更吓人的。不用了，我对故事不感兴趣。这个家伙太讨厌了。昨晚睡前桌上可没这东西。昨夜不请而至，实为失礼。胡廷一曲至今萦怀，敢问公子，第二曲何名？胡廷克，藏凤山的现任宗主。这纸是我侯府的纸，他昨夜进了我的房间，用我的笔墨写完信，又悄无声息地走了，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连唐宁霜坐在床边，我都没察觉。若他不是来留信，而是来取我的命。隔湖传音，来去无踪，这就是入宗的实力。好在他是为第二首取名而来。唐姑娘，你过来一下。昨天晚上你有没有发现什么？没有。我说的是人。我说的就是人呀，说的不是鬼。你看看这个吧。这信是那个胡廷高人昨夜留下来的。对，就是他留下的。他既然专程来问第二首取名，今晚极有可能还会再来。好，我今晚注意些，看看能不能盯住他。尽力就好。九品入宗，来去无踪，不要逞强。听错了。
时候进的屋？他又来了。昨夜得官取名，心中甚喜。沧海一声笑，好命。笑傲江湖，更见胸襟。令箭第二曲虽未弹，曲谱看着如水，高逸如山。曲中有静气，亦有知己之意。只是公子未留其名，无心有憾。若公子愿赐，还望告知。胡廷克再拜。你昨晚发现他了？发现了一点点动静，可人从头到尾都没看见。我这才知道，和九品入宗的存在差距有多雄博。这是他昨晚留下来的。他想要一个取名，却先给了我一份礼。那胡廷高人送我一枚香囊。女子送男子香囊，一般是表情意用的。那位高人总不至于看上我了吧？多谢公子曲谱，公子乃大才之人。今以香囊一枚相赠，别无他意，只为聊表谢意。日后公子若有难处，可持此香囊至胡廷，吾若能为，必不推辞。胡廷客留。哈哈，这高人倒是知道礼尚往来。你可知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枚香囊能换一位九品入宗高手出手一次。九品入宗，放眼整个大华都屈指可数。我拼死拼活才看4品，武道再进一步有多难，你根本不懂。而你只写了3首曲子，就换来这样一个人情，这话说出去谁信？不错不错，这高人是个敞亮人，没白瞎我给他写那3首曲子。哪有这么形容一位九品高人的？有才，大才，胆大心细，到他手里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。走，吃早点去，还得安排铺酒，催催大理寺那个只会喊哥哥的裴慎。裴慎怎么说？裴大人让小的回来告诉世子，他说他知道了。啊？就这？没别的了？世子，出事了！张千户让人给扣了。啥玩意儿？谁扣的？是刑部，对方有高手，当场就制住了张千户。我们人多，可他捏在人家手里，不敢动手。刑部，他们好大的胆子！我镇北侯府的人也敢扣？之前赵宾同派杀手刺我，现在又扣我的人。对方还留了话，想放人就让世子您亲自去刑部讨要。让我亲自去要人？好，好得很。酒楼里怎么起的冲突？咱们本和老板谈妥了，刑部的人突然跳出来说咱们威胁平民乃是重罪，张千户理论几句就吵起来了。那高手趁他没防备，一把制住。世子，此事要不要禀告侯爷，让侯爷去求陛下，陛下开口，刑部不敢不放人。为什么要去找陛下？侯爷说刑部是朝廷要部，咱们若直接冲过去，闹大了怕被扣上忤逆谋反的帽子。忤逆谋反？我这老爹真是愚昧至极，80万大军还怂个蛋！今日扣一个张熙的，明日就敢扣别的将领，再往后是不是连我这个世子也能随便扣？不必告诉我父亲，这件事我做主。去通知侯府将士，有多少算多少，全都给我集结起来。世子，咱们在京兵将至少3万之数，别管几万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部集结。镇北侯府安逸太久了，久到某些人真以为咱们没脾气。今日，本世子就让他们看看，什么叫镇北侯府的血性。属下这就去办。江小白，你真想搞这么大？3万兵将集结，这动静传出去，当朝皇帝都要坐不住。刑部敢扣人，就是有人想试试咱们侯府的底线。既然想试，那就让他们试个明白。3万人一动闹大了，到时候很难收场啊。谁说我要收场了？相信我，自然会有人主动给咱们收场。要玩就玩个大的，不然多没意思。
镇北侯府，这是要反了不成？侯爷，出大事了！世子他把咱们侯府在京的3万将士全集结了。3万将士全集结，这臭小子要做什么？据说是去刑部要人。刑部？咱们侯府谁被刑部扣了？是张千惠。今日铺酒时和刑部的人吵起来，刑部动了手，还传话说世子想要人就亲自去刑部讨。侯爷，您不去管管吗？3万将士一动，这事儿要闹大的，万一陛下怪罪下来，管个蛋！不知怎么，我这头突然疼得厉害，想来是病，而且病得不轻，都昏迷3、4天了。快，去请大夫！老爷都昏迷这么久了，人事不省，得赶紧救治呀！老爷，真由着咱儿子去？由他去。之前我承先帝恩情，能忍便忍。可忍久了，外头那些人真把咱镇北侯府当泥捏的了，让这小子闹一闹，未必不好。您就这么放心他？别说，这臭小子脑子里是有点东西的。他娘那酒我尝了，真他娘的好。如今京城不少酒楼都在订咱们侯府的酒，将来全扑克必有他的打算。那是，也不看是谁儿子。老大老二若还在，看到他们的弟弟如今这样，该多高兴！这不是电影，不是漫画，是3万条活生生的命，就摆在眼前。这是军，真正的军。世子，3万将士集结完毕。走，目标，刑部。干他娘的！请世子大人上马。完了，我哪会骑马？摔下来可就丢大人了。来，这女人真他娘的帅。坐稳。江小白，松开你的手！不行，我第一次骑马，害怕。把你的手给我放下去！天哪，镇北侯府这是要干什么？妈的，谁呀？找揍是吧？我们是普通人，我们是普通人。江湖再强，也不过一人一剑。军阵才是万人同心。3万啊！这会儿别说刑部，就算皇帝来了都不好使。干！别说，这小子还真有我年轻时的风范。大夫，你来的正好，快看看我家侯爷，怎么昏迷了3、4天都不醒？侯爷这是日夜操劳所致，我这就去开方子，吃上几副就能醒了。好，那就赶紧去开方子吧。张公主、柳楼主，出事了！镇北侯府江家世子集结了3万军队，正奔着长街去了。这江小白不会是要造反吧？他不是冲动的人，走，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没意思，还是宫外的江小白有意思。陛下，大事不好！镇北侯府集结了3万兵将。想造反吗？不，他们不是奔皇宫来的，是奔着刑部去的。刑部，备驾去刑部。皇兄，带带我！集结3万兵将，带头的是我未来女婿，不愧是我李秉章的女婿，敢吃过人！快备马车！你这次冲动了，这人不该抓。我抓人从来没有该不该，只有想和不想。张千虎当众威胁酒楼老板买酒，
签字画押，免受皮肉之苦。去你大爷的！我家世子酿的酒好，我威胁是给他们机会。就你们那废物世子，等他到了刑部也得乖乖认错，不然我该扣也得扣。你敢骂我家世子，找死！刑部可不是你一个小小千户撒野的地方。小小千户，你张爷爷我在北境杀敌的时候，你算个鸡二毛！这一跤我记住了。执迷不悟啊！继续抽，抽到他画押为止，中途别停。抽死了出事，我顶着。来，你张爷爷我吭一声，算你们一。大人，出事了！镇北侯府的人来了，境内头黑压压全是兵。我家世子来了！来了便来了，让他们在外候着，等我喝完这盏茶再进来。把刑部给我包围起来，飞出去一只苍蝇，回去领军棍。把兵器扔了，否则一个不留全杀。昔年，本叔子没来晚吧？不晚，一点都不晚。你来的太是时候了。就这货扣的我，你可要给属下做主啊！放心，本世子今日带了3万大军，专门来给你做主的。3万？3万？开什么玩笑呢？动我的人，得先问问这3万把刀。江小白，我真不知道该说你傻，还是说你莽撞。3万人，你倒是真敢啊！所以，扣张新年的就是你。是我扣的。刑部办案拿人，天经地义，江世子。至于带这么多人过来吗？新年，刚刚谁打的你？他打的。顺便告诉你，是我吩咐的。人是我打的，就算大人不吩咐，我也想打。不要问我原因，我就是乐意。这里是刑部，我还有官职在身，你带3万大军又如何？难不成你还敢在刑部大堂当众杀人？还问我能奈你何？我他妈能干死你！你也别问我原因了，因为本世子也乐意。你竟敢在刑部当众行凶，你想造反不成？就这场面，你说我有什么不敢的？知道我刚刚为什么杀的不是你吗？因为我要留着你亲口去跟陛下说，看看陛下会不会觉得我镇北侯府在造反。好，陛下来了，我必告你一状。可以，我等着。不过你刚刚刚归让我很不爽，所以我得让你嗷嗷叫。你就是个疯子！我要等陛下过来，狠狠告你一状！去你娘的！唐姑娘，本世子肩膀酸了，来，给捏一捏。江小白，此事和我无关。我来的时候就说过，这人不该抓，不信问你下属。这是说来着。不过你这人心思我看不透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你想不想嗷嗷叫？你这个嗷叫不如主动叫，这羞辱迟早连本带利讨回来。行了，别叫了，看你识时务，暂且放过你。你现在还有话说吗？江小白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丞相不会放过你。我就不等，今天你活不过去。世子，刑部尚书要求进来。动作倒不慢，让他进。
江小白，你带兵大闹我刑部，意图何为？就我乐意。萧儿，你的腿怎么流这么多血？是谁做的？刑部总司赵斌庭派刺客暗杀我的人。赵大人，是他，是江小白打伤了我。生儿，你也被他打伤了？没有。那你跟着叫唤什么？江小白，你杀我刑部官吏，带重兵围我刑部，每一条都是杀头重罪。陛下怪罪下来，镇北侯也保不了你。不知道，也没兴趣知道。对了，你的萧二不是一直想等陛下来吗？等陛下来了再说不就好了？那刺客果然没说谎。禁军人还不少，陛下还是防着我呀。哼，看来给你们做主的人来了。陛下驾到，尔等还不速速让开！陛下驾到，按理该让，但军令如山，我等眼下只听军令。大胆！陛下的话就是军令。军令如山，朕可以理解。江小白何在？让他出来见朕。陛下来了，也不知他该如何做。还能如何？只能大事化小。就这3万兵摆着，他不可能当众治罪。陛下，这江小白胆子太大，今日必须严惩。那你说说，怎么严惩？世子，陛下来了，说是让您出去见他。那就恭请陛下过来吧。是。待会儿你们可记得告我一状，尤其是你，可别让我失望了。那你且放心吧。陛下，您可算是来了，还请陛下为臣做主啊！臭不要脸，臭不要脸啊！你想让朕如何替你做主？刑部平白无故抓女我侯府的人，还诬陷我镇北侯府80万大军谋反。我侯府为大华镇守边疆，忠心耿耿，怎会谋逆？还请陛下裁决，把那惹事之人斩了。他这是拿80万大军逼陛下杀人，请陛下为我镇北侯府做主，为我镇北侯府80万大军做主。怎么，朕一个处理不好，你们镇北侯府还要埋怨朕？是。你们有什么要说的？陛下，江小白这是恶人先告状，是他侯府的人在酒楼强卖酒水，欺压百姓，臣才将人扣下审问。陛下，请别听他的，此人一看就是个小白脸，说的话信不得。江小白，我去你大爷的！陛下，此人当众侮辱臣，请陛下砍死他。陛下，先不论对错，江小白带3万兵甲围我刑部，又在刑部大堂当众杀人，如此行径，说是谋反也不为过，请陛下降罪。老臣身为刑部尚书，也请陛下给江小白降罪。陛下，您现在亲耳听到了吧？他们还在造谣我镇北侯府谋反。你调3万兵将围剿刑部，不是谋反是什么？那不知陛下如何认为？莫非您也觉得我镇北侯府意图谋反？若是的话，还请陛下直说。镇北侯府长80万大军，说他谋反，陛下敢接吗？朕自然知道，镇北侯府对我大华忠心耿耿。你父亲是先帝一手提拔，造反之事，朕绝不会信。多谢陛下理解，只是臣暗中调查发现，这程潇还有臣方才所杀之人，皆与镇北之外的敌国势力有关。
臣带重兵而来，正是怕他们闻讯脱逃。陛下，臣冤枉，臣连镇北都没去过，怎么可能通敌？陛下，臣有证人，张新年，你来说。属下亲眼所见，他们与镇北敌对势力通敌。程潇乃我刑部郎中，为人骇可，绝不可能通敌。老臣可以证明，臣也可证明，请陛下明鉴。郑尚书和赵大人如此力保，臣认为他们二人必然也有问题，所以臣请陛下降旨，让臣彻查刑部。新仇旧恨，他要一次全报了。若刑部真和镇北之外的敌国通敌，此事不可不重视。江小白听令，查礼部的同时，把刑部也给侦查，凡通敌者一律查清，不得徇私。是，陛下。把你侯府的兵全给朕撤了。刑部是朝廷要部，被3万兵甲围着，成何体统？臣这就撤兵。你明日来一趟早朝。臣遵旨。哼。摆驾回宫。礼部完了，如今刑部也进去了，多少算个伴儿。程侍郎，你现在可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抱歉，你说的太慢了，本世子不想听了，下辈子记得说快点。江小白，我赵斌慈跟你没完！你派人暗杀我那天起，咱们就已经没完了。我现在先不杀你，我要让你亲眼看着本世子是怎么把你整死的。郑尚书，您这岁数大了，该退休就退，多给年轻人一些机会不是？赵胜师兄，不用紧张，这次不杀你是看在蓝老师面子上。你若有什么不甘心，任何计谋随时来本世子都接了，只是后果你能不能承担得起？新年收队，回府。兄弟们，回家喽！先以兵士压刑部，再逼陛下亲临，又借谋反给全刑部扣上通敌之罪，该杀的人当众杀了，一步三棋，狠辣至极。往后这镇北侯府，整个京城，怕是无人敢惹了。江小白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今天的所作所为。我以为他带兵闯刑部是冲动，可这冲动背后藏的全是算计。想杀的人杀了，威也立了，整个刑部被他死死拿捏，连陛下都被硬推着点了头。长公主，咱们和他合作，是不是该警惕些了？这不是挺好？如此合作才有趣。而且，他那2位哥哥若是知道了，小白，此事之后，陛下对你们镇北侯府只会更加警惕。我知道，可我不做，他也一样警惕。如今不过是把话摆到台面上罢了。接下来，陛下必想尽办法收回你们的兵权，你准备怎么做？岳父，您还是没看透，他会想收兵权，可他更怕逼得太紧，我们真反了。我父亲这一步不敢走，但我可就不一定了。所以今日这一出各有利弊，让他更警惕，也让他不敢轻易把收兵权摆到台面上。门我就不进了，免得见你父亲生气，空了多来家里。薇儿一直念叨你。新年换身衣服，继续去铺货。这下没人敢拦了。是，世子，属下这就去。今晚怕是要辛苦辛苦你了。什么意思？今晚有刺客，而且应该还不少。你怎么如此肯定？猜的。说有刺客，自己睡得倒是踏实。睡得真舒服。江小白，
整整1晚，一个杀手都没有。一个都没有。没有。这么说，我倒是小看赵冰彤了。程潇一死，我以为他会急，如今看来，此人挺能忍啊。江小白年纪尚轻，不明接待之礼，此事关乎两国邦交，交由鸿胪司更为稳妥。江世子兰亭文颖北于推崇书文，这次使团里多是我大华新科状元，由他出面接待最为合适。自己看看吧，我先去洗漱。侯府四周昨夜布了那么多高手，这位高人全都察觉到了，还主动出手替我们除掉9人。别想了，想你也想不出答案。人家愿意帮忙，总归不是坏事。这等大人物，才能不出手时还主动帮忙，太反常了。那你觉得陛下今日让你上早朝会有什么事？不好说，但可以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。为何？昨天我带3万军队围了刑部，逼着陛下当场让步。你若是皇帝，还会给我好果子吃？这不是江世子吗？这位大人是？我是吏部尚书董谦。江世子空了，定要来我吏部坐坐，好查管够。还有2本古籍，你必然感兴趣。江世子，我是户部尚书吕方，听说你如今在做酒水生意，咱们可有得聊。吕大人太客气。吏部、户部、工部、兵部4部尚书，平日多少人求见一面都难。哈哈，李相，你这贤婿可真越来越不凡了。兰亭楼那诗词我也听说了，着实拍案叫绝。这朝廷真不是一般人能混的。你现在已为官，想脱身难了。陛下到！陛下和孟寿府刚刚在后头谈了什么？不会是针对我来的吧？各位爱卿，不用多礼。启奏陛下，文宣桥塔角，臣请工部拨银修缮，臣领命。秋季将近，礼部被查，不知如何安排。就这些破事儿，听着都头大。陛下，臣有事要奏。臣今年60有7，精力不济，难担刑部重任。臣准备告老还乡。我昨天不过随口一提，他还真接了。看来这老头只是用人不行，为人倒不算坏。你有隐退之心，朕本不该强求，只是刑部尚书非同小可，朕眼下并无合适人选。臣以为右侍郎冯权可承此位。正月看中的左侍郎程潇，如今只剩右侍郎顶上。陛下，刑部正在备查，此时不宜升迁，不如查清之后再行定夺。李相有礼，郑大人，你便先暂职，待刑部查清，你若无事，朕便准了。可还有其他事要奏？这眼神真有事，冲我来的。有信鸽传书，北虞国与齐国对我大华开边市之事颇感兴趣，两国已派使团进京，半月后抵达京城。哦，这倒是好事。这开边市本就是江世子4策中所提，臣以为不如就由江世子负责接待此次两国使团。果然，奔着我来的。齐国还好，可北虞这些年被镇北侯府镇压多次，对江家怨恨极深。江小白若去接待，怕是有性命之危。不，臣反倒觉得正合适。江世子不是声称刑部与北境敌国势力暗中勾结吗？既如此，趁北虞使团入京，正好由江世子亲自接待，也好让江世子彻查一番，岂不更好？接待、彻查，
你这是要借北域的刀杀我？让江家人去接待北域，这是拿刀架在他脖子上。行了，江小白，臣在。你是新科状元，又是提出开边市国策之人，此事交给你，朕放心。当然，朕不强求，你有什么想法，说说。陛下，此事臣可以接，但臣有一个小小的要求。什么要求？若是臣忍不住的话，请陛下允许臣出手就好。江世子，接待使团不是儿戏，你代表的是整个大华，岂能以蛮横之礼相待？哦，既然孟首府如此精通，那不如就让首府去接待。臣不干了。本官乃大华首府，岂能为使臣接待？那我还是镇北侯府世子，家有80万大军，岂能为使臣接待？陛下，臣觉得孟首府也有通敌之嫌。谁都知道我江家与北域恩怨极深，此人却极力推荐我去接使节。哼，若无私心，臣万万不信。还请陛下恩准，让臣彻查此僚。你莫要胡搅蛮缠！你若连这使臣都不接，那你昨日便是有意诬陷刑部。孟首府，你若是不接，那你就是通敌。行了，朝堂不是你们争执的地方。陛下恕罪，臣失言了。你的要求朕准了。若使团故意挑衅辱我大华，你可自行处置。但你若无端生事，坏我邦交，朕绝不轻饶。臣明白。不过朕也有一个要求，此事若被你办砸，朕便辞去你的钦察之职。你早日与李相之女完婚，入赘相府。可以。江小白听旨。半月后2国使团入京，朕命你为接办使，暂领鸿胪寺少卿衔。办得好，朕自有封赏；办不好，免去一切职位，入赘相府。臣接旨，但臣还有一个要求。说。若臣能让2国使团满意离开，臣不求赏赐。臣只请陛下准许我彻查孟首府。昨天他能带3万兵围了刑部，明天就能围了我们。陛下，这江小白分明就是无理取闹。孟首府若是清白，就不怕查；只有心虚的人才会不断推辞。就好比陈尚书一直想方设法不让我查，这不是做贼熏心是什么？好，你若真能做到，那你就查。孟首府已经答应了，还请陛下恩准。既如此，朕便准了。退朝。江小白，本官倒想看看你如何接待好2国使团。孟首府还是多操心操心，等被我查的时候，该如何应对吧。哼，贤婿，这事儿你就不该接呀。江家镇北多年，杀过多少北域人，让你接待北域使团，这用心太毒。只要后面出一点事儿，全算你头上。这局早就被人设计好了，我就算不接，最后也会落到我头上。莫非贤婿你已经有办法了？暂时没有，但想2天总能想出来。这世上就没有完全走不通的路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罢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敢问，这位可是江狮子，江大人？北域使团还没到，宫里先来人了。你是？奴婢是小公主近前的丫鬟，小公主想请江山子过去一叙。另外，刚好有位能人也想见一见你。小公主邀我也就算了，后边还有个能人想见我。既然是小公主邀请，去一趟吧，多认识些人，总归没坏处。长公主一直用萧子吟的名义接触我，如今去见小公主，这戏我要不要陪着演？江世子大人，小公主就在里边。斗笠，长公主，这女人也在。江小白，你来啦！见过小公主，不知找我来所谓何事？
是本公子想见你，我叫方彤。方彤，这名字头一回听说。你不认识我？不应该啊。怎么，我该认识你？方公子，看来是你自作多情了呀。是啊，人家江生子压根儿不知道你是谁。江生子，你听好了，本公子方彤，乃青山会沈阁老的弟子。沈阁老，我也没听过。对了，你之前在青楼悬挂了4联，本公子已经对出来了，还托人挂在了青楼之内，你没去看吗？没。青楼4联，早忘到脑后了。你这人怎么能不去看呢？难不成你就不好奇我对出来的对子如何？这一点都不好奇。青山会阁老弟子专程设局来见我，这场戏怕才刚开场。来，江世子，请吧。你第一联一乡2里共3夫子，不识4书5经6艺，竟敢教7、8、9子，十分大胆。我对10里9村推8秀才，略懂7律6书5典，偏来评4、3、2子，1等荒唐。不错。你第二联莺莺燕燕，翠翠红红，处处融如洽。我对雨雨风风，花花叶叶，年年暮暮朝朝。第三联人说之人被人说之人说，人人被说不如不说。我对官管之官被官管之官管，官官被管不如不管。月圆月缺，黑夜尽头方见日。花落花开，红尘深处始逢春。江世子如何？确实还可以。只是还可以吗？对，很好。这4完我想了整整1周，你就一句还可以很好。哦，你这么说的话，我好像说过，谁对得出来，我另有惊喜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方公子的意思是，您就不能多夸他2句吗？方兄厉害厉害，没想到你竟真对了出来，实属让我敬佩不已。这个是本公子出给你的，我对你的4别用了1周，你这只是1联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够用了吧？就这。江树子，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这联不难。好得很，那你现在就对一对，我倒要看你能退出个什么。我对春青地、秋白地、夏火冬水、寒暑阴晴尽成章。如果这个不够，春雷动，秋霜落，夏雨冬雪，风云寒暑并成篇。哦，还有晨朝露，暮晚霞，风花雪月，悲欢离合尽成诗。所以这很难吗？你！这袋子我们私下想了那么久，叔叔对不上就是意思对不上，他连想都没想，张口就是3联。不愧是我看中的人，就是厉害呀！江小子，来，你给我出一个男的，方某现在就对出来。方兄，差距明显，没必要自讨苦吃。方公子，不如聊点别的，开心开心。要多难有多难，我一定给你对出来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出一个你10年都对不出来的。10年？江世子好大的口气，我倒要看看什么对子能让方某某10年对不出。请吧。其实很简单，就5个字：烟锁池塘柳，前世千古决断。5行成句又要成意，还要能对上，还要含5行变化，这怎么对？烟锁池塘柳，烟锁池塘柳。这家伙脑子里到底装了多少东西？方公子，慢慢对吧。来，倒茶。不用你，我来。多谢。不用谢，都是自己人。对了，还不知这位是？她是我身边的丫鬟宫女。如此说来，我见过她，她是那个聋哑人。对，
果然是他。上次他给我捏肩，捏得还挺舒服。现在一说，肩膀还真有点酸。小公主，你给他打个手语，让他再帮我捏一捏吧。这不太好吧？不行吗？她不是你的丫鬟宫女吗？帮我捏个肩膀，不过分吧？捏肩这事嘛，就她吧。江世子，我来帮您捏吧。你们可是小公主的贵客，岂能让你们动手？主动上前一连结账，这3人8成是跟着她来的。来吧，捏是吧？捏死你这混蛋！这女人分明是在泄愤。这江小白的胆子真是够大的。烟锁池塘流，烟锁池塘流，太难了。别说10年，给我1辈子，我也对不出来。江世子，这个不算，你再给我出一个啊！还来？我不服，这上联只是意外，下一个我一定对得出。唉，画上荷花，和尚画。这个也不算，你再出。金是金石，进是进士，字音全同，意思还绕成一团，这他妈是人能想出来的吗？你再出。客上天然居，居然天上客。原来我当日对出对子喜不自胜，可在人家眼里不过是随口一出，差距，这就是差距吗？江世子在兰亭楼的诗文，我们反复读了10几遍，实属叹为观止。小小发挥而已，不算什么。方兄，你还来吗？我这儿可还多着呢。还多着呢，都是这等难度。对，所以你还来吗？不来了，方某服了，彻底服了。能让方彤亲口说服，这一局他输得有多惨？江世子，我们青山会有一位极具大才之人，你2人或许有的一拼。哦，我没兴趣。江世子，我听闻齐国和北域的使团将在半月进后京。对，陛下已安排我负责接待。连这消息都拿到了，长公主果然在陛下身边有眼线。那江世子可有办法应对？暂时没有。江世子，我们前些日子去了通州一趟，在那儿我们见过北域和齐国过来的怨客了。怨客？何谓怨客？所谓怨客，是打着拜访切磋之名来挑战各国的人，有的是书生，有的是武者。北域和齐国的怨客，二者皆有，而且2国怨客明显已经合作了。合作了？所以我们猜测，北域和齐国的使团，怕是也联手了。这明显是有人故意推着您入局。江世子，接待起来可要小心一些。如果武道挑战可以杀人的话，我倒是可以去试试。一个从没学过武的士子，凭什么敢说这话？那些怨客这几日就会抵京，文道有我们青山会撑着，可武道那边，尤其齐国几位书院弟子，在通州文会上一连压了数人，这么厉害，所以届时江子务必到场，哪怕他们在京城挑战，咱们也势必能赢。背后是上下5000年传世文章，谁来也不好使。哎，再说吧，看我时间。事情我了解了，会小心的。眼下我先告辞了。这么快吗？在这住一晚呗。对了，小公主，你这丫鬟真不能送我吗？不能。江世子，你等等。送你了。他竟真让长公主送我？江世子，就一个丫鬟而已，你喜欢就带走吧。本公主送你了。不是，我就开个玩笑，你来真的？一个敢送，一个还真敢应。不对，让他捏肩时，萧子敬慌成那样。我说想要长公主时，他头摇得像拨浪鼓，这背后根本不是萧子的意思，是长公主她自己点的头。这女人金枝玉叶，陛下亲妹，为什么要答应来当丫鬟？她想做什么？不行，刚刚是我要的人，现在突然反悔，
他会怀疑我早就看破了他身份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多谢小公主了。哦，不用谢，你快带走吧。早知道嘴就不该那么欠，这下好了，人家真跟来了。长公主那句答应他，我可听得清清楚楚。长公主何等身份，却给江小白当丫鬟，这要传出去，整个京城得炸锅。别多想，长公主天资聪慧，如此做自有用意。方兄，你拿那纸做什么？你们懂什么？江世子未来必定名扬整个大华，这是他的墨宝，千金不换。而且，我做了一个重大决定，我准备拜江师子为师。方兄，你可是七神会沈阁老的弟子啊，这又妥吧？此事我回去自会找沈老说清楚，相信沈老会理解我。那这字能不能给我？哼，我老师的墨宝岂能流落人间？我得替老师盯着点儿。方兄，人家江世子根本没说收你啊！哦，早晚的事儿。无聊，还是江小白有意思。哪怕就那么坐着不说话，光看着都有趣。这女人跟着我回侯府，到底图啥？这胆子比让人捏肩膀可严重多了。好你个江小白，就这么喜欢使唤人。只要一直麻烦这女人，她早晚受不了，主动滚蛋。反正我现在是聋哑人，你喊疼我也装听不见。这二人图啥呢？唉，可算到家了。世子，咱们的酒真火了，后边好多酒楼等不到铺破，主动上门求合作。之前铺过的，今早就派人来催加量，根本不够卖啊！京城大小酒楼能吃下多少，就铺多少。对了，世子，侯爷交代您回来立刻去见他。咦，这女人有点眼熟啊！师兄，那我便先告辞了。有劳师弟跑这一趟了。爹，这位是龙虎宗的一位师弟。行了，先坐下说话吧。小白，这位是？哦，一个小丫鬟，小公主送的，聋哑人。小公主送的那倒无妨，只要不是长公主送的就行。父亲，我和长公主还从未接触过，这丫鬟怎么可能是长公主送来的？你和长公主没接触最好，以后也别接触。别看这位长公主年轻，为人绝不可小觑。你大哥留下的血书你也看了，这女人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父亲，您现在可是当着正主的面贴脸开大呀！父亲，我觉得吧，这人不能只看表面，那长公主或许没那么坏呢。再说了，越是漂亮的女人越擅长伪装，她在宫里混到让陛下都忌惮3分，这能简单？依我看，她不是嫁不出去，而是……父亲，您说的对，我以后绝不和她有任何接触。父亲，今日早朝有件怪事，陛下和孟首府竟是一块出来的。孟首府当场推举我去接待齐国和北域2国使团，这感觉分明是他俩提前商量好的。他们既想做局，为何做得这么明显？确实古怪。你打算怎么应对？我准备等2国使盘一到，先找个机会干他们一次。啊！北域、齐国都是北境敌国，尤其北域和咱江家是死敌，这种关系还谈什么边事合作？分明是拿国策当借口，合起伙来搞咱江家。他们既然不客气，那我为什么还要客气？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父亲不反对。你现在大了，有自己的分寸，这事儿你敢接，心里就有数。为父支持你，哪怕你真弄死了这2国使团的人，为父也替你兜底。多谢父亲。来人，
去查此次来的两国使团，尤其北域那边，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那个叛徒。若真有，不必等他进京，就地暗杀了。是。提到齐国和北域使团时，父亲一点都不意外，反而在听见北域后更冷了几分。他明显已经知道了一些消息。父亲还说，无论我宗师弟，或许就是来传消息的。这次使团进京，他一定有事瞒着我。这酿酒的法子竟如此独特。看就看吧，这些东西迟早要传出去。江小白，你就不想想应对之法？啊？什么应对之法？两国使团半个月后就到，那些院客这几日就要进京，你还有心思写书？其实，就在我刚坐下的时候，对策我已经想到了。什么对策？不能说，但有这办法在。不夸张的说，就算我杀死他们一半的人，他们还得笑呵呵地说：“杀得好，杀得妙，杀得呱呱叫。”切，这话你觉得我能信？不信？那咱们打个赌。可以，你想赌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别紧张，我若是赢了，你换身裙装，让我看看。裙装？怎么，不敢赌？赌就赌，那你输了呢？哦，我不会输。当然，真输了，我也换裙装得了。咦，刚刚哪来的笑声？哦，也对，人家哑又不是不能出声，这嗓音条件极佳，可惜开不了口，不然定然好听得紧。可恶，方才要不是他说什么穿裙装，我能笑出声。来，说回刚刚那个赌注，你玩还是不玩？赌了，我等着你穿女装。我说的是，杀了两国使团一半的人，对方还得笑呵呵说杀得好。杀了人家的人还叫好，这个赌我赢定了。来，给本世子捏捏肩。报复心理，越是这样，我越要忍，早晚熬走这女人。按的时候疼，停下来倒是舒服了不少，手法不错。世子，这些送去我父亲那儿，晚点再来我这一趟。瞧这厚度，全是银票。酒水生意起色比我想的还快。辛苦再跑一趟，把这个送去天机楼。世子，这是大炮。大炮，跑茶用的吗？神特比跑茶。对，跑茶用的。届时我带两国使团一块儿去跑茶。你只需知道有这东西在，就算两国使团被我杀个干净，北勋和齐国连个屁都不敢放。去吧。你啥时候进来的？就算看了又如何？这跨时代的玩意儿，他看得再清楚，也绝猜不透原理。你接。喝个茶，怎么就能杀人家一半人，还让人家叫好？这家伙一定瞒着什么。这家伙还会写曲谱，莫非那也是他写的？写这么快，想必也不怎么样吧？昨晚胡庭那位高人帮我收拾了满院刺客，这曲谱就当还他一个人情。画皮吓不走你，
那就换个更阴的，没准明天你就滚了。喂，可以了。这个混蛋写的什么鬼东西？这故事的后劲，今晚他别想睡了。明知道她是长公主，还敢用这种故事吓她，这胆子真大。还真的是你，所以他那首曲谱是写给你的。师姐一向冰清玉洁，眼睛长在头顶上，怎么也下落凡尘了？那师妹，你身为皇姬长公主，又为何在她这里当丫鬟？本宫自然有事要做。倒是你，她写这曲谱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随手写写而已。师姐你也看得上，看来品味变低了呀。师妹不懂曲乐，僵尸卫子这谱曲是我平生所见水平最高的，没有之一。没有之一，师姐的眼界何等之高！可她写这曲子时，明明快得像随手涂鸦。此事暂且不谈，师妹来当丫鬟，是想探镇北侯府会不会造反吧？是，师妹如此行径，可要小心，免得最后得不偿失。管好你自己就行。师姐，江小白已经拿到了3枚藏锋令，若他前往宗内，我希望你能让他走到最后一步。藏锋宗规矩严谨，我哪怕身为宗主也不得徇私。他若真去，只看他自己有没有这个缘。师姐何必把话说这么死？万一哪天你违背了初衷，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？或许吧，但至少现在不会。等等，师姐，你对故事有没有兴趣？江小白写了个故事，非常好看，你要不要瞧一瞧？可以。画皮，师姐，趁着夜色正浓，你早点回去吧。不用，等天亮再走也不迟。你怕了？不，我只是想和师妹多聊会儿，仅此而已。昨夜幸得公子新谱，心中甚是欢喜。十面埋伏，好名亦是好曲。此曲起因，便有兵戈藏于弦下，实属令人心惊。令偶见公子所述诗变，荒诞诡异，夜半观看，却有令人心头不宁之意。这般故事，还是莫要拿来吓人为好。这位胡廷高人昨夜不但拿了曲谱，还看了诗变，该不会连他也被吓到了吧？来，服侍本世子穿衣服。穿你个大脑袋！看你下次还敢不敢让本宫伺候人！世子，外边有人求见，带头的说叫方童。方童，让他们进来。江世子，北域和齐国的院客今日一早进京了。这么快？已入住京城最仙酒楼，他们放出话，3日后开擂。文道擂台设在楼内，武者擂台设在楼外。如今整个京城都传遍了。3日后，行，到时候我去转转。你们还有事？江世子，小公主有些想这位丫鬟了。若丫鬟愿意回去，可以随我们一块儿走。我的意思是，带走的话，本世子还真舍不得她。要不你帮我跟小公主说，我很喜欢她，想永远留下她。那江世子既然舍不得，
此事便算了。哎，我刚又琢磨了下，她毕竟是小公主的贴身丫鬟，真想她了，带回去也不是不行。不，世子舍不得，那自然作罢。小公主那边想来也能理解你。嘴贱，这下人真带不走了。江世子，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我想拜您为师。你不是有师承？我记得你是青山会阁老的弟子。是，但我准备断了那师门，然后拜您为师，请您成全。可我怕是教不了你什么东西。无妨，只要跟在老师身边，沾沾书气，便足够我受益终生。这方童可真会说话。江世子，家父是大华有名的客商之一，您日后若有任何需求，我方家或许能帮到您。方童从不在外提家族，从不用家族名头。如今为了拜师，他连家族都抛出来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收下你了。多谢老师。我收你这弟子是看在你家客商的份上，我确实需要。老师有话直说，学生愿为您效犬马之劳。他连沈阁老都舍了，拜个同龄人为师，传回去要被人笑话。劝不动，他认定的事从不回头。怨客百类，分明是给齐国、北余两国使团铺路。你有想法？没，但干就完了。粗俗！呸！对付有心之人，粗俗点更好。谁打的你？是北余的人，属下去醉仙酒楼送酒，撞上他们，一言不合就打起来，属下没打过。世子，抽3万兵去干翻他们。上次围刑部是给皇上看的，这次为了几个怨客调兵，传出去只会让人笑话。世子，这些人来者不善，打我的人让我给侯爷带句话。让你带什么话？那人说这一巴掌让我回来后给侯爷好好看看。所以你脸上这一巴掌是对方故意打的。北余敢把巴掌扇到侯府头上来了。是，对方就是故意的，是北余的怨客打的。北余的怨客跑到咱大华的地盘上，打的还是咱镇北侯府的人，好得很啊！世子，这事儿我没敢告诉侯爷，侯爷那脾气，知道了明天非亲自上擂不可。赢了还好，输了，丢的是整个侯府的脸。打你脸的人是谁？记住了吗？记得。好，明天去醉仙楼，第一个就先干死他。此事别跟我父亲提，回去歇着，明天跟我一块儿去。被谁打的？北余怨客还没摆擂，就先打咱侯府的人，什么意思？不用猜。可怨客代表着一国，真动手杀了人，两国使团入京，怕不好收场。此人活不过明日。明日管你什么高手，一梭子下去都得烫板板。进步不小啊！世子，走，出发醉仙楼，干他娘的！北余齐国真够嚣张，跑咱大华摆擂挑战。你没听说吗？昨天北余的人跟镇北侯府起了冲突，镇北侯府一位将领被人当众扇了一巴掌。扇了侯府的人，镇北侯府能忍？今天怕是要出大事。这大华还真是繁花似锦。若不是有镇北侯府压着，咱们齐国未必不能在大华割据一方。北余人是彪悍，可有脑子差点意思。大人凭什么让这滕子秀为首？这滕子秀文才不俗，在北余赫赫有名。挑衅镇北侯府的主意就是他出的，让手下人跟侯府将士起冲突，一巴掌扇下去，再花赏银收买大华人四处传播。这样一来，镇北侯府就算不想来，为了面子也不得不来。大人，咱们什么时候开擂？不急，等镇北侯府的人来了再开擂不迟。到时候羞辱镇北侯府才有意思。
大华，哼，真没劲。不过这酒倒是不错，比咱北域的还烈几分。北域的狗贼，赶紧开始！你爷爷我等不及要揍你们了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全给你解决！找死！知薇，别看了，你那心上人怕是还没来呢。我哪有看他？我是看看来了多少人。青儿姐，你说他会来吗？我倒觉得他一定会来。他身具接待使的身份，苑客又是北域齐国的人，提前接触只有好处。镇北侯府，你们到底来不来？不过3品，也配在我北域面前叫嚣？阿丑，既然大化武者这么迫不及待，你就陪他们玩玩，收着点力，别太早没了趣味。大化的狗东西们，谁先来？大华人都是废物，倒是个气质绝佳的女子，有点意思。世子，就是台上那家伙，昨天打了我一巴掌。呀，知薇，你心上人来了。江少子。爷，你们俩也来了。知薇这不是想你了吗？猜到你会来，一直等着呢。待会儿再说，等我上去，把这北域的人解决了。镇北侯府的江小白等了这么久，却只来了一个小的。镇北侯府还真是让人失望啊。江叔子，北域的人实力极强，他们本就仇视江家，你上去只会自讨苦吃。放心，不会太久。都让一让，我家世子来了！这就是江世子，不愧是镇北侯府的人，有血性。这玩意儿够凶，不知道一梭子下去能不能干死他。你就是镇北侯府的小世子？现在的镇北侯府好像就剩你这么一个后代了吧？昨天那一巴掌本是打给你父亲看的，没想到把你这小的引来了，真没意思。听说小世子名声不太好，要不听我一劝，乖乖回家去，顺便让阿裘也送你一巴掌。你们打了我的家将，就这么回去，可不妥。我这人护短，这次登台是奔着杀人来的。是吗？既如此，江世子大可试一试。你确定也让我来试？昨日那一巴掌打轻了，早知道镇北侯府只敢派你这么个小世子，我就该直接拍碎他的脑袋。看在你这么坦诚的份上，本世子送你一套连招。一阳指，连发。好，太好了！哎，就这还高手呢。不过儿啊，江小白，你竟然杀了阿秋！啊，不是你让我试试的吗？
本世子就这么简单的试了试，他就逝世了，这可怨不得本世子呀。杀得好！这家伙刚刚不是很狂吗？还要拍碎人家脑袋，现在怎么自己先躺上了？不是内力，是暗器，连7品都扛不住。你这属下连本世子一个小小连招都干不过，你们北隅的人可真够渣的。啊，这就气到了。本世子不就是杀个人而已，你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吗？不过你现在不习惯也没关系，因为你后边会习惯的。会习惯？他还要杀我们的人！江小白，我唐子修和你没完！此事我必上告你们皇帝，让他严惩你！哦，好的好的。他刚刚怎么动的手？我根本没看清。哎，怎么就一个？还有人上来吗？本世子的一阳指现在饥渴难耐啊！今日五类取消，明日再战。取消了，这北域的人也不过如此。我们江世子还在台上等着呢。武备暂且取消，但文位现在开启。你们大华不是自恃文才惊人吗？今日我倒要见识见识，你们大华的文人到底如何？五类输了，他还能接得住这一局吗？武类暂且取消，文类要开吗？我来，算我一个。北域和齐国真当咱大华无人？且慢，本师子今日来，可不只冲的武雷，这文雷，本师子也想凑凑热闹。哼，江师子，一个吃喝嫖赌不学无术的废物，也想参加文雷？我不是想参加，那你想如何？本世子是想试一试，看看我一个人能不能够把你们北域和齐国的怨客全都杀穿了。我家世子就是牛，一个人杀穿2国，听着就他妈痛快。志威，你心上人今日搞不好又要出几篇传世之作了。黄了，一个人想杀穿我们所有人，开什么玩笑？世人都知道，本世子只知吃喝玩乐，名声也不算太好。所以，你们若是连本世子都比不过，那2国怨客趁早乖乖回家种地吧，以后别出来丢人现眼了。好，江世子既然敢如此开口，不过只是文笔没意思，咱们加个赌注，你若输了，今日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从我胯下钻过去；我若输了，我从你胯下钻。可以，怎么个比法？我们2国共6人，每人与你比一场，看在你只有1人的份上，我给你3次输的机会，输到第4次，算你败。这规则对江世子而言够公平了吧？嫌少？那4次？江世子的意思是想要10次机会，我们才6人，哪来的10次？不，本世子的意思是输1次，便算我输。怎么，我都这么让步了，你还不行？我滕子秀从小到大，还从未被人这般折辱过。今日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大本事，敢夸下如此好口！你以前还没被人这般折辱过，那你放心，接下来在京城这段时间里，你会习惯的。6场，1场都不许输。来吧，让本叔子看看你们的水平到底值不值得本叔子认真一回。一个人就想占我们2国6人，江世子，你倒是让我看看你怎么做到。可以。阿舅跟了我10多年，竟死在这小子手里。既是文笔，请江世子先出题，免得输了又说我们欺负你。不，题还是由你们6个出吧，免得最后说本世子1人欺负了你们6个。好，那便由我们出题。我素来喜酒，第1场就以酒为题。你笑什么？我劝你换一个，以酒为题的话，
本世子就太欺负你了，至少来个难点的，也好让本世子感受到点难度，不然赢了也没意思。以酒作诗是我最擅长的，在北域我以酒做的诗，少说一二十首偈都广为流传。他竟说欺负我，就酒，我倒要看看你的诗到底有多惊艳。既然你如此坚持，那便以酒为题，单做一首太无趣。咱们从4言起，5弦、6言一路到7言，江上子敢不敢接？可以，那就从4言开始。但这第一场，我先来。我的诗若出来，你还敢继续做，那便算我输。好，我便看看你能做出什么惊世之诗。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开篇直白，却有说不出的通透。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但为君故，沉吟至今。悠悠鹿鸣，食野之苹。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。绕树3赞，何枝可依？山不厌高，海不厌深。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。对，怎么对？做又如何做？不知你可还满意？你先别急，听好了，接下来5言。故有携新酿，相邀上酒楼。长街灯影动，满座酒香浮。不过如此，未必没有可比之处。举盏吞明月，高歌压九州。好一个举盏吞明月，这气魄！那是我老师。今朝谁与敌？一醉笑王侯。如何？要不要把你的5言诗也念出来听听？接下来6言。还来？春风吹开酒幔，明月照满高楼。一盏吞尽江海，3杯醉倒千秋。 6言难写，他竟毫不减。笑问人间何事？不过杯底闲愁。今夜长歌未歇，且看万古风流。7言。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好诗。怎么，还比吗？看来你很不服，也罢，本世子再送你一首，看你服还是不服。此诗名为《将进酒》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这哪是写酒，这是写气魄啊！各位快看我，他是我老师，我老师啊！志伟，我都想和你抢一抢他了。钟鼓馔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愿醒。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故而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这真是人能写出来的诗。妈的！我只来凑个热闹，竟能听到这种绝句！不行不行，我这鸡皮疙瘩掉了一地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此乃天上句啊！江世子恐为天上人。志威，你寻得如此郎君，可着实让姐姐羡慕。各位，求你们信我，他真是我老师。前2天我刚拜的，真的。我说过，你若还敢作诗，便算我输。随便来一首，做得如何我都认输。不了，你的诗击碎了我的信心，却没击碎我的骨气。要赢也绝不是这么赢，还算有点脸。那第2场，在下于正林，齐国书风学院，诗一道，在下不献丑了。但作词，于某想向小世子讨教一二，便以人为题，如何？江说子若觉得不行，也可以换。嘘。东风夜放花千树，
更吹落，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，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蛾儿雪柳黄金缕，笑语盈盈，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众里寻他千百步，他这是在写我吗？这的确是一首好诗啊！长公主赢了，到底是听见还是没听见？快看，我家世子看我呢！这说的该不会是我吧？这首词说的是女子，张新年没听懂也正常，只要知微听懂便好。好一个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这段词句，姜皇子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？太可怕了！知微，这首词是写给你的。知微，这首词是写给你的。于正林是吧？我已经做完了，接下来该你了。于某自愧不如。都说镇北侯府的小世子不学无术，若这都叫不学无术，齐国就没读书人了。在下本想与江狮子连对一道，罢了，我认输。小叔子，我也认输。哎，我也认输吧。怎么，你也认输？不，我准备和江世子比一比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你擅长的是数算吧？不是，我擅长的是写文章。写文章？那你们6个人里就没一个擅长数算的？我擅长数算。那你刚才怎么认输了？因为我刚刚算了算，感觉自己会输，所以索性认输了。学数算的怎么还算上卦了？因为我刚刚算了算，感觉自己会输，所以索性认输了。学数算的怎么还算上卦了？你和他比一比数算，至少让我们赢一次吧。在下闵哲向江叔子讨教数算一道，不知江叔子可算精通？不太精通，我主要学文。那就好，比之前先说好，数算全凭脑算，不许接任何外物。可以，出题吧。我的心算可是强的一批。那江世子听好了，135加上347等于多少？这算题？你认真的？怎么，小世子觉得135加347太难了吗？482。我不是觉得太难，我是觉得你这题多少有点侮辱人了。你还是来个有难度的吧，越难越好。也罢，既然小世子觉得简单，那我便给你出一道难的。小世子，且听好了。人与猪共处一处，头共100个，人的脚比猪的脚多出80只。请问，人和猪各有多少？100个头脚还多80只，这怎么算？肉死了！你能不能把人和猪换成别的，比如鸡和兔子？也可，那便是鸡兔同笼。请小世子作答。兔子20只，鸡80只。100个头，320只脚呢？鸡40，兔60。316只脚。鸡42，兔58。粮320担，装大小车，大车装8担，小车装3阵，共70辆。大车22辆，小车48辆。打住！你这些题，说实话没什么难度，你就算出1000道、10000道，我都能答。所以，还是我来吧。那，小世子，请从一开始依次相加，1加2加3加4，一直加到100。请问总数是多少？小世子，在下算不出来，这种题
不借用工具根本做不到。能做到，而且很简单，1和100相加等于101，2和99还是101，3和98也是101，如此首尾相加正好50组，50个101，5050。哇，原来还能这么算，妙啊！一个数都没落下，太巧。在下萧琴，出身北隅。这题文章还是以人为题。他这是投机取巧。江小白刚以人做了一首绝句词。本世子不才，写了一本书，名叫《三国演义》，用不了多久，便会与诸位相见。我接下来这篇文章，不论地名、人名，都借用其中。此篇名为《洛神赋》。以自己书里的人物作赋，本身就低了一筹，哪有现实人物生动？黄初3年，余朝京师，还济洛川。司水之神，名曰密妃，其词曰：背伊阙，越重垣，经通谷，临景山。日寄西迁，车带马烦，睹一丽人，于言之畔。其形也，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，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，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。远而望之，皎若太阳升朝霞。好美。肩若削成，腰有月素，方泽无加，铅华肥玉。云髻峨峨，修眉连绵，明眸善睐，谢府成全。不施脂粉，却已美到这般地步，妙，实在是妙。体素飞浮，飘忽若神，凌波微步，罗袜生尘。这写的哪是人，是神呐！我写的再美，也不过是个凡人，他写的是神。逢于鸣鼓，女娲清歌，六龙宴其旗手，载云车之容易，荆泥咏而加固，水禽降而为魏。这篇赋若能写在纸上，我看一眼也值了。恨人神之道书兮，愿盛年之末当。抗罗妹以掩涕兮，泪流金之浪浪。命仆夫而就驾，吾将归乎东路。揽妃位以抗策，唱盘桓而不能去。好一个唱盘桓而不能去呀！绝世之癖，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。你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？江小白，是我方头的老师啊！我再落一个字，都是自取其辱。此赋一出，他们还坐得住吗？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，这等句子，多少人一辈子都写不出来。这《洛神赋》一出，之前那些赋文全被压下去了。此赋文让萧某认输了。一个人杀穿我们北隅和齐国6人，是我们输了。我现在履行约定。真趴下了？这北隅人不是挺嚣张吗？愿赌服输，今日这脸可算丢干净了。活该！指使人打我，还想当众羞辱世子，怜悯个屁！你赢了，今日我便取消文退和武类。小世子单枪匹马而来，才识惊人。这次我服了。你错了，本世子此次过来，可不只是为了我镇北侯府，不为侯府，难不成还为了整个大华而来？本生子此次是为天地立心而来，是为生民立命而来，也是为往圣继绝学而来。这才是我该追随的老师，也是为万世开太平而来。读书参加科举，只为入朝为官，光耀门楣。原来我们的眼界这么窄。你的眼界低，不代表所有人都和你一样。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
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受教了。我等受教了。他看的不是江家，不是大荒，是天地，是生民。这境界，我拿什么比？诗词赋数算，我们哪一样没输？各位不必如此，都散了吧。走，咱们回家。是，世子。志威，走，咱们也去。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。子修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我们毕竟是院客，他既然杀了阿乔，那就状告朝堂，写状纸去大华刑部。行了，你们4个老盯着我做什么？江世子，这次您可真是让人意外啊！意外吗？我不就随便发挥了下。这话可着实气人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批怨客被压下去了，五类死了人，文类又被我一个人杀穿。等两国使团真入京，底气也就没那么足了。江世子，这位是？小丫鬟一个。怪了，我怎么感觉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？她是个聋哑人，原是小公主身边的丫鬟。上次小公主邀我入宫，顺手把她赏给了我。志威，要不要去侯府坐坐？不了。回侯府。子修，这能行吗？放心，镇北侯府在京城向来不受待见，江锦城跟满朝为官都不对付。这状纸一递上去，刑部巴不得替我们出头。站住！这里是刑部大堂，你们干什么的？我们想见刑部侍郎大人，若能见到尚书大人更好。找大人何事？我们要状告镇北侯府的小世子江小白。你再说一遍！我说我们要状告镇北侯府的江小白。你敢踢我们公子？阿托，不可！二位，我们乃北隅院客，你如此对待，不合适吧？我管你是不是院客，赶紧滚犊子！我要见你们大人！怎么回事？为何如此吵闹？冯大人，他们是北隅院客，说要状告江世子。告谁？江世子。去督察院或者去大理寺，这事儿我们刑部不接。3万兵甲为刑部，才过去多久？子修，现在怎么办？走，去大理寺。我就不信了，咱们这状纸还能告不上去。妈的，到底是谁在背后捣鬼？少卿大人，外边来了3个人，自称北隅院客，说要状告镇北侯府江世子。啥玩意儿？北隅的狗东西，跑咱大华要告我江兄弟，反了他们了！去，把人给我抓了，全关进大牢！大人，他们声称是北隅院客呀，直接抓怕是不妥。去他娘的院客！抓，给我关3天，这3天不准给他们吃饭。你们做什么？我们可是北隅院客，官官相护，我要上告你们朝廷！这算什么？大华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子修，这跟咱们想的好像不太一样啊。先去刑部，听到江小白的名字不接，到了大理寺，直接把咱们关了。
这京城到底谁敢接咱们的壮职？不管，咱们是院客，他们不敢关太久。放出去就去督察院，督察院不行，去户部、兵部、工部、礼部。我就不信，这么大的京城，没一个地方敢接咱们的壮职。可这些地方好像也不管这事。实在不行，咱们去丞相府。大华丞相跟镇北侯府一向不对付，只要有人肯接壮职，这事儿就不算完。世子，怎么了？高公公来了，侯爷让您即刻去大堂。高公公，宫里的人。高公公，咱们陛下最近心情如何？陛下这几日心情都不错，尤其爱翻世子写的那本《水浒传》。书他没看过，可这话……还有那篇《洛神赋》，陛下读了又读，说世子在醉仙楼压下北隅齐国院客，为国争光。陛下突然夸儿子，准没好事。江世子，您来了。陛下有旨，命您明日一早进宫上朝。上朝？北隅和齐国使团明日便进京，直入朝堂。上次朝堂上说的是半月，如今提前整整1周，怎么突然这么急？小人只管传旨，两国为何提前，实在不敢乱猜。对了，陛下还劳烦世子一件事，准备一首诗，写给使团的？不，是写给一位女子的。哪位女子？此次使团里有北隅的王女随行，陛下希望世子写一首赞美她的诗。不写。好好的给北隅王女写什么赞美诗？镇北侯府的将士死在北隅手里的还少吗？要写也得先紧着咱们大华的人，比如京城第一美人长公主，给她写倒是可以。他这话是冲我来的。可这是陛下的要求，不写就是不写。江世子，此事怕是不太妥，毕竟是陛下亲自交代，还请您提前准备好吧。父亲，明日早朝你去吗？想去，可高公公专门交代让我明日别上朝，这是怕父亲一言不合就拔刀吧？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你去，那帮北隅狗东西若敢嚣张，就给他们点教训。别以为到了大华还能撒野。两国使团竟提前整整1周，也就是说，刺杀那个叛徒的任务失败了。陛下偏让我这个镇北侯府世子给北隅王女写赞美诗，若只是羞辱江家，这手段未免太直白，其中或许另有原因。去准备马车，咱们去丞相府走一趟。是。好一个大理寺，关了我们整整3天，一口饭都不给。子秀别骂了，万一被他们再抓回去，3天不吃饭那滋味，我这辈子不想再来一次。江小白，大理寺一个都跑不了。我要状告江小白，状告江小白。镇北侯府和文官不是斗了多年吗？我只是要告江小白，为何一个个避之不及，还替他遮掩？子秀，要不放弃吧，等使团大人来了再说。不能放弃，这里离丞相府不远。当今丞相李秉章和镇北侯府斗了多年，为人还算正直。对啊，李丞相身为大华丞相，岂能坐视不管？世子，丞相府到了。是你？你们来丞相府是？哼，自然是来告你的。你杀我家将之事，别以为能轻易翻圈。
哦，原来是来告我的呀。那刚好，一起吧。当着本世子的面告，效果定然更佳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，待会儿你如何狡辩。不，你放心，本世子一定高度配合你。他为什么一点都不慌？我等乃北隅院客，有要事拜见丞相大人，还请通报。三位请进吧。这丞相府的气度果然不同凡响。对了，也让后边那4人随我们一同进去。这4人里那个，不就是咱们未来姑爷吗？这北隅院客，难道不知道江小白是咱们相府的未来姑爷？不如由我来带路吧。怎么，小世子对这里很熟？我们大华建筑大差不差，走着走着就熟了。不知小世子今日来相府，所谓何事？也没什么大事。你们北隅和齐国的使团明日便会进京，我想跟丞相大人商量商量。怎么，你们还不知道呢？你们使团怕是接到消息了，说你们这些院客已经被本世子一人杀穿。怒急攻心，这才嗷嗷的飞奔而来吧。你曾经心态出了名的好，如今被逼成这样，也是可怜。连老也在。这位想必就是李丞相吧？我等乃北隅院客。李相大人，在下今日前来是有一事相告，我要状告江小白。当着岳父的面儿状告人家女婿。丞相大人，我们身为北隅院客，来大华本是交流，可这小世子在五类上杀我北隅院客，其行何其歹毒！你们在大理寺还被关了3天。没错，可你们大理寺不问缘由就把我们关进大牢整整3天，一口饭都没给。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。能干出这种事儿的，必然是北神。这哥们儿给力呀！还请丞相大人为我们做主。小白，此事你有什么要说的？没有，丞相大人，您就看着给我定个罪吧。他敢主动求罪，必是笃定丞相不会定他，在这装腔作势。那你说说，给你定个什么罪合适？这死罪吧，毕竟我杀了人家的家将，理当一命换一命。江小白脑子抽了，竟让丞相定他死罪。对，就给我定个死罪，不过100年后再执行。关了3天，饿了3天，他竟当着我们的面如此戏弄。丞相大人，此人不仅戏弄我们，分明也是在戏耍您。这女子当日在马车上牵连的就是她，后来还和江小白一同离去，她为何会在相府？志威，你们怎么过来了？这还用说？听说你来了，人家迫不及待就跑来了。哪有？你们还有事吗？若没事，便赶紧走吧。走？我状告江小白，状文都递上去了，他杀我北隅院客，大理寺还关了我们3天，这不算是吗？家世子都给自己定死罪了，100年后执行的死罪，还不如不定。丞相大人，此事你这状纸，本章接不了。为何？难道堂堂丞相也惧惮江小白的家事？因为按我们大华的规矩，亲属之间不得进行判罚。而小白是我相府未来的姑爷，此事本相也管不了。姑爷，丞相大人，您没跟我们开玩笑吧？没有开玩笑，此事乃陛下亲自定下，相府与镇北侯府联姻，做不得假。跑到人家岳父面前状告人家未来女婿，
丢人的是我们才对吧？告辞。这狗东西！岳父，我们来之前，高公公去了侯府一趟，让我明日上朝前准备一首诗送给北域王女。此事您怎么看？这事我听说了，写诗是北域使团那边主动传信提的。据说那位王女在来的路上听了你的才名，是他们提的。你要小心，北域与你镇北侯府仇深似海。你身为世子，当着两国使团的面给北域王女作诗赞美，北境军心会寒。这事，陛下就不该同意。我明白了，这位王女，好毒的一步棋。写了赞美敌国王女，北境将士寒心，终成动摇；不写，大话失了待客之礼，北域正好借题发挥，倒打一耙。写不写，我都落人口实。那陛下为何还同意？因为陛下正想压一压你。你最近风头太盛，若北境军人因你而寒心，侯府的忠诚就会松动，这正是陛下乐见的。这萧进祥借北域的手压我镇北侯府，确实不简单。岳父、老师，我进来时见你们二位聊得正开心，该不会已经帮我想好对策了吧？我们聊的是另一桩喜事。你在醉仙楼文帖上的诗篇文章已经传回青山会总院了，几位阁老都坐不住了，整个总院都在议论你，其中一位放话要亲自收你为徒。写诗的事，我们相信你自己便能处理好。不过北域那位王女自幼聪慧之极，文道与朝局皆有见解。明日早朝见到她后，你稍有差池，便可能栽在她手里。老师说的是，我会小心。对了，老师，能不能麻烦您一件事？什么事？但说无妨。老师，您能不能把赵胜逐出师门？兰亭楼背后主使赵宾田派人暗杀，这两笔旧账我都查到了一处。这两件事的背后是同一个人，这种人一日不出，指不定哪天又跳出来。逐出师门可以，但终归要有个证据。他跟了我多年，无缘无故赶出去，会让人多想。那我便去找。只要证据足够，老师这里绝不偏袒他。手心手背都是肉。志威，咱们要不要出去走走？好。你那位堂兄呢？近来没见着。堂兄忙青楼的事，去的人越来越多，每日抽不开身。说说这2天想我没？没有。没有就没有吧，刚好我也没想你。哦，那就没想吧。逗你呢，每天我还是想你那么一刻的，每一刻。我知道，婚事我不急，现在这样也挺好。可我还想看看我未来夫人到底长什么模样。那若是不好看，你会不会失望？不会，我这个人最看重的就是内在美。那便好，我可提前说清楚，我其实是个丑八怪。那可太好了，我脸皮薄，你要太漂亮，带出去还不放心呢。丑点好，丑点省心。隔着面纱都这么像，下次找个没人的地方，咱俩好好试一试。江小白，你讨厌，谁要和你试了？我家世子可真会呀！长公主，您可是聋哑人啊，能不能记着点儿？回去吧，等有空了再过来亲啊，不对，来看你。你快走！唐姑娘，你没事老瞪我做什么？世子，依我看，唐姑娘是瞧上你了。刚才您抱李姑娘那下，她脸色可不对。我会看上你家世子，本姑娘看上谁，也绝不会看上他。是，唐姑娘说的对，是我胡说八道。本姑娘只是看不惯某些人欺负我们女子罢了。这家伙也有怕的时候。
这女人越来越专业了，再在我这里待下去，不会这样成伺候人的习惯吧？她到底准备在侯府待到什么时候？今日早朝，两国使团到访，你务必小心。北隅的人冲的就是咱们镇北侯府。我知道，父亲，等我好消息便是。宁霜，小白就交给你了。只要我在，绝不让人伤他分毫。去查两国使团入京后的落脚点。是。父亲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不过两国使团已经进京，很快就能见分晓。世子，等你们两国使团呢？是啊，难不成还在等你？哦，准备跟着使团入朝，然后亲自向陛下告我一状。怎么，小世子这是怕了？我能不能求你件事？怎么，求我别告你？我是想求你，快点状告我，本世子已经迫不及待了。今年咱们走着！哈哈哈哈！太嚣张了，江小白，今日早朝，他铆定给你一个印象深刻的教训。新年，你和他留车上。你跟着我，只能算丫鬟，丫鬟进不了朝堂。想听的听得一清二楚，不想听的一个字都听不见。得，随你。哦，你要去找小公主，那去吧。这位长公主留在你身边，到底有何目的？不用管，她愿意留就让她留着。父亲，好小子，听说你在醉仙楼杀了北隅一位怨客高手。是，干得漂亮！那帮人打着怨客交流的名号过来，就是挑衅，吃准了咱大华不敢下杀手，真弄死他们一个，解气。只是今日两国使团入朝，你杀了他们的怨客，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，多加小心。堂叔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多谢二位大人。两位尚书主动答话。人缘这么好，往后在朝堂上稳了。堂叔，那位是什么人？哦，他呀，当朝的八王爷萧劲雄。八王爷，萧清修的父亲。先帝和侧妃所生，平日低调，大儿子在军中当参将，职位不低。小儿子萧清修，平日无所事事，跟他大哥差远了。话不能这么说，萧清修虽无官职，却是经商会首，据说一手书法也颇有造诣，是个人才。经商会首，看来我小看这萧清修了。陛下到，长公主驾到。那个一路装雅自甘做丫鬟的女人，此刻要以什么身份走进这满朝文武的大殿？长公主到。他前脚刚和我们分开，转头就以长公主身份上朝，这是要暴露。面纱，换装，这是带给我们俩看的。长公主好端端的，怎么蒙上面纱了？以前可从未过长公主如此。本宫这2日偶感伤寒，脸色不好，才戴面纱，别无他意。皇兄，这位应该便是镇北侯府的江家小世子吧？是。江生子最近风头正盛，本宫身在宫内也有所耳闻。装的还挺像。江世子既然担任两国接办使，便要好好表现，莫要埋没我大华威名。是，长公主。这2个人，一个比一个能演。江小白，朕昨日让你准备的诗可准备好了？
回陛下，臣还未准备好。怎么，朕的旨意你想违抗不成？做事需要灵感，臣连那北域王女都没见到，无从下笔。等臣见了人，灵感自然就来了。也罢，那朕便等着看。某地遭灾，请拨银赈济。官员调动，后旨定夺。汉老爷，将小白。不对劲，这女人要搞事。皇兄，怎么了？臣妹突然觉得肩膀有些酸痛不适，能否找个人给臣妹捏一捏？高公公，去找个宫女。皇兄不必麻烦，就江世子吧，让他给本宫好好的捏上一捏。完了，这女人是来公报私仇的。江生子，过来，替本宫捏捏肩。捏肩，纯纯是来报复的。男女有别，当着满朝文武捏肩，这不合适吧？陛下，臣长公主难得点你，去帮她捏一捏。陛下，我怎么，你要抗旨？长公主乃金枝玉叶，江小白能给长公主捏肩，也算是给她的赏赐了。神他妈赏赐！你倒是过来捏一个试试！哎呀，江世子，你捏疼本宫了，再有下次，本宫可饶不了你。这江世子胆子够大，给长公主捏肩，还敢用这么大力。江小白，你给朕好好捏。是，陛下。疼，我全程一个力道，轻得跟摸猫似的。这女人分明是故意的。叫你平日里使唤本宫，现在知道是什么滋味了吧？整不死你。接下来说说两国使团，使团将至鸿胪寺丁方峒，先带他们逛长街，看我大华繁华，再去国子监，让他们见识我大华学子，最后游皇家园林，感受泱泱大华的底蕴，再带去一品楼。他们既为边商而来，做成了可议官，足以充盈国库。臣以为可带使团前往禁军营地与镇北侯府兵地。军营兵地涉及到军事机密，最好改为安排一场演武。丁方峒，一并记下。江小白，你身为两国接待使，这些地方全程陪同，切不可怠慢。是，陛下。但陛下，臣有一个不情之请。臣想为北境战死的将士修一座英烈祠，等英烈祠修好，臣要带两国使团亲自进祠，上一炷香，让北隅给死在他们手里的大华将士上香。陛下，两国使团为交流而来，若一开始就提这等要求，怕惹对方不快。不快？我看你是藏在大华通敌北域之人吧？陛下，请恩准彻查此人。陛下，臣突然觉得江圣子这主意甚好，可以一试。北境将士为守我大华疆土而死，若能让敌国使团亲自拜祭，可安我大华三军军心。那些将士都是为大华死的，让敌国上一炷香，过分吗？臣等赞成。北境之地，挑衅的是他们，冒犯的是他们。我大华将士为守疆土而死，难道不该给他们上一炷香吗？这自然应该，可此事怕是难办。你如何让敌国低这个头？臣愿立军令状，臣有办法让他们乖乖进祠上香。若做不到，臣卸掉所有官职，即日入赘相府。好，既然你有此信心，朕准了。陛下，两国使团已到宫门外，是否宣见？选。此人，莫非就是北域的那位王女？陛下，北域和齐国使团，臣已经带到。难怪今日早朝一直没见到此样，原来是去接两国使团了。北域赫连昭月，参见皇帝陛下。你既是北域王女，不必多礼。来人，
赐座。陛下，镇北侯府那位江家小庶子可在场？哦，是我。你就是镇北侯府的小世子，你若不承认，我还当你是哪个小公公呢。我初听王女二字，还以为是哪个亡国之女呢。哦，对了，亡是死亡的亡。算了，小世子牙尖嘴利，我懒得与你争。我听闻小世子文采斐然，特意奏请陛下，想请你为我写诗一首，可准备好了？作诗要灵感，要做也得见了本人再做。那如今见到我，可有灵感了？见了你之后，更没了。看来江少子还是仇视我北隅，可我此来是为洽谈边关贸易，你如此敌对，着实让人失望。你们北隅侵我大华，这些年杀了我大华多少将士，还想让本世子笑脸相迎？你们镇北侯府也杀了我北隅不少人。若是我大华主动侵犯，本世子现在就给你赔礼。可这些年，一直是你们北隅在犯我大华边境吧？我北隅环境恶劣，百姓常年饱受饥寒。若真疾苦，大可并入我大华，让你北隅百姓也安居乐业。可你们呢？一边喊着过得不好，一边拿着刀去砍别人，砍完了还要摆出一副可怜相，说这都是为了活下去。你们恶不恶心？你不是要本世子写诗吗？巧了，现在本世子灵感了。此诗名为《赠昭月王女》。昭月临朝玉帽间，清潭边背笑声闲。赛尘未洗关河血，战鼓犹埋素野寒。口说安人心藏刃，身披华服亦窥冠。今朝上是亡国女，他日谁怜亡国言？他千里入京是来谈贸易的，还是另有所图？江小白，你北境战死那么多将士，凭什么让咱们放下仇恨，笑脸迎人？就该骂！够了，江小白，人家王女是使团贵客，你身为接办使如此作诗，过分了。这就过分了。行，既然孟首府开口，那本世子认真些，重新做一首赞美诗吧。这狗东西刚还恨不得骂死北隅，转头就写赞美诗，怕不是诗里又藏着刀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连云彩都想做他的衣裳，连花朵都想有他的容颜，这是什么神仙剧？春风拂槛露华浓。好啊，你之前在侯府说要写也写给大华公主，结果还是给了他，还写这么好，狗男人！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好事，当真好事！群玉山瑶台，这是把人比作仙子了。原来江少子把惊喜放在后头，这诗确实绝了。各位可别误会，这首诗是本世子送给长公主的。本宫早想让江世子赋诗一许，一直没找到机会。这首诗，本宫甚是喜欢。江小白，哼，怎么不是写给你的，你还生气了？你有我大华长公主漂亮吗？有她的气质吗？没眼看，真是没眼看了。刚刚江山子那首诗，本宫甚是喜欢。方才让你捏了半天，那两下便算本宫赏你的。多谢长公主赏赐。那女人聪明之极，刚刚那一下，不会被她看出什么了吧？看到他拍肩，本能就都怪这混蛋，在侯府天天使唤，硬生生养成了习惯。朕这皇妹向来平易近人，诗的事儿到此为止。你们北隅齐国此番前来，是为鞭试我大华，也有此意。有些事可以先谈一谈。
我北余愿以牛羊、皮革、战马换大华粮食、盐茶、布匹；齐国愿以海货、金铁换纸张、丝绸。此外，我北余希望大华在边境开放3处商口。陛下，3处太多，监管极难。北余与我大华边境仍有冲突，若有人借商队之名探查军情，如何是好？先开1处，试行1年。1处太少，北余疆域辽阔，不少部族要走上千里，边事便没了意义。2处，1处进北乌，1处进齐国，先试行半年，安稳在役。可以，但税银，我2国希望减半。不可能！修商道、建驿站、派兵维护，这些银子总不能全让大华出。头3个月减2成，之后恢复，具体由户部再议。可以。暂定如此，内部再商，之后正式签订边事文书。江小白，你身为2国接棒使，便由你送一送使团吧。臣遵旨。对了，陛下，关于英烈祠之事，还请您尽早安排下来。等英烈祠修好，臣有空了，会亲自带2国使团前往上香。贴着你北余王女的脸，开大。英烈祠，大华陛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英烈祠供奉北京战死将士的英魂。等祠成之日，本世子会带你们2国使团亲自前往上一支香。不可能，让我北余王女带使团给大华死去的将士低头，此事我绝不同意。大华陛下，你们如此做是不是太欺负人了？这不算欺负，最多算强逼。那小世子便慢慢等着吧。随你。不过相信本世子，你们最后会去的。等等，本世子还有一件事。这家伙没完了是吧？陛下，还请您为滕子秀做主啊！滕子秀在醉仙楼当众摆擂，臣身为挑战者，竟当众杀了他北余的人。他去大理寺状告，裴慎大人却把他们关押整整3日，一口饭都没给人家吃。这不是我的词吗？竟有此事！陛下，确有此事。他杀我院客，大理寺又不分青红皂白，关我3人3日，滴水未进。还请陛下替我等做主。江小白，你可有话说？有。臣觉得滕子秀这是在诬告我朝廷命官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你杀人是假的，关我3日也是假的？这些当然都是真的，但那个院客是你故意让我杀的，就为了好状告本官。你放屁！陛下可派人查证，是不是他当众激怒臣，逼臣动手？人一死，他转头就去告状。臣都怀疑那状史从北余出发前就写好了。江小白，我去你大爷的！辱骂朝廷命官，罪加1等。滕子秀知道我江小白是镇北侯府唯一嫡子，把我算计进去，借陛下的刀杀我，就能挑拨我父亲大华的忠心。你血口喷人！陛下您看他急了，这说明臣推测的全是真的呀。陛下，还请下旨，将罪魁祸首滕子秀押入天牢。臣想大刑4不，是亲自审问。一句告状，反手变成通敌大罪，这小子到底想把这盘棋下到哪一步？陛下，不是这样的，我绝对没有此意。没有。那本寿子问你，你让那大汉打我镇北侯府的人，是不是真的？这是真的。那你让那大汉故意激怒本世子，是不是真的？说，怎么不说了？他让那大汉当众打我镇北侯府的人，还专门留一句话给我父亲听。那大汉又在擂台上不断挑衅本世子，本世子英俊无凡，血气方刚，一冲动就奔着杀人去了。刚好着了你的道。滕子秀啊，滕子秀，你这心竟如此毒辣，故意安排那大汉去送死，好栽赃我镇北侯府，好算计。滕子秀此举确实透着陛下，臣当时就发现了不对，所以才将滕子秀等人关押了3日。进大理寺3天，从头到尾没人问过我一句话。这裴慎我连见都没见过。你们
陛下，此事确实蹊跷。滕子秀终归是我北隅之人，此事我亲自调查。若他真有问题，我北隅必给大华一个交代。也好，那朕便等王女一个交代。对了，陛下，裴慎大人虽把他们饿了3天，可终归是为大华安危着想，还请陛下记得赏赐裴大人。好兄弟，这兄弟没白交。四弟，两国使团之后要去军营参观，你负责提前安排，莫要出了岔子。是。老八，一品楼那边也让清修好好整顿，使团前往之时，不得出乱子。退朝。王女，走这么快，该不会生气了吧？哎，我不就做了首赞美你的诗，让你们上了炷香，最后又诬陷了下滕兄而已吗？就这么点小事儿，这就生气了？你可真够小气的。来，滕兄，快帮本世子劝劝你们家王女。这个江小白心思缜密，滴水不漏，这笔账我北婚记下了。滕兄，想必你也感觉到了，你我之间惺惺相惜。你给我滚！怎么，你又气人家了？没有，本世子就是劝他们不要那么小气。明明是你故意气人，三言两语反倒让人无话可说，嘴比刀快。王女赶了这么久路，我带你们去鸿胪寺休息，明日再做安排。江叔子，此去鸿胪寺不必你陪同了。这不太合适吧？本世子好歹是2国接办使，怎么也得送送。这样吧，本世子目送你们离开，毕竟目送也是送。此人是谁？江世子，明日一早还请前往鸿胪寺详商接待之事。好说好说。先别走。你在等长公主？她堂堂长公主，朝堂上被你气成那样，还会回来伺候你？新年，走吧。来，帮本世子捏上一捏。今日朝堂上，长公主还给本世子捏了2下呢，可比你差远了。算了，反正你也听不到。他敢让我捏，就说明还没看破我的身份。世子，咱们现在回家吗？等等，先不回家，去天机楼走一趟。那件东西该做好了。世子，天机坊到了。差点忘了，人家这儿不叫天机楼，叫天机坊。朋友，你们少房主在哪儿？你是？我叫江小白。原来是江世子，您稍等，我这就请少房主。莫离兄弟，江世子不必客气。你此次前来，应是想看那件托我们打造的东西，可织出来了吧？没错，也想谢谢你们。若非天机坊出手，我镇北侯府的酒，怕是酿不出来。江世子每次送来的数算之法，奇妙万分。这段时间，我们坊里多处机关尺寸、零件制作，都因他少走了不少弯路。有用便好。对了，我上次说的那东西到底做出来没有？做出来了，那东西并不算难，前几日便已完工。真的？待会儿我带江世子过去看一眼。只是我有一事不明，你让我们制作的那个东西，真是跑茶用的？两国使团将至，这件东西可不只是跑茶用的。
世子当时确实说过，那大东西是跑茶用的。茉莉兄弟，那东西我管它叫大炮。大炮，此物威力极大，顺利的话能打到10里之外的人。10里？世子，您说的10里是不是稍稍夸张了点儿？夸张？或许本世子还往少了说。这10里是我照图纸推算出来的，最终结果可能更远。敌军还没冲到近前，就先遭一轮重创。可就这么一个大东西，怎么能做到这地步？大炮只是载体，真正的关键是炮弹。就是那放进管子里的铁球。对，铁球本身重，速度又快，别说普通人，就算武者正面被打中也承受不住。至于这一种，威力更大，会炸开。2种炮弹都做出来了吧？自然，只是不知它有何用，做好后一直搁着，没敢贸然去试。那还等什么？走，去试试你们天机坊做出来的大炮到底能不能达到我的预期。对了，江世子，上次给您那件软甲，放心，一直穿着呢。你这软甲还真不错，前段时间还保了我一命。你该不会是想帮我把软甲再改良一番吧？大可不必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这样吧。走，去看看那尊大炮。一件威震10里的杀气，落在镇北侯府手里。炮管全是金刚打造，按你图纸多次打磨，还专门加厚了2次。好啊，炮管最要紧的就是够结实。左边是你图纸要求的填充炮弹，右边是普通铁球。那试一试。试一试。 10里之距，就这么个东西，能打到10里外的人。就打那面墙。都退后。我还以为是打雷了。这么厚的墙，一击就塌，而且这还只是普通铁球。不错，这种东西若大量出现在战场上，守城攻城都是绝对利器。就这玩意儿，往2国使团面前一放，北域齐国的使团以后还敢在我面前神气？别说上一炷香，让他们在英烈祠跪上3天，怕也得跪。这个男人到底还藏着多少东西？江羽世子，我天机坊设计整出如此机关，从未有过这样的东西。您竟能设计出如此机关，我天机坊上百年从未有过这样的东西。莫离兄弟，这还得谢你，没你们天机坊，这东西我造不出来。哦，莫离兄弟身上还是香香的呀。江小白，你刚用的只是普通铁球吧？那填充炮弹能不能也让我们见识见识？当然可以。莫离兄弟，你们这儿有结实点的东西吗？抬一块石盘来。这个如何？都退远些！普通铁球轰塌墙，这填充炮弹若落进军阵，这一炮，宗师武者正面撞上，怕也扛不住。莫离兄弟，这东西我今天就偷回侯府。另外，麻烦天机坊照这个再多做几台。记住，图纸要配比炮弹制法，绝不能泄露。放心，
核心工匠才碰得到图纸，还是每人只织一部分，外人只搬材料，绝不会外泄。莫离，先前那2声巨响是怎么回事？是江公子设计的大炮，威力确实恐怖。长衣待会儿去看那边的深坑就知道了。对了，江世子既然亲自来了，你那件软甲是不是要回来了？还没有，就当送给他了吧。送了，这可不像他的性格啊。世子，咱们现在回家吗？不，反正都出来了，顺路再去一趟观澜楼。观澜楼？之前我让柳楼主调查赵冰同、赵胜还有长公主的消息，直到现在也没见他派人送来。如今2国使团已经进京，我得先把赵家书炉的底细弄清楚，免得他们又在背后搞事。是。江世子，您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上次让你调查的资料，另外还想请柳楼主再查几个人。送一壶热茶到4楼。不知江上子这次想让我调查谁？北于齐国2国使团，越详细越好。天还没冷，遮这么严是怕人认出脸。他们这次来大华，没表面上那么简单。尤其那个黑衣人，多半是咱们大华自己的人。2国距离大华较远，观澜楼在那边接触不深，我只能尽量调查，最后能查出多少，不敢保证。可以，那我上次让你查的资料呢？怎么到现在也没派人送去侯府？这段时间实在太忙，一时忘了。江世子稍等，我这就让人去取。江世子，您要的消息都在这里了。那调查2国使团之事，就拜托柳楼主了。这次查完，我一定亲自送到侯府，绝不再忘。叔侄俩果然是一家人，商贾出身，可赵胜能拜林老门下，赵冰田能坐上刑部总司，光有钱办不到。这2人背后绝对还有人。一品楼，萧清修在哪里？他爹是当今8王，长公主本名萧云舒，当今陛下亲妹，10岁遭遇刺杀，先帝为让她自保，将她送入藏风宗。藏风宗，难怪柳观澜当初提过跟他们有关系。他小时候被送进过藏风宗，这娘们儿会武术。这女人竟然会武，还藏得这么深。但凡她失去耐心，一掌就能拍死我。长公主15岁，从藏风山学成归来后，便深居简出，消息极少。长公主唯一喜好便是吃甜点，自幼爱吃。先帝曾给长公主起了个称号，叫小胖蛋。小胖蛋，京城第一美人小时候叫小胖蛋，不能笑，她会武，绝对不能笑。长公主小时候叫小胖蛋，长公主小蛋。柳明兰，好的很。长公主曾被镇北侯府大上子、二世子先后追求，却被一一拒绝。看来长公主对未来夫婿要求挺高啊，不喜阴雨，害怕打雷。我还抱着侥幸，以为他去藏风山没学到东西。这家伙胆子是真肥啊！新年，带几个人去天机坊，把那门大炮和炮弹拉回侯府，路上遮严实些，别让外人看见。是，世子。你这臭小子还舍得回来？方才去了一趟天机坊，回来晚了些。今日早朝上的事，父亲应该已经听说了吧？大概听说了。你当殿接北域旧账，又提出修建英烈祠，做得不错。
不过，你真有办法让两国使团去英烈祠上香？有。什么办法？威胁。师姐这次来，怕是要失望了。江小白今日可没给你写曲儿。等等，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这样的诗句，应该还没人给师姐写过吧？这是江小白写的。下官高叶见过江世子，你先别下马车。这是为何？两国使团今日一大早就已经离开鸿胪寺了。离开了？他们去哪儿了？没说去哪儿，走之前特意吩咐下官在这门口等着您。等我做什么？让下官给您带一句话。带什么话？他们说您身为接待使，既然来晚了，那就自去找他们吧。还有呢？若是找不到，直接回家便好。接待之事，也不劳您了。来晚了就得自己去找。他们分明是在故意刁难。京城这么大，若找不到，接待使的差事和侯府的颜面都会受损。北余和齐国联手做局，一进京便给他下马威。他们所图恐怕不止接待之事。什么？这两国使团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如此对待我家世子！咱们从侯府赶来用了近1个时辰，他们一句去向不留，说走就走，还让世子满京城去找，这不是故意耍人吗？这事怪不到高大人头上，这里没你的事了，回去吧。世子，京城这么大，咱们上哪儿找他们去？这两国使团分明是故意让您难堪。您若去找，就是被人牵着鼻子满城乱转，最后还找不着。可您身为接待使，不在使团身边，传到朝堂上，孟秀堂那些人又该做文章了。既然他们想找本公子麻烦，那就让他们主动回来找咱们，不就好了？他们躲都来不及，怎么可能主动找上门？你现在去放消息，就说有一伙人冒充北余和齐国使团，正在京城四处招摇撞骗，告诉所有人，碰到这伙人千万别接近，直接到最近的衙门告官。拿着他，巡城司禁军，城内衙门，见福必配合你。可这能行吗？他们真是使团啊？没有接待使的使团，谁来证明他们是真的？没有接待使跟着，他们就不叫使团。我说他们是奸细，也不算过分。妙啊！这消息一传开，他们走到哪儿都会被人怀疑。我懂了，世子，得嘞。唐姑娘，接下来麻烦你赶车了。既然不找使团，咱们总得找个地方等他们自投罗网。那咱们现在去哪儿？去春月楼吧。春月楼？那是什么地方？不知道，我也没去过，好像是个酒楼。走，我给你指路。你不是没去过吗？没去过，但在路上见过。小小的人啊，风生水起呀，天天就爱穷开心呐。江小白，你给我出来！这就是你说的好玩的地方，是吧？哎，这不是酒楼吗？你看这是酒楼吗？走吧，既然来都来了，进去开开眼界，长长见识。哎呀，这不是江世子吗？您可有1、2个月没来我们这儿了，奴家都快想死了。胡说！本庶子今日第一次来，你们定是认错人了。别信他们，我真是第一次来。常客，还是姑娘都惦记的常客。明月几时？水调歌头，我写的词。
连这种地方都传开了。哎呀，这不是江少子？您如今名声这么大还能来，真是让我们春月楼蓬荜生辉。一个女子在京城撑起这么大场子，背后没点能耐，早被人啃得连骨头都不剩。不知江上子今日准备点哪位姑娘作陪？作陪？这词听着好生陌生，是什么意思？江上子，人都到这儿了，就别装了。您之前天天来，哪能不知道作陪是什么意思？对了，我们最近来了个新姑娘，那叫一个水灵，每日抛绣球，谁抢到才陪谁。要不我去说说，今日不抛了，直接让她来陪江少子。你定是认错人了，我今日就是喝点酒，听听曲儿，顺便等几个人。哎呦，公子，您看我这年纪大了，确实认错人了。您和另外一位江公子长得实在太像了。既然是等人，那楼上请吧。好，上楼。来人，楼上给江世子备酒，还是以前的老位置。完了，江世子，您这段时间没来，可这座位一直给您留着呢。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？你莫名其妙跑到这种地方，到底什么目的？难不成你还真准备在这里玩？也没别的，因为这里人多。人多？这什么意思？我身为接待使，总得待在一个他们能找到我的地方。这里人多，消息传得快，两国使团要找我，很快就能听到风声。只是因为这个？当然不止。等他们为了找我进了这春月楼，明日一早，两国使团进京，不谈边事，先逛风月之地的消息，就会传遍整个京城。所以你是故意让他们难堪？不止。这消息一传出去，两国使团在京城百姓眼里就是个不可信的印象。只要他们还在京城，此事就成了满城趣谈。谈的人越多，盯着他们的人就越多。那你这招够狠的。他们想溜我满城跑，我不给点教训，他们永远分不清主次。那他们要是不进来呢？不进来，咱们就住着，看谁有耐性。我没他们可以，可他们没本烧月不行。哎呀，江世子，您来了怎么也不说声奴家呀？陶红，嘴甜，原主每次来都点他作陪。那个，这次不用你了，我已经有人伺候了。江世子，这二人一看就不解风情，哪会伺候人？还是奴家来吧，保准把您伺候得舒舒服服。您以前每次来可都点奴家作陪呢。这次真不用，你快走吧。那好吧，世子有需要随时喊奴家。等等，我就知道江世子舍不得奴家。这家伙果然本性难移。周傲面，上次见他还和赵胜在一起。看见下边的青山书生了吗？你去陪他喝酒，能听到什么话就回来告诉我，本叔子有赏。赵胜的人独自一个跑来这春月楼，你想干什么？一个人喝闷酒，眼睛却盯着门口。周昭勉，你在等谁？这人我在相府诗会上见过。他叫曾庆池，祖父是翰林院侍读侠士，叔父在我父亲营中任职。江小白，你看门口。昨日他就跟在两国使团里边。我记得昨日在宫门外，他上马车前曾用一种极冷的目光锁定过我。这丫头机灵。要不要我下去探探他到底是谁？不行，他这么隐秘，必有身份。你一出手就打草惊蛇了。江世子，听到什么了？那黑衣人一来，
里边那位公子就把我支开了。不过我走的时候隐约听到了一点。说，我好像听见他们提到了一个三爷。三爷，京城里排行老3的，谁不能叫三爷？还有，好像还提到了伪造什么的。北域的人，三爷，伪造。这三爷，会不会是三王爷？三王爷早年就病拒了，而且他生前和北域没有半点牵扯。你再好好想想，还听到过别的吗？我好像还听到了一句，奴家隐隐听到一句，好像是说也该换换主人什么的。换主人？那个黑衣人，你确定没听错？当时声音很小，楼里又吵，奴家不敢保证。算了，难为你了，给人家点银子呀。没有，你上次欠我买酒的银子还没还呢。下次一块儿还你，否则上次那笔也不还了。多谢江世子，后边有吩咐，再叫奴家便好。难怪是个男人都扛不住。唐姑娘，还记得上次的赌注吗？我赢了，你穿裙子那个。记得。本世子想加个注，赢了你以后说话甜一点，比如江世子人家知道了啦。滚！丁大人，你身为红玉司四卿，证明我等身份还不够吗？为何一路上被官差进兵一次次拦下盘查？上头传下消息，说有人冒充两国江庶子，还是这么能证明一部分，他们该查还得查。他一句话就能免了这些盘查。这件事绝对是江小白搞的鬼，此人还真够难对付的。我们本想给他一个下马威，如今反倒是我们不得不主动去找他。去打探，看江小白现在人在何处。找到了，咱们去见他。王女大人，打听到了，江家小少子去了个叫春月楼的地方。春月楼？那是什么地方？那是一处风月之地。他明知道我们会去找，偏偏躲进风月场所。好一个江小白，他这是想让我北岳王女亲自去那种地方找他。气死我了！公子，进来坐坐呀，有好酒，还有好曲儿。丁大人，这里边你想必熟悉一些，要不……不，王女，这地方本官可从未进去过。老了，总不能晚节不保吧？我进去吧。这位公子看着不像本地人呀，里边请。我是来找人的。哎呀，公子，来我们春月楼的哪个不是找人呀？看来两国使团的人来了。你准备怎么做？去，把你们老板娘叫来。这位公子，不知有什么吩咐？通知所有客人，今日有人包场了，结束后有人给你1万两。1万两？我堂堂镇北侯府世子，钱还能差你？没人给，去我府上要。你钱多烧的嘛，1万两包这里，又不是本世子出，这不是还有两国使团吗？各位客官，今日春月楼被人包场了，请诸位先行离开。谁呀？老子韭菜喝一半，有钱了不起？装什么装？小世子，我们王女正在外边等着，请您出去一趟。什么？两国使团来了，就在外边。两国使团？昨日才进京的北域齐国使团。腾兄，今日把春月楼包下来的，就是你们两国使团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我们何时包场了？哦，不好意思，刚刚声音大了点。各位，刚刚是我口误，此次包下春月楼的绝对不是北域和齐国使团。还望诸位出去之后，千万不要乱传啊！完了，这脏水泼定了。哼，就是两国使团包的场，咱们刚坐下就被赶出来。两国使团一来，咱们就被撵走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江小白，你什么意思？这一切是不是你搞的鬼？这不敢说。老板娘，
把你们春月楼所有姑娘全召集过来。好说。你又想干什么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这狗东西绝对没必好屁。今日是北域和齐国两国使团花1万两包下了咱们春月楼，只不过他们脸皮薄，包了场还不好意思进来，所以你们全部出去，把两国使团的人一个不落全给我请进来。滕子孝，等等，你们不能出去！哎呀，包了场还不好意思进去，快里边请！花1万两包场，不进去多亏啊！1万两？我们什么时候拿过1万两？你们认错人了！本官不能进去，本官从来没来过。丁大人，您之前来只是没穿官服，我们认得出您。完了，彻底完了，两国使团的英名全毁了。两国使团还想玩本烧子，看看到底是谁玩谁。小白，老娘和你拼了！姑娘们，快拦住他！来，喝杯酒消消气。北域王女，这笔账才刚开始。喝了这杯，我就放过你。他放过你，我可没有。想走，至少2杯。喝，我喝几杯，你们赔几杯。北域人最不怕的就是喝酒，灌倒你们。小白，这样不会太过分吗？对敌人心软，就是对自己下狠手。我是说，他们若告到陛下那里，会不会怪罪下来？和咱们有什么关系？全京城都知道，今日是两国使团自己包的场。高手。这两国使团真动起手来，怕是没那么容易。不用紧张，没事。来，王女，坐下说。本王女打死你！三爷是谁？你们两国使团来大话，到底什么目的？你告诉我，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三爷不就是你们？三爷不就是你们的什么？难道这个三爷我还认识？老板娘，这两国使团的人就拜托你照顾了。放心，就是那1万两。等他们醒了找他们要，不给你就往门口一站大喊，两国使团吃干抹净还想白嫖。真不给就去镇北侯府找我。不用送，你留下照顾好他们就行。江小白，赫连昭月毕竟是北域王女，就这么丢在春月楼，真不用管。不用，信我，明天一早他们自己会主动找上门。世子，您的银符，事儿办完了，没找着您人，我就先回来等着了。我父亲呢？侯爷一早出门办事，到这会儿还没回来。他回来了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世子，侯爷回来了。世子，先下去。爹，我想向您打听一个人。谁？您可认识一个被称作三爷的人？三爷，不知道，
根本没听说过。你从哪儿听来这名字？两国使团那边今日侥幸听到的。那多半是使团故意混淆视听，不过一个称呼罢了，没必要在意。怎么了？他反应太快了，快得可疑。这个三爷，我爹不但认识，还很熟。新年，你跟着我父亲多少年了？差不多7年吧。7年，怕是不够。去找几个信得过的镇北军老兵，私下打听一个人，一个叫三爷的人。三爷是谁？不知道，所以才让你查。此事别闹大，有消息第一时间回来。父亲绝对认识，却不愿说。这件事对江家不是好事。两国使团来大华，明面上为边事，只怕是冲着这个三爷来的。世子大人，两国使团的人来了，就在侯府外，说让您立刻出去。比我想的还急。昨天让我去鸿胪寺，我人都跑了。今天想让我立刻出去，这女人也不想让我在两国使团面前丢脸哦。走吧，先去吃点东西。江小白，你好算计，竟让我们在那种地方住了整整1晚，还为此花了1万两。啊！你们在春月楼住了整整1晚？王女，你糊涂啊！你们使团的人去那种地方本就不合适，还住了1晚，传回北西和齐国，岂不是要被人笑话死了？我和你拼了！王女，你越动怒越着他的道，莫忘了大事要紧。江叔子，你身为2国接拜使，是不是也该带我们使团在京城四处看看了？啊？你们不是不用我吗？今日继续自己转便好呀。另外，我今儿个还准备再去春月楼走走，要不本世子带你们就地重游一番？放心，今日本世子掏钱。多了，东郎，你别拦我！我今日非砍死这个王八蛋不可！稍安勿躁。小世子，我们王女让您看笑话了。昨日我们贸然离开，确实不妥，老朽先向您赔个不是。昨天分明是想溜我，如今一句贸然就轻飘飘压下去了。不过小世子终归是陛下亲封的接待使，若您真不愿做，我们也可上殿请陛下另换一人，只是白费些周折。老朽还望小世子不计前嫌，带我们走这一趟。也罢，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本世子就陪你们走这一趟。说说吧，第一站，你们想去哪儿？昨日长街已走过，今日去国子监。好，那咱们便去一品楼。可以，那便先去一品楼。那还是去国子监吧。江世子，你到底去哪儿？一次说清楚。我想去春月楼。江小白。小世子，咱们莫要开玩笑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不开玩笑，就去国子监。去国子监可以，但本王女觉得只是去看看，未免太无趣。哦，王女有什么打算？国子监是你们大华授课之地，我北域与齐国使团同样有不少能人，不如咱们各自讲课，看谁授课时愿听的学生更多，如何？这里是大华，我讲课的人若比北域、齐国还少，丢的不只是我的脸，是整个大华的脸。他敢主动提，难道使团里真藏着什么厉害人物？可有彩头？小世子想要什么彩头？1万两。1万两，又是1万两。好，就1万两。你还有什么要求？一块说了。这么爽快，使团里那位能人到底有几分本事？那不比行不行？